那个。CD 或是呢都看呢DVD，把那个真理很熟悉，就是已经呢都在脑海之中。那保持我们清醒的头脑，头脑一清醒呢，我们就不会迷惑。那不迷惑我们就呢不会遭罪。那不遭罪没有那个业因我们就不用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的怎么样生活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呢要自己来这个策划掌握自己的生活要熏习真理，然后呢要修炼，把佛性本来没有的贪嗔痴我们呢佛性没有的那一些习惯性我们都把它去掉。这样叫念修炼。那么往返呢无端，就是我们呢在六道轮回之中这个往就是出生了，还就是又死掉了所以这个往返就出生跟死掉。无端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不是说当人每一时每一世都当人。我们有时候会到呢这个三恶道去，有时候呢会到天道去，所以它没有固定的。看我们在凡尘怎么作为，做得不好呢会到三恶道，那对众生有利益我们会去天道享福。所以呢往返无端，追寻不倦，我们要追寻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就是看不见也看不见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本体。那一切莫作明己自现，就是顺其自然，不落入我们呢这个有心的作为。我们只要呢都不落入那个有为的造作。所以呢，切莫作有为的造作我们都不采取不用。那呢，明己自现，光明跟呢那个极昧就是如如不动。我们光明极昧呢那个佛性本体它自然就呈现了。所以只要我们呢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没有落入有所作为。这样的话呢，那个佛性都会呈现。我们呢尽量不让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呢当家做主。我们请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当家。各位有没有朝这个方向在努力这个六道轮回久了我们都是我们的这个六根呢在当家了，已经当家很久。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跟六根呢这个商量说你是始于那个听话的部分是卑女跟奴才要听主人佛性本体是主人，要听此人的吩咐交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就正确不会造业。所以呢明己自现，光明极昧那个如如不动的佛性自己就会呈现。那么前际如空，就是这个前际显现在眼前，那个际就是时间跟空间这个显现在眼前这个时间空间呢它全部都是空三际心不可得然后呢我们所有万象都是因缘际会，缘际则生，缘散就灭所以前际全部都是空知次迷踪。假如说呢我们知道地方所在就会迷灭终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知道地方所在那个处啊，哦，就是地方所在。那知道地方所在啊，就是已经住相，住在形象啊，才有地方所在。那呢，我们已经呢有这个住的地方所在呢，就会迷昧啊，我们的宗旨，我们要超越凡俗，凡俗呢都要超越。不要迷昧呢，我们这个应该呢努力的方向。那么分明啊，照镜啊，就是要分明，了了分明，就好像那个镜子呈现一样，了了分明，分明啊照镜。那么随照啊，明猛。我们假如说随着那个照呢，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个即就是佛性的不变之体，那个照就是佛性的随缘之用。那我们随着佛性的随缘之用，不呢追求本体，那个不变之体呀，没有把它呢这个守住激发，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明蒙，明啊就是黑暗，蒙呢就是朦胧，不知道呢方向。所以我们不要随着那个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去生活，因为我们现在在凡尘啊，那个不变之体呀，都还没有很明确的启发，所以它还没有很明确的来引导我们呢走正确的那个方向，所以我们会随着佛性的功能作用在生活。那我们假如说一直随着功能作用的话，我们会就是黑暗明蒙，会呢朦胧，不知道呢怎么样走才是正确。所以这个随照明蒙，一心有志，那个志啊就是呢阻塞，就是水不通流了，不流通了，那个叫志。我们心呢，假如说有停留呢，在哪一个角度因为我们在凡尘这个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呢也都有那个住的角度啦。假如说呢这个之外呢，觉得说行不方便，然后我们就会想这个能力呢强呢还是弱？弱的话呢，就买一部脚踏车来骑稍微可以一点呢，骑机车，这个稍微还在可以一点呢，买一部汽车，这个心我们心都会有所住在一个地方所在，我们心想什么呢？那个呢都是住，心都是住的。各位的心有没有住啊？哇，现在没人讲。假如说呢，我们把我们整个心都无所住，无所住就是让它呢能够逍遥自在，不局限在一个角度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啦。让心呢都无所住，无所住以后它逍遥自在。可是呢，无所住以后呢，还要呢耳生即心，就是不要进入完空了，就是还要有主宰。心没有所住可是呢，我们心中还有一个了了分明的主宰，那个主宰者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呢就不要让心呢有这个阻塞。所以呢这边就写说一心有志知华不通。假如说我们心已经呢这个住在一个极限的那个范围那万华已经就不通了，不通达。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上天对我们这边慈悲啦。以前不是很缺水吗？你看现在做什么？他为什么知道？所以各位都在做耳根圆通，
你看我们周遭真的圆呐，很圆满，整个啊，不管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全部呢整个啊都在下雨圆，然后这个又有墙壁啊，我们又通，然后又听得见，这个声音呐，那个我们常住，没有下的时候啊，听到静悄悄；有下雨呢，听到雨声，所以圆通常，圆通常，就是我们佛系的功能作用，这样了解吗？我们是日用而不知啦，都已经日常在用了，都圆通，然后又常住，常住呢就是佛性的本体，才有办法常住，所以我们本身就有。上个礼拜不是讲那个正信调止吗？有没有印象？可是听起来好像是去年在讲的事，好像隔了好久，好生疏的感觉啊。正信是什么意思？正确相信，正信，他相信什么？相信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呢就是佛，所以相信我们本身呢就是佛，所以这个程度啊，又把我们拉得很高了，有没有？肯不肯相信自己就是佛？信心都无足，都呢有一点呢怕，是吗？自己会是佛吗？会觉得说还差得很远，这个上天给我们认可啦，所以你说的对，我们本身就是佛，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佛呢要向自身求，身外无佛。我们呢看的那个所有的这一些修正的佛菩萨，那个都是要给我们效法，他们都已经成就了。那现在呢就在我们身上，这个佛就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时时刻刻呢，要保持清净的那头脑，就是要觉，所以佛都在啦，所以正信啊，调止，正确的相信啊，自己就是佛。然后呢，我们要把我们弯弯曲曲的心啊，把它调成直心，直心就是道场，就是我们佛性的整个场所，所谓直，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第一个第一义呀，那个叫直心，不要加入自己的情绪，不要加入自己的意见，正确的全部都呈现，我们呢就活在当下。当下呢都是真心佛性，所以我们要了解不用再向外找，就在我们自身里面。所以一心有志啊，知法空。那么去来自耳，我们要了解说呢，那个去跟来，去啊就是已经这个讲现象了，身体已经没了，来呢就出生了。自耳，那自己本来啊就这样。那一方面在讲我们那个佛性本来就非常活泼，非常逍遥自在。它呢要去要来，都非常的自然而然。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狐假推穷，我们为什么呢？要走路那一种推穷的那一种。就是去推度，然后到达一个极点，到达终点，我们呢一直都在推度，就是本来都已经呢本身记住那个整个佛性，可是呢我们都不敢承认，用呢这个胡乱的假设来推穷，推穷呢我们要呢追求的那个佛的那个位阶。那么生无生相生造一同，那个生我们就是了解说我们在
这个凡尘啊，我们已经出生了，出生呢是啊，我们的业力把我们推到现象来，那我们的佛性本体呀、它并没有生，因为佛性本体没有生，所以它就没有灭，没有生灭了。佛性本体没有生灭，我们的身体才有生灭。那生这个生无生相啊，就是在讲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没有生相所以也没有灭相没有生没有灭，是讲佛性本体。那身体的生啊是众缘际会，很多因缘啊我们呢造了业跟父母亲有缘，然后呢才出生在凡尘。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生啊是因缘际会才有的它还要呢还给天地。因为身体呀就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借我们用的。没有一个人不要还啊，一定要还所以我们在还没有还给天地之前啊借假修真，我们借着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啊来修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真呢把它修正出来让它呢能够主宰了了分明这样呢我们就不枉费啊我们这一生，不然很快一生就过了，一转眼啊一生就过去了然后等到过去的时候我们回顾啊就会后悔说我们怎么在这个有主宰能力的时候啊不赶快借假修真，使自己的那个真心佛性啊整个呈现所以呢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当下这个每一天每一个时段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时刻刻呢觉性呢都在都跟自己的自性佛在一起。那么生造啊一同那个生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的落入啊这个凡尘跟那个造呢就是啊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我们一落入凡尘以后呢跟那个佛性那个功能作用啊都合在一起所以呢这个生造啊一同那么易得心净无心用功，我们要使我们的心清净我们就呢进入无心用功。这个无心用功各位先生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的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那个六识就是我们日常在用的心那这个心我们都不要用，叫做无心那我们已经无心了这一些呢生灭的心、识心认识的心这一些心都不要这一些心没有了，无心了。那么这一些呢都属于妄真因为都妄一直在变化，然后呢所有的妄都放下，没有了妄尽真就显所以那个无心无心的心就是真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就是即心即佛的心这样了解吗？还不很了解吗？因为可能我们以往都没有接近这真理没有研究性理心法所以会比较生疏。那我们要听的这个很习惯了以后会把我们那个佛性本来有的把它整个都启发出来。那启发出来以后原来本来自己本性就具足，本来就有本来就已经是有了所以呢我们要我们的心净欲得心净无心用功。各位先生无心用功呢到底是有在用功还是没有？是有很努力的很努力才可以达到
达到无心呐，因为我们那个四心生灭的心呐，用得很习惯，要去掉它很不容易，我们不用功的话呢，那个呢，四心呐去不掉，所以我们要呢用心呐，把这一些生灭心呐，都能够放下，能够放下以后啊，那个真心呐，无心的真心呢才会呈现，所以那个无心用功啊，就是去掉我们的四心，去掉四心以后啊，我们的心啊，就清净，所以意得心净啊，无心用功，这样了解意思吗？比较深一点点啦，可是也不会太深了，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做，就会这个努力做。那么纵横无照，这个纵啊，就是南北，横呢就是东西。纵横啊，纵横知道吗？像我们这个台湾呐，这个南北的话叫纵，东西的话叫横，所以纵横，我们呢这个呢无照。所以我们了解呢，那个纵呢，我们大部分呢，都会讲说这个长，然后呢横啊，就会讲说纬度啊，经跟纬经经纬经是长啊，然后纬啊，那个就是横，然后呢那个经呢那个长啊，是它不变之体，然后呢，那个纬就是变而有长，所以经是长而不变，纬呢是变而有长，然后呢，我们纵横啊，无照，就是不管是东西，不管是南北啊，我们呢全部啊，都不用那个活性功能作用，无照。就是不要落入嘞那个功能作用。那既然呢不要落入功能作用啊，当然就在不变之体之中。那不变之体啊，我们能够呢这个牢守得住啊，那个呢最为微妙，最微妙啊，就是这一种状态啊。这一种状态呢，要自己呀实践，实际的做，实际的做呢，它就会呈现了。会呈现呢这个最为微妙的那一种那个我们的那个不变之体的佛性呈现。那么知法无知，无知呢知要，那个知法，我们知道佛法，知道呢施圣的方法，知道这个法，所以或许就讲，假如说我们能够见法，能够见法就能够见什么？对，就是能够见佛，所以法就是佛，佛法身，佛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行为，我们的行为啊就是身，所以佛法身呢，三宝一体，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知法已经知道了，知道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个呢叫做知法，各位知道了没？知道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呢无知，就是呢也要把这一种我们了了不明的知觉性啊放下，那个呢就进入无知，无知才会宽广啦，有知的话呢，各位学姐就是有能守。有能知啊，有所知，那有能守就是生灭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有能守，有能守就是有事相，有事相就有变化，有变化就有生灭。那我们呢，无知啊就没有能守，没有能守就是没有变化，没有生灭，所以知法无知。就是引导我们又向上一层，往向
高的一个方向啊，去前进。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法性呢非常深。我们越追求啊，他就会觉得说，怎么越追求越深，然后呢越奥妙，一定呢要朝这个方向，不然我们被呢，这个造化完成引诱，那一生很快啊就过去了，就很可惜呀。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呢回光返照，来注意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知法无知，然后无知啊，知要，已经到达无知，到达无所不知的时候啊，那个法要啊，我们都已经得到了。所以呢，无知啊就知要，知道呢那个要法重点所在，重点所在啊，我们全部呢，都很清楚了。所以呢，那个无知啊，知要。这样知道意思吗？这个真理的深度比较深啊，就比较深色。然后呢，外面啊这个雨又下得很大它很凉快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容易进入啊朦胧的状态所以只要一朦胧了不会做梦也不会起心动念所以或者说尽量享受。所以在整个我们的佛性都呈现的时候那个佛法的那个要领啊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就是已经把握我们自己呀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指挥啊我们视听言动的那个佛性本体啊都呈现这个是很重要子人啊我们自家的子人翁啊已经都请出来了之前呢我们都让他睡觉我们还没有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之前我们都让我们的佛性在睡觉。各位的佛性有没有睡过觉？还很明媚其实他修养好了他都不会计较，因为我们那个六根啊很强都要抢着要当家做主所以佛性他退位了所以都不见。那我们现在呢把它请出来让他呢来当家这样的话呢我们时时刻刻啊都跟主人翁在一起，将心守静啊犹未啊离变说呢我们把我们的心啊来守这个静那个动静啊是两边啊那假如说我们守静用心来守静啊变成只有自重一边自重一边呢那个整个佛性本体啊它没有呈现就变落入啊一边而已所以呢犹未啊离变，就表示说我们还在变之中我们众生的毛病啊就是啊很容易啊走入一边，中道难行嘛所以或许那个对我们这边呢那个发现说也不要那个形而上那个啊各位都还记得吗？也不合上啊也不合下我们这边不是发明要合中吗？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去实现啊？都合中26时钟啊这个26呢12个时辰，一个时辰2个小时啊，所以26时钟呢就是等于整天啊24个小时。那24个小时啊时时刻刻啊都守住中道那个中道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啊只要我们时时刻刻啊都守住我们佛性本体，就是在觉之中
那我们这个觉哈，只要是久了，很久，我们就会讲叫做觉者。觉者是什么？就是佛。那我们有没有当觉者？没有啊，还是只停留在24秒，还没有进步啊。不过能够停留24秒也不容易呀。我们就是从最基本的做起，回光返照，把心收回来，守住啊那个觉，觉守住了，能够守个24秒，不错了，慢慢增加了，增加到后来啊，2、6、10钟全部呢都守得住，就变觉者，那个时候成就了，这样快不快？都没有把握，这个还没有想去做对不对？想不想去做啊？这个想的力道都还不够强，所以只要下课都忘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说这个呢要自己呀来这个证悟啊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才是重要。生死忘怀呀即是本性。我们呢不要把那个生死那个抱在怀中啊。所以我们生死忘怀。只要呢我们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呢我们这个整篇都跟佛性在一起，然后做耳根圆通，把佛性延伸到整个空间，让呢整个空间都是佛性，这样呢就变真空妙有。那真空妙有已经呈现了，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就不关紧要了，身体的生死就还给天地，所有风土就还给天地，没有关系了。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又没有把它呢做跟圆通延伸到整个空间，那我们生死就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业力会把我们推，我们呢造了善业推到天道去，做了恶业推到三恶道去，那不善不恶呢又推到人道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业力就是有那个力道把我们推落入现象，看要在哪个现象去接受果报。那我们一有修正了以后这个身体就无关紧要，还给天地就好了，所有风土就还给天地，就全部都跟我们那个佛性没有关联的。这样了解意思吗？很重要的所以呢，你看我们凡人社会人士，只要那个一口气不来他就很紧张为什么？没有路可以走。我们现在这个四肢健全要走东往西都很自由。可是一口气不来四肢已经不能动了。那个时候的活性又不修的话，要去哪里没有路所以我们看这个家属就赶快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经就是径，就是路径，就是要走的路了。告诉那个断气的人你要怎么走，就是那个样子。那我们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自己先把路都铺好呢？各位有没有铺路是铺巷子的路，还是普通道路，还是高速道路、高速公路？我们铺什么路我们假如说是修得很辛苦那很难，那个呢是高速公路可是以后会走得很快
那要说我们那个都用很小的力道在做，那个是在修那个小巷道，哦，小路，哎，那各位喜欢走大路还是小路？真的吗？大路要绕得很远哦，哎，小路比较快，不怕远哦，还是走大马路哦。世道呢则进啊，哦，会道则退，哎，所以我们了解说生死啊忘返，哎，从我们怀中呢把生死都忘了，哦，没有修啊，没有启发佛性啊，我们把生死忘了，那个业力它不会忘。它业力还是会推啊，把你推到现象去，哦，那这个告诉我们生死要忘怀，就是跟我们讲要赶快启发，哦，不生不灭的佛性，哦，我们才可以啊不受生死的约束，不受它左右，哦，所以呢，我们生死忘怀，那么即是啊本性，哦，已经呢。走回到呢，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啊，就是本性。那么自理呀无权，自理就是呢究竟圆满的真理，究竟都很圆满，那个呢叫自理。那么无权呢，就是没有那个权就是解收了，没有办法解收。这样懂意思吗？就是它很高的程度啦，那原理道断啦，心行处昧，很高的程度，所以我们就是要本身去做去行持，才会了解，那个呢，那个自理无权，灰结灰残，不是呢解开，也不是呢缠绕，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在凡尘的生活啊。我们都是自己呀，这个绑住自己。我们有很多观念啊不正确，不正确的时候啊，就绑住我们自己呀，把手脚都绑起来了。观念不正确呀，就这个样子。所以那个变成缠，围绕。我们围绕呢，在呢不合理的状态之下呢，那个叫缠。然后呢解开了，就是呢没有。自由自在啊，就是解开了。然后呢，在我们那个本性中，在究竟圆满的佛性中呢，它非结非缠，没有解开，也没有缠绕，本来就是自然而然呈现。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要呢自己呀，这个体会，我们那个佛性的奥妙。灵通呢，应物啊，常在呢目前，灵通。只要我们肯呢，时常都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我们那个灵啊，特别的灵敏，它灵敏就会通，都会灵通啊。所以那个灵通呢，就可以应物啊。所以在北部呢，很多前贤呢，他们都修到有功夫啊，就是修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呢，今天会遇到什么人，会什么事呈现，都会事先知道。竟然在提那个重物的时候啊，会到达说没有重量，好不奥妙？他在心里面说佛性来提，帮忙提，就佛性在提啦，不是身体在提。我们身体提的话，就棒的，佛性帮忙提一下，哇，重量都没去啊，好不奥妙？听起来好像卡通影片，不过是这个道亲前贤跟后学说的，后学导师体都还很重。不想麻烦佛性，因为我们都没有好好照顾他，再麻烦他不好，所以呢，都是自己身体做，我们了解说那个灵通啊，就可以应物，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呢，有一些
功能显现的时候啊，比较灵敏，第六感比较灵敏，而且也知道一些事情。那各位浅显不要炫耀，因为炫耀这个虚空之间有很多那个幽冥鬼魂，有很多魑魅魍魉，有很多呢凶神恶煞，有很多日夜游神，有很多呢三神地。那假如说我们炫耀这一些这个看不见的无形东西呢，它会来要求我们帮忙，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有那个能力，有能耐可以帮忙吗？他为什么不去求活菩萨呢？为什么求我们？所以就了解说，活菩萨呢不做那个事。他来求我们的话，我们更不可能有能力去做。所以被他一缠绕了我们就糟糕了。那个吃不完就兜着走，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灵通以后家己知影就好，欢喜在心里面，这样就好了。这样会不会？不是这个暗斗了，而是要先保护自己，先让自己修的程度更高一点。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效验而已。那慢慢的我们会有五眼六通，然后慢慢的我们可以游戏神通。那个游戏神通就不只有五眼六通那个是超越的。整个天地之间所有风土呢，我们都可以把它集合，变成我们要的形象。你看是不是游戏神通？那一定我们要努力知道说这个空中不空，空中有东西在我们最要的、最基本的，就是先把佛性呢跟空融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体会那个一真法界，体会呢如如不动的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从根源慢慢延伸，慢慢发挥，越来呢越殊胜，就会呈现。所以呢，那个灵通呢应物，常在呢目前，就会显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眼前就具备了万万年，眼前呢就具备了所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都一直在讲，只要我们不要有三心，那么不要有三心呢，三世就摄受我们不住。了解意思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不管好坏都让它过去。未来的也不用策划，因为那个是身体才用的，佛性不用。那现在呢不住。我们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一段不掉所以没有安心，没有过去心了，过去世摄受我们不住，没有未来心未来世摄受我们不住，没有现在心，现在世摄受我们不住。那三世都不摄受我们是不是自由了？我们被三世摄受是不是要六道轮回？对不对？所以咱就要为咱的心做起，不要有三心。只要我们有三心我们都被三世摄受。去有三世摄受，咱就要六道轮回。各位浅显，六道轮回好不好？不好啦，那个太不好玩了。拢爱辛苦，去天道嘛不好，那个都不好。所以我们还是回归本位，当活菩萨，最好，就是要修正，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修正，所以我们可以那个灵通万应物以后常在目前，就显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眼前佛在我们当下的每一个
这个现象之中，就是当下，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各位知道吗？就是不要有三心呐，很不容易哈，很不容易哦，容不容易？我们活在当下真的很不容易哈，拢会想较早，会想未来对不？爱想现在，所以三心很容易呈现，结果又被三世摄受，结果又落入六道轮回，那么熟悉呀，所以我们要走出来啊，就是真的要有恒心毅力，要认识真理，说我不要被三世摄受，我要把佛性就整个呈现在眼前，所以眼前呈现的一念就已经呢，万万年、亿万年，万年一念，一念万年。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十世古今不离当念，还记得吗？那个十世怎么算？就表示各都有内涵的，知道怎么算这个这个十世就是三世之中呢各有三世，加起来就九世又显现了在眼前一念又是一世，就十世。那么十世呢，古今不离当念，万年前、万年以后都不离开我们当下眼前这一念。所以这一念就具备万万年，它没有生也没有灭，我们呢就是要活在眼前当下的每一念，这样呢就正确了，就已经呢可以回归到呢不生不灭佛性的本体就显现了在当下，这样了解吗？先了解然后再慢慢去实现这个要做到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这个显现在眼前的一念都掺杂很多杂质，有没有？都很多那个影响到我们眼前这一念的呈现，所以那个我们慢慢把它拼除，说那一些对我都有妨碍，没有帮助，那我把这些这个妨碍我眼前呈现的这一念的那一些障碍物都去掉，那我们一直都去掉了以后真的呈现的就是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就在我们当下的每一刻。那么目前无物无物宛然，就是显现在我们眼前非常灵通的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显现在眼前。可是呢，目前无物，就是没有东西各位浅显，这个我们眼前可以看到我们自己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吗？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讲嘛我们看到呢，我们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叫见法。那见到这个法，就叫见佛。见到佛，原来就是自己本身了，有没有？所以这个目前无物就是在讲这个。显现在眼前那个佛性本体它是没有形象，了解意思吗？其实各位是给后学面子的才会回答了解，较袂讲安尼无一个人应，所以这个都是很深刻的真理。我们一定要一听再听，那听得很熟了以后我们会进入了以后就不会觉得深了，就是因为不了解才会觉得深，
等到我们了解了以后啊，嘛无深呢逐渐的像或学这个追了从13岁那个小孩开始，就参禅求知呀，都坐个安尼足好势哦。因为囡仔骨头软软橡皮卡压得起来，坐相盘，坐个足大足好势。坐到后天庙有17年，求道以后又经过13年，加起来30年，都在追求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30年呢，我讲够功了，真够笨的，笨不笨？追求30年才呈现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原来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都是咱在追求的啦，知道吗？所以开始讲课的第一天，不是说2个小时就可以吗？还记得不记得？那我们已经几个小时了。那个时候也讲6组的话他连2个小时都不用。伊拢知影，都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释迦牟尼佛要进入涅槃，把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交给地藏王菩萨，然后呢地藏王菩萨就直接呢转世来教导众生。所以那个6组就是地藏王菩萨来转世来转世直接来教导比较快。我叫我顾是要安怎顾？活菩萨都不舍众生呢，可是我们都欠天，这个国语怎么讲？看天吗？好像不是的就是那个不在意的意思啦众生都不在意，都没有觉得那个性命很可贵没有那个感觉，所以那个地藏王菩萨已经接受了释迦牟尼佛交代，他说我不能不做，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做，我一定要来教导众生呢怎么样成就，那所以就来转世了，一呈现呢教导我们，那我们也正在研究，刚好11个月我们研究到今天刚好11月，很快一转眼真紧呢，11个月安尼过去回想一下跟那个我们还没有上课之前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很大？没有最起码我们能够相信自己可以成佛，对不对？像以前说希望成佛，那个是差别很大。我们从自己本身呢，了解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很亲切的去摸到它，很亲切的启发它，然后呢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个呢都是在我们自己本身呢可以做的，而且又可以成就的，只要我们都肯用心，真理一了解了，只怕不了解了。了解了以后一定会促成我们去实践。不了解就没办法，那了解以后，一定会在内心里面跟你一直讲，做，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对不对？不了解就没办法，没要做。不了解的没样子不了解就不会做了。了解了以后，那个内心会一直有声音。促成我们实践一定要做那只要我们肯落入这个实践去修持，就一定呢功效呈现，绝对有所以我们了解说显现在我们呢目前没有形象
无物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就是那么亲切，那么实在的我们可以去掌握它所以目前无物，那么无物宛然虽然是没有形象那个物就是东西呀没有东西形象，可是呢它呢很整个全部都在宛然，就是呢不缺全部呢都很圆满的整个呈现，所以呢无物宛然不劳自见不用呢劳劳碌碌我们的智慧去鉴定它整个都已经呈现，都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不劳自见。那么体质呢虚显佛性的本体它自己本身呢虚就是没有形象，然后玄奥妙很玄妙很奥妙所以我们呢都可以体会。那么念起念灭前后无别我们的念起念灭念头来了念头去了念头的起灭前跟后没有分别。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法融禅师呢是讲让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呢了解，所以呢我们很容易有这个念头，那么前念后念念起念灭我们呢时时刻刻呢都不知不觉都不知道那法融禅师呢跟我们讲说呢前后无别就是前念跟后念没有分别。那为什么要落入前念后念没有分别？因为它都是不实在的虚幻的都呢这个不要去住的所以让我们这个知道这个念起念灭都是虚幻。各位浅显，念头谁生出来的？很不错就是佛性本体生花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唔免讨厌那个念头，就是我们要感谢它让我们认识呢佛性有法度生念头出来，有办法生念头出来，就是佛性本体啦所以我们了解心动念谁呢？那个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在起心动念。那我们能够了解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这样要认识佛性本体不容易？很容易都是起两头那个啦起两头那个。那我们现在呢重点就是要呢回过来看起念头的那个佛性本体，不要被我们那个念头的内容拉走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起心动念念头都有内容，对不对？那我们都会跟着内容走，对不对？这样够不够聪明？要不要做聪明一点？所以回过来看哪个在生念头就是佛性本体。原来佛性本体这么亲切就在我身上生念头给我知影这样就不管那个生出来念头的内容，因为我们投入念头的内容就会烦恼，对不对？一定的啦起心动念以后那个内容一定会促成我们烦恼。那我们就不要去管那个念头的内容，我们回过头来管谁生出来的，这样会不会？要做要实际的做看看呢哪个生出念头来它能够生出念头有没有形象？我们都以为头脑生出来的都以为我们念头以为说头脑生出来的是是佛性生出来的没有形象的佛性生发念头我们差别是在走入念头的内容
那现在呢，不要走入念头的内容，我们反过来看生出念头的佛性本体。所以这样那个念起念灭前后就无别了。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后念不生前念自觉。我们呢这个后念不生，前念它自己就不见了啦。所以我们都是一念接一念，一直连绵不绝，都一直生花。所以我们不要呢学那个道经就讲，头脑都已经生出来了，不用都很可惜呀。会不会这样？不会啦这个头脑虽然生出来没错可是我们要了解那个是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啦，要还给天地的，不是我们可以主宰。不是说他这个头脑已经生出来就常在永远在，不会会很快就消灭了不见了可以说呢，这100年以后各位先贤，100年以后我们谁还在？经过100年在100年以后，现在民国99年，对不对？在民国199年的时候我们谁还在？都不在了他有够夭寿都很短命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好好的运用我们呢就是要活每1分钟1秒钟都要好好运用使我们整个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都呈现这样呢就是好好的用所以这个后念不生前念它自己就解没有了。那么三世无物无心无佛三世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那三世都无物，都没有东西因为所有东西形象都是眼即则生眼散就灭都是虚幻不实在的，所以三世都无物，没有东西然后无心无佛，也没有心也没有佛就已经回归到正位，就是本位了全部都不用名称来说了。你了解意思是很沉重吗？那法隆禅师呢，都跟我们讲那个原始状态就是最高的那个程度所以我们就是要体会那么众生呢无心依无心出分别还生所以众生呢众缘机际而现的生相叫做众生。所以本性本不生，所以呢本性就没有灭那个所生灭呢是众缘机际而生的。那众缘机际而生眼即生眼散灭那个就不要管它了所以众生无心全部都是无心。所以不要有那个妄想心就归入那个无心。无心呢就是真心所以无心就是道道就是无心那个心就是佛就已经呢在佛的本位所以呢依无心出，我们按照呢那个无心，然后出现在凡尘按照呢无心出现在凡尘，一出现凡尘以后就有分别凡跟圣凡人追求的都是有形有相财产，然后呢圣人所追求就是佛性能够恢复光明，然后呢能够呢度化众生都可以脱离苦海。所以凡圣的差别就在这里。那我们要知道呢，在凡尘呢我们追求物质的享受，那个也都是身体在享受啦
佛性有没有享受？那个有时候我们这个物质太富裕了这个佛性反而很郁闷，就是不快乐啦，所以孔老夫子也都是讲说呢，这个吃那个粗饭，然后睡觉用那个手背来当枕头，这样呢快乐在其中。那个不义的富贵以我如浮云所以孔老夫子也是这样讲。然后呢，我们看那个颜回，颜回是肌肉相单食嫖饮，人不堪其忧啦，回不改其乐。他那个生活那么困苦为什么那么快乐？各位先生，颜回为什么那么快乐？是装给我们看的吗？不是那个假装的那个短时间可以那个长时间都不行。所以他心里面呢，一定呢有所本，他心里面有所依赖。他依赖什么呢？我们看那个儒家思想，就是得一善，前无因终身无失，就是这样。他得到一善，这个一就是道。他已经得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他把心呢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不动，不管现象是坎坷现象呢是富裕他都不影响。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那个一些呢这个圣贤呢他们对外境都不这个呢引进到内心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个以往留下来的那一种收定就是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然后威武不屈，然后泰山崩于前刀既加以后不动声色，这个呢就是定很大的定力。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定力它就是因为把心呢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完全呢都不在现象上面，所以定力才自然而然呈现。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跟圣人也是没有分别，也是一样的，看我们肯不肯做。我们肯做的话，就把外境整个都摒除。全心全意就是追求能够呢回归正位，就是呢成仙做佛。各位有没有这个心是希望呢，还是真正的想达到？真正的想达到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凡尘一落入现象都是要受苦啦。我们可以回归本位了以后已经进入没有形象的那个佛性本体，可以千百亿化身要来不是不能来不用烦恼说一修道以后都天地无人会不会这样？不会啦我们要了解说呢在之前我们人类之前是用化身的不是胎生是化身变化而来，而且也不用吃饭，在天上飞那个记载在那个《阿含经》里面或者还特别把它抄出来会飞为什么我们后来飞不起来？因为贪什么？那个地生长那个很甘甜的那个饮料，我们就贪吃一吃了以后身体重，结果就飞不起来因为这个化身以后有男有女，他就互相对看看到有意思看到有意思以后化身才变胎身知道意思吗？因为看到有意思才起厝无较早无厝知道吗？都没听过
各位要看哦，那个《阿含经》啊，《大藏经》的第一册，哦，里面就有记载，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原来以前我们还是化身来的，是因为我们这个真如不守自性啊，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寿命很长，有84000岁，心越来越坏，寿命越来越短，那个地生长的东西会养生，可是也会害身就变成我们的寿命越来越短。往后各位浅显，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啊，我们人的寿命会更短，然后我们人的身高会很矮，很矮就差不多我们手肘的高了，从这里到这里，然后寿命在凡尘能够活的寿命才只有10岁10岁就死掉了。女孩子5个月就结婚了，5个月生下来5个月就结婚，因为10岁就死掉了。然后呢，已经苦到极点了，心就转变，要行善。然后行善以后寿命慢慢增加呢到84000岁。所以等到呢84000岁的时候我们老子师就下生了。那个时候女孩子500岁出嫁，500岁才嫁人各位浅显，假如说我们现在500岁才嫁人，会变什么？所以我们看一看那个因为证悟到佛以后无所不知那个时候就是问释迦牟尼佛说那个构成那个人类来的无始以来那个构成，然后佛就讲，然后讲到以后，讲到我们往后，所以要了解说我们之前有那个庄严劫，我们现在叫贤劫，以后还有星宿劫。那一个劫都有1000位佛啦。现在贤劫到释迦牟尼佛第4位，然后我们弥勒祖师第5位，还有995位，一位都很久，对不对？是不是时间没完没了，很长非常长。我们要不要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都受苦？要不要？所以不要的话就要努力修那个你看诈骗集团那个我们不要去参与不要去骗人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把自己那个佛性培养的光明回归本位了以后不管它这个现象经过了几亿万年我们都如如不动，这样了解吧？所以我们一回归到本际本来的地方所在，那个如如不动是可以的。愿不愿意回归到本际如如不动很理想的。他不是说回去就不能来，你想要又可以，不只有娑婆世界我们这个是南赡部洲，我们可以到北俱泸州东胜神州、西牛贺州都可以都可以去而且又可以超越这个4大部洲，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宝佛世界都可以去非常宽广，非常大我们那个佛世界非常的宽广不只有太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生长在南赡部洲呢，还很窄这个地方呢不大我们说世界很大，其实不大，很窄。依无心出分别凡身，有凡人、圣人、
那么烦恼呢，转胜，我们有分别心以后啊，那个烦恼啊，就会转得很胜，各位在生活之中呢，这个现在的烦恼啊多不多？这个越修道是越多呢，还是越修道烦恼越少？我们就是要认识那个根源。烦恼从哪里来呢？各位浅显，烦恼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住相，我们的烦恼从住相来。只要我们不住相烦恼就消失了。所以相引起我们烦恼。那所有的相虚幻不实在，都是因缘际会啊才呈现的。迄种假，咱唔通伫假内底烦恼。相都已经变化了，我们的烦恼都还没变化，对不对？所以这个烦恼还真的加工，跳啊工。戆的人养烦恼啊，所有烦恼的人拢跳都是很聪明才会烦恼那么计较乖巧，假如说呢，我们落入计较就呢跟那个常道跟那个真理啊相违背那个乖啊就是乖窜，就是违背的意思啊这个计较。各位都有生活之中呢，有没有计较？都会有啦，只是大跟小的差别而已，对不对？有那个大的计较跟小的计较那只要我们落入计较就违背了那个真理求真呢背正。假如说呢，我们呢落入那个求真。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在真之中，我们在求真呢就违背那个正，就跟真理相违背了，这样了解吗？我们呢不是有看那个张轴秀才悟道记吗？他不是有讲趋向真如啊，意识起，因为本身就在真如之中，你还要再趋向真如，那么是不是已经呢头上安头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当下就是真，所以不用再求真，一求真以后呢，就背正，违背那个真理，双明对峙，就是我们两边呢要把它呢泯灭，双明，就是不要有两边的对待。我们跟人相处啊，很容易进入两边，不是喜欢就讨厌，对不对？我们把喜欢讨厌都去掉，不要喜欢也不要讨厌，就是平常心会不会做？蛮难的喜欢就喜欢，讨厌就讨厌了要他不喜欢不讨厌还不容易，是不是这样？所以还是要从真理着手因为呢喜欢讨厌是我们情绪的表现，那我们呢情绪表现出来有违背到我喜欢的，我就讨厌顺从我喜欢的我就很高兴，就有取舍。既然落入取舍我们又造业了，造业就要受苦所以要不要去掉？把两边都去掉所以不要落入呢喜欢讨厌，都是假的，凡尘呢一切事都是假的所以呢我们双明对峙就是不要有那个对峙的那个情绪出现都把它泯灭去掉，没有了就好都全部没有了，我们呢心不走入两边对待就不用对峙所以双明对峙，湛然明净那个湛然就回归到对原始状态那个湛然
明净啊，光明清净，可以回到呢我们呢那个本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那个湛然常寂然后呢光明清净不需呀工巧不用呢这个功夫来修，不用我们的那个巧手来做不用手因而显这个手因而显啊各位先生，婴儿他怎么做？婴儿啊，他怎么做？婴儿有没有分别心？婴儿会不会讲话？婴儿会不会做事？所以手因而行啊，就也不会讲话，也不会起心动念，也不会做事，也不会惹是非，也不会分别心。这样了解吗？我们容不容易做？还真的不容易啦那个最大的就是分别心。婴儿他没有分别心，我们越长越大以后啊，分别心才出来。分别心一出来，我们烦恼就跟着来了。所以婴儿啊，他没有烦恼，也不会讲话。所以我们很多啊，不必要的麻烦都是讲话来的。所以我们在凡尘本来都是接受福报了，因为嘴巴太轻易讲话，把福报都享用完了。所以当我们这个听呢，周遭人家在讲话，然后这个听听他的内容，会觉得说你迄都拢免讲啊，迄讲的拢无好，有没有那个感觉？各位修养都非常好，因为不听人家讲话，人咧讲话跟我无代志，我不爱听，这个修养，对不对？要不要？还真的是要修养。可是有时候啦，假如说你坐在车上啊，他就在你隔壁啊，他在讲那个手机呀，有一次或许这个从桃园坐车坐那个国光号国光客运到台中，要去买大藏经，然后从桃园上车到台中。在或许隔壁的一位男生那个时候那个电话那个手机的那个电话费还算秒的1秒钟多少钱？他竟然从桃园讲到台中，厉不厉害？因为正在念案。所以讲的话我讲那个真的是这个可以都不用讲，那个说10句有11句都会，可是那个恋爱的时候就很喜欢讲废话，没用的话很喜欢讲，所以我在想说你若把这钱来救走那善恰人我也不知多欢喜不少钱呢那个要2个小时1-2个小时的时间那算秒的那个时候还算秒的，不像现在说打得很便宜以前很贵所以我们要守因而行就是婴儿他都没有分别心然后也不会乱讲话然后呢也不会行持错误，就是做这个走错路了，他不会走所以不会走错路守因而行这个因而行还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就讲我们要守那个因而行那么这个心心了知尽往转密，这个心心了知就是我们就是不要落入有为，
只要我们呢都在我们那个佛性啊本体之中，它呢这个了了分明，整个知觉性啊会呈现。那假如说我们的见啊，很宽广，假如说呢我们见啊好像网一样，这样缜密啊，就会把我们整个那个知觉性灵掩盖看见，整个呢拢无去，拢无那个清醒的头脑，就没有，所以见网啊，这个转密。那么寂寂啊无见，我们能够呢进入到那个寂寂，那个寂昧，到达如如不动那个寂昧啊，无见，没有我们呐那个妄见，寂寂无见呐，暗示啊不已，就是呢，不管是啊，这个明啊跟暗，都呢，不移动，我们的那个见觉。那个见觉性呢，就是很笃定，就是我们的那个正知啊正见，非常这个清楚的呈现，所以那个寂寂无见啊，非常重要，那个就是佛知佛见，就是我们正确那个认知，暗示啊不移，在暗示里面呢也不转移我们这个佛知佛见。那么心心呢无妄，这个呢就是表示了了分明的我们那个佛性体啊，它没有妄，就是全部都是真呐，所以我们要在真里面呢讨生活。那么寂寂啊明亮，这个时候啊上面呢寂寂无见，那么底下呢就寂寂明亮，那个又是啊佛性本体很光明。很亮丽，整个人都呈现。那么万象啊，常真，松柔一相。这个万象啊，所有凡尘的万象，都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呈现。所以呢，它是常，常住啊，又是真，所以万象啊，常真。这个表示那个世间相常住。这个世间相啊，虽然变化无常，可是呢，它的来源，都是佛性本体呢，这个生发出来，生发出来以后啊，虽然又这个灭了，可是呢，它是啊，变而有常，又会呢这个呈现，所以万象啊，常真，万象呢都是真常，都是真的，松柔一相。松柔呢，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啊，这个形象啊，都在一起，那一相就把它归入啊到一相，这个各位浅显，一相是什么相？一相是什么相？就是无啦，有没有的无啊？无相，一相就是无相。所以松柔一相，就是无相。虽然呢，万象啊都很多，可是呢，都是因缘际会啊，都是假的，所以都是无相。无相才是常，才是真。所以呢，我们了解松柔相。我们呢，也在讲说，这个万法呢，皆空，有没有听过？那后面要接啊，接一句啊，空性啊，即是佛性，不是万法皆空嘛？我们万法皆空以后都不接了，下面就没有文字啊，结果那个万法皆空就变成完空，变成什么都没有，那就断灭。那我们下面接万法皆空，空性即是佛性，安尼样为，所以这个受一相就是没有相，它没有相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不容易从文字不容易了解意思，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以往的那个修持那个禅师
都是投入非常长的时间呢，在钻研这个真理所以一讲出来的话一个字就代表很多意思，那也是要引导我们走入那个真理的世界。那我们只要走入真理世界就可以回归到本位不然我们在凡尘都离了我们那个正位很远都千差万别差得太远所以那个在西元0年到1000年之间的所有禅师他们都投入这个非常多生多世都是在研究这个真理所以一讲出来以后他们都是要引导以后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研究的人能够实际的得到利益不要经过那么多的摸索时间像或者刚第一次讲我说这个30年真的太久了啦，我们哪有那个时间去耗掉那么长的30年2个小时就好了努力听2个小时，把30年的那个经历经过全部都吸收，这样快不快？很快嘛所以我们就直接指点出来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把佛性本体体会出来，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是30年累积下来的嘞。或许都一直想真本30年，所以要不要学就是要学你真的晚上睡不着觉，马上做，马上睡着了，好不好用？很好用。你肯努力做一段时间不是灵通吗？我们真的灵通那个第六感特别灵敏，然后呢可以慢慢进入到达真空妙有可以进入那个真理世界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可以深入的一定要有一个下手的地方怎么下手？观念放下，一念不生。所以上个礼拜最后一个不是问吗？万念放下有没有？你想到有什么那个都是没有放下一定要全部都放下全部都放下，真才会呈现你还有什么感觉？那个还是眼那个还不行一定也要放下全部什么都没了，那个才真正的忘记真显真都已经呈现了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呢到达松有一相的时候就无相，无相呢万法皆空空性即是佛性，佛性呈现这个气来咒力一切莫持。这个气来咒力就是我们在凡尘的行住坐卧一切莫持就是不要执着，不要固执。我们在凡尘可以说啦，只要落入身体就会有执各位有没有执？固执固不固执？我们都会有固执而且各位浅显，假如说你看到对方这个眉毛的中间假如说有横纹，他的固执程度是超越很多很大的，所以你要改变他的心念，那是比登天还难。固不像或者这样，固不固执？很固执，对不对？对，就是很固执。不过我们要了解到了，我们要择善固执。固执有时候要用对不对？不要那个选择恶，固执就好了。要择善固执。然后我们一看到这个对方跟我们交接的人家都加倍，他没有固执所以很容易跟他沟通。然后看他眼睛又大大的，人中又宽宽的，他心地很宽广，你那个批伊嘛笑啦。
他都不会计较。那假如说是相反的话，那我们讲话就要小心一点，连在讲话都不能去欺负他，他会把你记得牢牢的，会记仇啊。那个就呈现现象。那我们在相之中呢，也稍微知道一点。这样的话呢，度人就比较容易。那么决定无方随为出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决定我们决定呢无方，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在所以决定呢无方。我们要了解呢很宽广，佛性呢本身呢很宽广，所以我们呢这个决定就不要让它呢落入一个地方所在。一落入地方所在呢我们就没有这个回到呢本体的，那也就没有逍遥自在。所以那个决定无方。那么随为出入什么人在出入？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出入都是我们有造业的，然后呢才有那个呈现那个出修正呢才有入。所以出入随在出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是我们在完成自己心的那个主宰。那么无合无善不持不取。我们就是了解这个业跟我们无合，不会合在一起。可是呢，只要我们有造了业，它也无善，它也不会消失。所以呢，无合无善。这个呢，跟我们在讲那个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那个呢是一样的，不增不减。然后呢，无合无善都是呢在讲那个佛性的那个本体状态。那么不迟不急迟就是很慢，急就是很快也不很慢也不很快所以这个快跟慢是我们的那个观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所看的角度快慢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情绪反射。那么明极这个自然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明就是光明，极就是这个如如不动。所以那个明就是有那个佛性的随缘之用的功能。然后极就是不变之体。那个不变之体曰极。然后呢随缘之用曰照。照呢就光明，对不对？所以那个明就是照，就是呢佛性的随缘之用。那个极就是不变之体。我们呢明极自然就呢自然回到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本体回来。那么不可言极就是我们用语言来说的话呢，没有办法说到。它很深，它被讲到没得搞，讲的没有办法用语言到达，所以不可言极。知道这个意思吗？心无一心这个心不要有那个异心。异心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呢就是有很多了心无异心。然后呢不断这个贪淫。为什么呢不断贪？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贪嗔痴那一些贪淫的那个性它本来就是空。那我们只要呢不住相不住相以后就没有那一些那个贪淫的那个事。那我们呢要了解那个贪淫的那个性跟空性是一样的。那假如说我们有那个要呢这个断贪淫的那个心表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还不透彻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心呢没有两个心，没有不一样的心，然后也不断贪淫性空自理
只要我们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佛性啊，它本来就没有形象是空，只要我们呢进入佛性的空啊，它自然就离开呢那个形象的贪、形象的淫啊，都已经自然都离开了。我们呢这个时间呢已经到达剩下的这个15分钟，各位先生有问题要问吗？或许是很鼓励大家问，因为问进步才会快。有没有人要问啊？15分钟。好，请说。刘讲师这是美国学姐问的问题。好，请说。他说，请问刘讲师，后学有至少3次正在和朋友说话，但当时并没有在做万元放下、一念不生或耳根圆通，突然有7秒钟恍惚状况发生，可以听到朋友说话声音，可是觉得好像隔了一层，声音听起来和平常不恍惚时不太一样，感觉后学和朋友在2个不同世界。后学觉得自己像透明的气球要飘，膝盖以下不属于后学的，2只脚就像2根木头立在地上，很担心身体不支倒地，心想是不是贫血？可是抽血检查没有贫血，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这个美国道心的这个很有意思他不研究这个为什么会去转世当老虎，还要研究说老虎为什么一直在吃肉。我们在凡尘，假如说都是要坑人啊，要吃人的那个会转世啊去当老虎所以我们在凡尘就会遇到有这一种现象有一些人啊就是喜欢吃人坑人，那个他这一生的身体不见了，寿命到了，那转世了以后到畜生道去就会转世成老虎。那你刚才讲这个现象，就是在跟朋友这个讲话之中呢会有那一种恍惚的那个状态产生呢。那个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只要做功夫虽然有时候我们并没有说正在做那个功夫，可是它已经在我们的那个脑海里面它自己本身已经在做，它会有那一种那个呈现一些功效。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或许都鼓励各位前贤，在我们发清口愿那个烧表文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注重所以那个都已经进入我们的潜意识。那进入潜意识以后做梦，连我们睡觉做梦都会不行，我已经清口了，不能出分的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那就是我们很努力的把那个重点就是我已经清口的那个看得很重，就是重视它。然后我们假如说在修持一样对呢，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也非常重视它一样进入潜意识，进入到潜意识以后我们并没有在想在做，可是它自然它在潜意识里面自然会有动作会有那一项那个功效呈现所以那一种那个恍惚的状态我们就是了解到恍惚状态就是不进入两边所以或许都时常讲我们会打瞌睡打瞌睡不可能做梦打瞌睡不可能起心动念所以那个叫朦胧状态朦胧状态就是我们没有固执两边，就是没有想对，没有想错，都没有，那一种是最符合中道所以在那一种最符合中道的时候
呈现，有呈现啊一些那个我们呢这个不是想象可以知道的一些情形，那个呢是属于我们修持的功夫了。修持里面啊它呈现，那我们要知道说有时候啊我们不要去虽然有功效呈现，可是也不要住相，因为住相以后啊我们会被相妨碍，要再进步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放下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一样的要重视啊那个心理，因为心理的状态会影响到生理。所以或许才有讲那个那个希特勒啊抓那个战俘啊那个情形，各位有没有听进去啊？他被冰刀一个以后啊并没有流血，可是他也死掉了啊。他为什么会死掉？就是因为他心里面的生机啊已经没有。他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就是这样的真的就死掉了。所以那个心理影响到生理。像个流氓美国小镇那个流氓，他也一样他的心理呀你一直全心全意的照顾你的身体，不受他这个影响有一点点这个小毛病啊，你就非常看得非常大，被心理的影响一样，他也死掉。所以心理重要。那我们就是要健全我们的心理那心理要怎么健全？就是对真理透彻认识真理。那所有身体呈现的现象我们不要太在意我们太在意的话一方面妨碍我们进步，一方面呢我们有时候会引起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因为我们呢住在相了以后啊，假如说有一些幽冥鬼魂，他想在这个时候想利用它，想借着它来传达一些信息，那我们假如说被它缠绕，那糟糕了，我们都不知道什么状况那个状况一来都不清楚的所以要对自己要笃定。笃定的时候就是你的神守摄，你的精神都守住你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本体你都守住了那个幽冥鬼是没办法的，他没有办法侵入到你的那个身边呢来围绕你，没有办法缠绕你所以我们在修持方面呢就是要知道一些我们要重视的，让它进入潜意识；一些我们要看清的，不要住相的，我们要去掉。好，还有吗？还有第二个，请问刘讲师，观恶眼是功德，要欢喜心甘愿受。倘若道场有人乱骂人，理念不清，甚至于动荡道场不安，大家仍然要欢喜心甘愿受，一言不语，感谢消冤解孽吗？是否会助纣为虐，让不讲理的人更猖狂无理？谁又来维持真理与道场真正和谐呢？非常感谢。好，谢谢。这个呢说得非常这个正确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观恶眼是功德永嘉大师呢他是针对的那个观恶眼是功德是针对着恶眼是对我，而不是呢对大众，是针对我。然后我去看他那个骂我那个不好的话，那个恶言因为我们不起对待心他不起对待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消掉你的罪业，然后真正的累积功德。那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这个凡尘的正义凡尘的浩然正气它都在我们不是呢就是要做一个那一个不明理的一个修道人当然不会说
人家呢在引起整个那个滔天大浪的灾难，我们还这个很欢喜心还甘愿受，不可以的。我们该出这个出力的时候还是要出力。所以那个都可以这个生命这个用生命来这个对付都不爱惜，都不会去重视这个生命，那个才是正确。我们要了解到法无定法，没有固定的，那个讲的角度呢，我们一定要透彻知道。那假如说会引起那个人家那个不好的那一些观感，不好的一些作为，那我们有那个能力的时候要去阻挡，要你分析，要你跟他讲明，不是说要一味的去呢这个忍受，不是那个样子啦。那针对我们本身的是个人的事，那个才欢喜心甘愿受。那假如说是关系到众人的话，那我们就要出力了。那个出力呢，就是牺牲性命呢，也在所不惜。我们要有那一种浩然正气，所以不要把那一种欢喜心甘愿受用错地方。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应对凡尘事的时候假如说都是用真理来应对，那不用欢喜心甘愿受，本来就是你要去奉善，那个一定呢，要你正常的去做。那我们在讲欢喜心甘愿受，是不合理的对我，针对着我，而来，那个才我们要了解说，绝对有因果，才会针对着我，而不是众人，是只有我一个。那时候你才要表欢喜心甘愿受，要了掉这个业，就是可能你之前或是前世对他不合理的一些事已经做了，现在呢他反报你要欢喜心甘愿受，才可以了掉这个业，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针对着众人的事我们不闻不问，那样我们这个当然人格就不健全了。还有吗？还有2分钟，要问吗？剩2分钟了。有疑要必问一问了才容易进步啦。像这个昨天也有人问说呢，这个我们这个呼吸这从玄关这个进出，各位有听过这个修持方法吗？有啊，那还蛮普遍的那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这呼吸这个玄关，跟我们那个数息法，它是不一样的，法门不一样。他2个问题同时问，那我说那个呼吸通过玄关，是我们6道轮回太久，那个正门关得很久，所以都是污垢。那我们现在利用呼吸把那个门清一清，走得很习惯，这样我们一进出都没有问题的，那个是这个角度。那数息法呢，是我们的心散漫，就是我们在凡尘生活那个神我们的精神不容易集中。那个数息法就是要我们信念那个专一，就是不要神分散。我们现在都会以为说，同时做多件事是很了不起。各位浅显，那个不对你同时做很多事那个叫神散，你的精神都分散，那个不好那个对我们呢有伤害，没有帮助。所以做的时候就是要专一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要专一，这才是正确。所以那个数息法就是让我们那个散乱的心全部都能够回来集中。然后我们呢心集中了以后
容易解决事情，这样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体会我们的精神有时候想东想西同时就想很多个，那个叫善，神善。不要有这一种情形因为这个呢会伤害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超过1分钟了，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是占道天师得了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人给机会学讲。我们台北呢又把我们所讲的这个六禅经已经有整理出来，然后呢用那个套子把它装成这个好像皮包一样。这个有比较小的是 DVD 影片看的，比较大的那就是 CD 欢迎各位拿，就在后面两边那个有那个箱子里面装的那个 CD 有79片，那个 DVD 呢有40片，一包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欢迎各位都拿，自己收藏或是给亲朋好友，都拿。我们北部的浅显收无限量供应，希望各位都拿，很方便携带，要看也很方便，都有那个时序。那我们就接着讲这个心理。各位先生，我们讲到哪边的？不止吧？12。下面往上算第二句，第12行，下面往上算第二句，性空自理。第12行。性空自理呀。对。只有讲到这边啦。这么慢。好。这个我们讲说不断贪淫上面句，这个性空的自理，那个贪淫只要我们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空性之中，它自然呢就会离开贪，离开那个淫，是这个性空呢自理可以离开所有的我们那一些呢不好的那一些习惯。习惯性呢都会离开。那么任运浮沉，这个呢任运就是任着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那个运转，那个浮沉就随顺呢完成的所有一切随顺誓言无关，就是跟那个张轴那个悟道性呢是一样的意思。那么灰气呢灰轴。灰钱灰身，本来灰骨，现在灰金，所以这一段呢就全部讲，说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灰气，它灰轴，灰钱，灰身，它本来它当下呢就是存在灰骨不是呢这个古时候。所以呢，这个都讲要我们把握这个当下。所以只要我们都没有这个三心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我们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呈现。那么呈现在当下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眼前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各位有印象吗？
这个都要听得很熟了哦，因为刚接触的时候啊，会觉得它很深哦，因为我们以往呢都没有研究过，不了解哦，所以我们现前的一念期限啊，竟然有万年、亿万年哦，不只有1万年，是亿，已经上亿万年哦，1万年，1万年前啊，我们现前的一念就已经在，1万年后啊，我们现前之念还在，它没有变化。虽然我们身体不在了哦，可是我们那个现前的一念啊，不是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啊，它都在。哦，那这一段呢，在描绘啊，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哦，它呢非轻非浊，非浅非深。哦，又本来非古。哦，现在非今。我们看见它显现在眼前啊，但是呢，不是落入今，不是落入我们现在。所以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啊，非常的奥妙。它呢，就是用语言来这个讲的话，就比较有一点这个偏差了。可是我们没有用语言来讲啊，完全都没有办法体会。所以我们讲说现在，那现在因为现在不住啊，现在断不掉它不住啊，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没有现在，那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那三心都没有三世啊，就摄受我们不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有三心的话我们会被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把我们摄受。那摄受呢，我们就要进入6道轮回。那假如说三世都已经摄受我们不住了，我们没有三心，三世啊都没有办法把我们摄受。那没有办法摄受，我们就不用进入6道轮回。各位先生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到这个状态啊，都是很深的一个佛理。只要我们有三心啊，我们会不知不觉被三世啊摄受。那我们既然被三世摄受，就一定呢在6道轮回之中有过去世，有未来世，有现在世。那假如说我们呢都没有三心，完全都没有，那三世没有办法摄受，我们就不用进入6道轮回可以啊解脱。这样了解意思吗？是有一点深啦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呢用心我们都会呢进入那个真理世界。那么真理世界啊，就全部都是我们不生不灭啊真心佛性本体。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记录呢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以后啊，那个才叫真的真已经呢修正。那我们修正了以后可以脱离这个凡尘三界啊都可以脱离了。那我们不是说脱离三界就不能来，我们又可以发愿来又可以变化来，可以呢千百亿化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是非常的奥妙，可是我们平常都没有去研究没有探讨，不知道。那我们一研究了以后，慢慢的会把那个佛性的一些我们的本体以及它的功能作用全部都呈现。那呈现了以后我们就了解说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的我们追求方向非常正确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段现在非今。我们那个了了不明的那个佛性健在，可是它不实于现今，就是不实于现在世。这样懂意思吗？是有一点点深的比较深这一点那么健在无住我们健在就是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在，可是呢无住它不会呢住在一个这个角度
不是在一个形象，所以呢，这个见在啊，无住，见在本心，我们那个见就在我们的本心，所以或许一直强调，我们日常所用的心啊，那个是心，那个是生灭变化，那个不是我们那个真心，不是本心，我们的本心呢，就是把六根六尘产生六识的那个心全部放下，放下以后，我们在讲说我都没心吗？已经没有心了，那个已经全部都没有心的心了，叫做本心。那我们有生意念的心啊，那个叫妄心。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然后产生六识，那个叫识心，我们认识的心啊，那认识的心都是生灭，生灭变化，这样知道吗？生灭变化，我们假如说拿这个心来修道，它也一直在生灭变化，我们道就修不成。所以一定呢要把这个生灭的心我们去掉，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呢不生不灭的道。各位会背吗？会不会背？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会不会背啊？一定要会背会做不能用生灭心来修道。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道。那我们了解到不生不灭的心，就在我们当下，我们把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就已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各位都找到了没有？还很多人都没找到吗？还是没有信心？信心都还不够。纵然有找到也不敢肯定，所以回答的声音都很小。我们要了解到对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假如说肯定度增加，那我们那个相信自己成佛那个成分就加高了，因为成佛就是呢不生不灭的真心成佛。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那成佛就没有希望。这样知道吗？所以对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一定要认识要启发，然后要培养，让它茁壮长大。不会很困难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有空闲的时候就做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还有简单不？很简单对，那个时候整个只要万念都放下了，一念都不生，那个就是我们常住真心，就是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一定要启发，一定要认识，然后只要我们启发了、认识了，然后呢我们培养一段时间以后，都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一段时间以后就有般若妙智慧。所以般若妙智慧不是我们落入凡尘以后有身体去学来的，而是呢我们佛性本体生花。那个般若，各位会写吗？那个般我们国语叫什么？惹呢？对，就是般若。因为般若是翻成我们中文字那个梵文它直接就叫般若，然后拿我们中文字那个般若来填上去。它本身呢就是佛性具备的智慧，是佛性本身具备的，不是学的。所以我们学的都是叫聪明。那聪明的话跟般若的意思不一样。因为呢聪明的话都是不肯吃亏啦，
那不肯吃亏的话，我们在凡尘不好。为什么？不肯吃亏，会把浩然正气全部都用掉。因为想占人便宜，不肯吃亏。那我们般若是不同，般若成佛性发挥出来，那个是天地的真理。那天地间的真理一生花，我们该怎么做？那个般若妙智慧会直接告诉我们，那个学不来，要学的话，一定要万年放下，凡尘事都已经没有了，般若才生发。那有般若妙智慧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就透彻，就会很容易。那假如说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容易那表示我们的贪念凡尘的程度太深，就是对凡尘的这些有形有相的东西太在意了，然后想拥有财产，拥有有形有相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般若一定都跟我们没有缘不会这个在我们身上呈现。那所以我们要放下尘缘，凡尘的所有一切尘垢，我们都放下。放下以后，般若才会生发。那有般若妙智慧我们那个真理那个了解的程度很自然而然，它就会呈现。那我们一了解真理不会造业，那不造业就不受苦，所以我们都解脱了。所以要解脱就是要自己努力不是这个求外在的那个仙佛帮我们解脱了，是我们自己从内心了解真理解脱。所以这个见在本心我们对自己的本心就是真心常住的真心一定要认识，一定要启发。这样我们修起道来就很实在。那么本来不存本来即今那个本来不存因为那个见在这个本心以后怕我们这个住相住在形象所以佛学时常讲，我们住在形象就会产生烦恼然后我们住在形象就有喜欢讨厌，然后我们住在形象就有取舍，然后取舍就是行为，我们行为的取舍就是造业，业已经造了就要受苦。会不会感觉说这个都听过有没有？因为这个真理再怎么讲都不会变化，都是真理所以或许都一直在讲，都会反复啦听到后来的时候各位都会背了我讲第一句那个最后一句你都会背出来一定会听得很熟这个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这样它不会变的话所以我们最开始下手的时候就是要了解说相是假的，事情也是假的，它是因缘际会，缘聚则生缘散就灭它都不固定的我们一知道形象都不固定的，我们就不用住相。那相都不住了，我们不会产生烦恼，没有烦恼了，我们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取舍，不会造业不用受苦，这样就解脱。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为什么有烦恼，就是因为我们住相住在形象事情来了，我们住在事情的形象这样就有烦恼那我们了解说它都一直在无常变化，所以不要住不住了以后我们心就自由自在。那心的自由自在我们的思想领域很宽广思想领域很宽广以后我们的做法就不会脱离这个真理。那只要我们都不离开真理，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这个都一定要知道所以本来不存本来即今
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啊，就显现了在我们眼前，我们了了分明的这个知觉性呢，就是我们佛性，就是佛性本体，是很灵敏的，只是我们日用不知道而已。那么菩提本有不须呢用手，那个菩提啊就是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觉，觉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了解说菩提啊本有，不须呢用手，就呢这个不用呢去守着我们那个菩提。可是各位也了解这个法龙禅师啊，他是讲说已经非常习惯了，非常习惯以后各位学姐，我们呢这个吃饭的时候啊，我们要不要去守着吃饭？是不是肚子饿很自然的我们剩了饭这个坐在餐桌上呢就会吃了，很自然而然，对不对？所以法龙禅师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那个佛性的认识已经很透彻，时时刻刻呢都是用佛性，所以都是用菩提，所以那个菩提本来有，不用呢再去守，因为刚这个婴儿出生的时候我们要一直教导，要教导他呢慢慢的会坐起来，慢慢会走路，然后慢慢呢会吃饭，慢慢会做事。那个开始的时候都一定要用心那已经到很熟悉的时候这一些都不用，所以这个不需用手那个是已经非常熟悉的程度，对我们自己那个菩提对我们自己的觉那个佛性都已经非常熟悉各位浅浅对自己的佛性熟不熟悉？真的很熟悉吗？是熟悉我们的佛性呢，还是习性？我们对自己的佛性很熟悉，还是对自己的那个习惯性很熟悉？所以各位就要了解说呢，我们的习惯性是很熟悉的，那佛性就不一定了。有一些习惯性呢，它并不符合佛性。我们佛性里面有没有贪嗔痴？我们习性里面有没有贪嗔痴？你看是不是差别很大？是差别很大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会不知不觉的走入我们的习惯性，就是那个习性会呈现。所以我们呢开始修道的时候就是要来检视一下我们这一些习惯性呢合不合真理。有很多的习惯性跟真理不相合，所以我们就要把不相合的跟真理不相合的习惯性把它去掉。我们的习惯性里面有这情绪在，各位有没有情绪不但有，还很强烈的，对不对？很强烈的情绪。那我们修道就不能用情绪了，因为用情绪以后完全都不理会真理，跟真理已经这个不相应。所以只要人一落入情绪你跟他讲理由讲不通了，讲通吗？不通了，对不对？因为不可理喻落入情绪都不可理喻所以我们修道就是不能有情绪，一定都是要讲的真理，跟真理相符合。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里面没有脾气，也没有毛病，可是我们习惯性里面各位先生有没有？不但有，还蛮多的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去掉去掉呢这一些脾气跟毛病把它呢全部都去掉因为那一些对我们呢有伤害，没有帮助我们不要它
然后呢，我们启发我们本有的那个佛性都让它呢发挥它的功作用。所以那个菩提本有不须用手，就是在讲这个状态都已经呢都呈现了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那么烦恼本无不需用除，这个烦恼本来就没有了。各位先贤我们现在有没有烦恼啊？我们都不敢讲说没有了，对不对？因为烦恼呢时时刻刻都会呈现，很多呢都会呈现。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烦恼它本来没有的，那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个叫因缘际会因缘际会的东西是不是变化无常？所以变化无常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去住在里面？对，都是不要了。所以烦恼本来没有。然后我们假如说烦恼来了，就要了解说这个是因缘际会。很多因缘聚在一起，让我们烦恼，它呢不久就会变化，就会消失。所以在还没有消失、还没有变化之前，我们就预先知道它会变化、会消失。那这样的话呢，那个烦恼的程度就一定不深，深不深？因为我们知道它会变化所以那个烦恼的程度一定不会很深。是现在呢，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那个我们会想这个代志这烦那要多久我们会把它当成固定所以烦恼会很深。那假如说我们走入真理用真理来分析它是缘际因缘际会才呈现，让我们烦恼。那它也一样一直在变化所以一定有这个缘散的时候。那因缘消失了，那个散掉了，是不是烦恼也去掉了？中间那个烦恼是不是多出来的？就是多余的啦。烦恼拢加我们的烦恼对事情都没有帮助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来烦恼的来是我们已经缺少那个清醒的头脑。头脑已经不够清醒，不够清醒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个事情形象迷惑。当事情形象迷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清醒的头脑来处理。这个时候一定要最好就是用般若。可是假如说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那个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我们用八正道的正思维来思索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最理想状态，它一定会过去。那我怎么处理呢？一定有一个刚好的角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采取那个上策不会采取下策。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培养处理事情的时候糊里糊涂的，那一定是不会最好那个答案连自己也不会满意。那假如说我们真的进入修道轨道凡事都有理在，事情里面都有真理。那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解决事情这样呢就会很理想所以要培养所以我们已经进入第12个月，11个月已经这个到达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1年整整1年。那各位就可以回想这个1年前跟现在到1年以后我们的心变化大不大？刚开始的时候或许还记得我们是要研究多久我们都很忙有没有？是要研究多久？
各位学姐，我们要研究多久啊？希望研究多久？或许一直称赞我们南部啊，比北部理想，因为在北部啊，要听得懂都一定要差不多2年，2年的时间才对啊，这个真理啊能够听得懂。可是我们这边还没1年呢，竟然很多都听懂了。尤其我们在讲耳根圆通的时候啊，不是都大部分都懂了吗？有没有？都没人赢了。我们就可以回想我们当第一次来讲耳根圆通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在听录呀，在听录怎样？因为或许不会讲啊，所以没有办法使各位懂。我说没关系，我们放着我们之后再来讲。第二次再讲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接收了。讲是一样啊。讲义也是那一章啊。都没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就在我们的心啊，我们心那个时候完全都没有接受真理的那个熏陶。所以完全都不知道。可是当我们一段时间以后，已经知道，稍微一点了解来听的话，可以懂的，可以懂，可以进入啊，我们内心世界，进入啊，我们那个内心世界，跟真理相应。那么跟真理相应啊，我们真正的踏上啊修道轨道，才真的叫修道人。各位现在啊，承不承认自己是修道人？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沾一个冕而已啊，是真正的修道，把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修得非常光明圆满，真正的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我们这边因为都是刚好同时开始了。所以这个进步就容易。那因为或许在北部讲课就是有的听了很久，可是有的刚新来的，这样的话就是讲的时候不很容易。听久了不能讲浅，刚来的不能讲深，对不对？你听了很久你说讲这拢修浅啊，我拢听过啊，他坐不住啊。刚来了，你讲那么深是在讲什么啊？我不来了。北部就是有那一种现象啊。然后我们这边是刚好大家同时的时候啊，会互相激励有没有？我们是同时听的你哪会知影这我哪不知？那输人不输兵，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啊？都没有。所以就容易进步了。我们容易同时互相激励。一定假如说不懂的话，或者说鼓励。有时间看的话就看 DVD。没有时间看就用听的。用 CD。或是用 MP3。我们都无限量供应都欢迎各位拿。现在更好，一包一包就整套的。你要研究的话，来这头你就可以很长的时间都深入我们法性，那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对我们来讲，这一生是最有价值，绝对不会后悔，一定会非常高兴。或者都说那个冬天的时候睡觉不是要盖棉被了盖着棉被都脱下，都已经脱下太好了太舒适了。现在各位晚上睡觉的时候盖被单是要脱下还是脱裤啊？大概都没有了，翻来覆去而已啦。没有翻来覆去的话要做功夫，万年放下，一年不生，
就睡着了，不用这个吃安眠药。那个北部前贤跟后学讲，他以前啊都去那个大医院，他说那个小医院还不开给他那个安眠药，要到医院去开，他都要吃那个安眠才睡得着。他说既然做这个功夫这么好，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睡着了，比那个安眠药还好用。所以以后各位假如说睡不着觉，赶快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保证睡着了。明天起来精神很好，那个头脑很清醒。因为或许以前曾经做试验，就是呢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不要有一个念头，看看明天起来会什么样子，很清醒啊，很舒服。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另外一个试验，晚上不睡，一直想东想西胡思乱想，看看明天早上起来会什么现象。各位先生，会什么现象？那头很痛，打把丢嘞。所以或许很喜欢自己实验，然后实验以后我知道那个结果，所以我讲出来就有力道，对不对？所以很多呢，为什么会经过这么久的时间？30年、30年才摸出来活性本体够笨的，就是因为我就是实验，去实验，人家讲的我不喜欢，我不苟同，就是不是这样，那我要自己实验啊，自己实验你就原来这么简单，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我一直讲，很喜欢讲，见到人就讲，后来不行嘞。会被人家误会说你神经是有毛病啊，所以才收敛一点，要听才收了，不听就不收，所以那个时候啊，我第一堂课才会讲，你坐着2个小时，我把30年的经验都传给你，你就省下30年的摸索，不是很好的事吗？有没有？就是很好，不用摸索30年，所以要了解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是30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的。所以你要了解说，那个万年都放下，我万年放下还有安那，你都无放下，你搁安那就是缘啦，你都要放个什么都没有，那个才真正的是万年放下。你万年放下的时候啊，那时候呈现的就是无心的心啊，就是真心，就是常住，就是佛性本体。你看，经过3000年给摸出来，然后我就没有也没有这个要求各位什么，就一下子在第1堂课就讲了，有没有？这个第1堂课就跟我们讲最好的就是你万年放下，你一念不生。你到达你整个不生不灭佛性都呈现，你那个华喜的程度各位浅显可以不用睡觉的我们那个阳都充满了，阴没有了，都充满阳，所以都不用睡觉，那个高兴原来我们有这个东西在，什么东西？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就是成佛的原因，就是这个，还有亲切不？我们一定要抓到它了所以在生活之中，你有空闲你就做，万年放下，记得有什么来的那个都是缘，都要放下全部都没有了才正确，还能知不？就是因为在想说一定回去没有努力走了。才会一再跟你们交代，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做了以后你会自己本身感觉到的变化，万年放下有一念不生，然后接下来的生活，内心不一样，外表形象不一样，我们跟人应对进退不一样，全部都不一样，
整个都变化。所以我们以往喜欢跟人计较，你在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以后，你想要计较，都会觉得说啊，唔免给啦，有没有这样啊？啊，没有反应。做的还不够，所以才没有那一些那一种形象呈现出来。只要我们一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认识越深入，那我们对凡尘事就越不计较，越看淡，这样才是正确的。那因为各位都还没有那个样子所以我在想，一定是没有努力做。才会再叮咛交代，要做，这个呢道是要实践的，不是光听而已光听的收获都不大，然后你开始真的努力的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你的周遭亲朋好友他一定会感受到你的变化。当他感受到你的变化，你怎么变这么多？怎么这么好？你就跟他讲，我都求道咧修道啦，是不是光明正大？对不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那个给社会的一些那个观感都不怎么理想人家都会那个嗤之以鼻有没有？有没有？所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佛老师那个掌道坛一直要我们成天做我们哪一个弟子体会老师的心意？没有老师辛辛苦苦，我们都在，我们怎么样生活一天过一天，对不对？所以要努力我们这一生呢最有价值的就是已经求道了。那求道呢已经够际，可以成仙做佛。那看我们要不要？愿不愿意成佛这个倒是还比较可以声音大一点，这个愿意因为凡尘毕竟是太苦只要有形象都是苦都要在形象之中受苦。那我们呢就要了解到透彻认识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以后，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所有的一切作为以往的所有一切作为，我们都会觉得真的都是成功完成的无垢，都是我们会觉得没有价值。各位莲姐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有价值吗？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开始研究心理心法明心见性这个以后的生活就是要过得非常有价值。最起码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都很充实，都过得很快乐，就好像在天堂一样要学那个颜回，颜回的环境很困苦，是在那个违章建筑里面单食飘零，没得吃没得喝了这个人不堪其忧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忍受他的那种物质生活。可是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为什么那么快乐？就是他完全的明心见性，身体早晚都要还给天地我们哪一个人说不还？不行都要还早晚还都是还。像老前跟后学讲那个时候在天佛院说，跟后学说，你把天佛院照顾好，你出去就是出去天佛院也是死了，你在这里也是死了，他注定都爱死所以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
哦，那个时候老先生跟或姐这样讲，或者是没回答，点点头。可是现在想一想哦，我也没有把佛缘照顾好啊。所以凡尘事啊，变化无常，变化无常，所以有时候你想待人家就不让你待，你也待不住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完成的事随缘就好了，随顺自缘。然后呢，我们有理想啊，就要努力的去完成它，所以那个时候。好像时常讲说，我们都是半一段，一个人要半一段，老田说他办的那段就已经差不多了。那或许在想我嘛差不多啊了可是那个30年安尼累积下来，真唔甘愿讲到都喺观察来底。所以说这个虽然是很简单可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不知道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搁看那都是不知道了。完了专线全省从南到北所有寺庙啊，我拢安尼问去找看有不生不灭真心佛性。讲竟然讲我找到一句话出来。天下的乌鸦，啦，讲去找这句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不知道的时候就不知道，没办法啦，唔捌就是唔捌。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你假如说你听不懂，那你跟讲的人说啊，我知啊，你免讲啊。那讲的人他一听你的话他就知道你听不懂。所以这个假不来啊，明心见性的东西不能假不来的，不懂就是不懂，你讲出来的话就已经告诉人家你到什么程度。恭维啊，所以各位先生以后要惜言如金，爱惜我们的语言啊，跟他紧嘛，会不会？因为你讲出来，人家就知道你修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就是要沉默是金，惜言如金嘛是金，沉默是金嘛是金，拢爱它当作金嘛，语言就是金嘛，讲呢要符合真理，真理嘛是金嘛，所以我们在凡尘没有用的话就不用讲，讲出来都是跟真理相合的、互合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一生就会很有价值，最起码在自己的认知上，活得很有价值，不会说我拢白来，不会说这一生白白浪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天的时候要一天的这个功要做，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体会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当我们一体会了以后，我们要了解到，各位先生。这个尽虚空遍法界，就是所有的整个虚空都是我们真心佛性都是真空，都有，都是佛性本体，这么宽广。可是我们现在都把它局限在身上，是怎样？很窄。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体会我们那个佛性的那个如不动真如或者不是一直在讲嘛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讲，说我们那个佛性是如不动，冲在整个虚空，像或许是在基隆有我的如不动佛性我到台南有我如不动的佛性不管我到哪里，我那个佛性都在，我不用带来呢，我不用从基隆带来，这里就有我如不动的佛性。所以各位要了解到，我们纵然到外国去外国也一样，有我们如不动的佛性，宽不宽广？非常宽广。可是我们都不认识嘞，我们要投入时间来认识，认识嘞真如，真就是不假，如不动，因为我们如不动，
有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看万象还看得清清楚楚。我们都知道啊，玩那个照相机啊，你按快门的时候啊，绝对那个镜头不能晃动，你稍微一点点晃动，你洗出来的相片啊模糊不清。所以我们要了解，都是不能动，才会清晰。那我们的佛性一样，不能动，你看了才会清晰。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那个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我们在讲耳根圆通的时候啊，上天很慈悲啦，下大雨又打雷，让我们能够体会，原来耳根圆通是这样，有没有？所以上天对我们很慈悲。然后我们一修这个明心见性啊，上天又很慈悲，把水都带来，我们不缺水的。台南缺不缺水啊？不缺的，对不对？这个叫做心变化，然后天地啊跟着变化。以前会欠水嘛现在没你看就是咱的心已经拢变化，然后上天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各位都可能不会去想到说这跟我的心有什么关系？要了解到天心随着人心在转。我们人心都很坏的时候啊，那个天灾就来。我们人心很好的时候啊，那个灾难都消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因为我们受到这个法语诸论，心里面高兴，外面的形象也让我们日用不缺，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心影响到整个天地的变化。所以要启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可是我们认识都不深不够。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用一点心来认识，多用一点心。认识了以后我们可以越追越深入，深入到我们的法性。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很深的，很宽广。一到这个虚空以后不只有我们现在住的地球，它超出了又到整个太阳系又超出了到整个宇宙。所以无量的佛世界都有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在。可是我们都不认识不知道，都不会把它好好启发来用。那我们现在比较严重就是要了解明心见性，见性就可以成佛。所以我们讲说烦恼本无不须用主，就是烦恼本来没有所以我们了解以后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要告诉自己本来都没有。为什么会有烦恼？本来都没有。这样的话那个烦恼就不会很深了。然后事情一直在无常变化，很快就过去了。它真的是本来就没有烦恼就离我们也去了。那么灵知制造幻法归如那个灵知灵敏的知道那个灵知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发挥出来的那个灵知灵敏的那个知觉性制造就是能够回光返照到我们自己灵知制造。那么万法归如成了万法，这个法包罗万象，不管是形象，不管是事情，不管是我们心想的，全部都叫法。那么万法我们都知道万法皆空，对不对？万法到归到最后它都是空，所以万法皆空。空性即是佛性。我们一般都缺少那个后面讲那一句话，都只有讲万法皆空，没有接下来说空性即是佛性。
就缺少讲这一句话，然后让我们万法皆空，转闭完空，像闭着什么什么都没有，空亡了，变成空亡。那假如说我们知道说万法皆空，空了以后归入到佛性，所以空性即是佛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很踏实啦。所以万法归如，归到如如不动，归到真如。所以归到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了解说一真法界一真一切真有没有听过？一切假一假一切假有没有听过？有。真跟假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真就是不会变化，没有形象，有形象会变化都是假。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开始修的时候要知道说形象一直变化，所以形象都是假的。不要住相。所以我们身体身体的形象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给我们用，我们都要还给天地然后我们佛性是没有形象，然后我们身体的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所有风土它没有知觉性。可是现在呢，形成我们身体的时候身体有知觉性，然后佛性没有形象在我们身体的时候有形象，就变成一半一半。那我们注重形象，就是注重所有风土，那个叫假，一假一切假。然后我们注重佛性的叫做真，一真呢一切真，这样懂吗？我们现在呢是注重佛性还是注重身体？是真的吗？我们在外面这个跟人应对进退都是注重佛性吗？刚好相反，佛性都不见。我们跟人家应对交际的时候佛性都不见，见到的时候身体所以都是现象，那个叫一假一切假，都不真然后真的呢就是我们心可是心看不见没有形象。各位先生，心看得见吗？没有形象看不见，可是可以体会可以领悟出来。人家那个不好的心一呈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可不可以知道人家心已经起那个歹念？可不可以知道？是可以知道的人家是真诚的心，还是呢那个虚伪的心我们是可以知道的。所以自己要训练你走入真理世界再来看凡尘，那凡尘的一切逃不过你的眼睛你眼睛一看了你就知道那个事情真相。所以我们呢要朝这个方向这个努力。所以呢万法归如归入呢那个真如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无归呢无受。我们那个说万法归如归到真如，可是呢在现象之中呢它没有没有说归在哪里然后也没有说那个如去接受，全部也都没有所以那个是一个说法，也就是讲的让我们知道在现象之中呢全部都没有了没有来也没有去都没有都是假的形象也都是假的。然后无归无受没有归到呢真如，真如也没有接受可是已经呢都恢复到本来。那么结观忘守就是结观，已经呢我们到达这个目标了，到达目的地就是把我们那个做观的那个功夫都去掉不用这个做观结观了。然后忘守因为已经到达这个目标以后不用去守。好像呢我们
这个过河啊，要用那个直滑。然后当我们到达对岸的时候啊，那个直滑就不用去守住它了，不要的那个工具啊，我不要，不用守，所以结观呢，忘守。那么四德啊，不生，这个四德啊，就是常乐我净，就是已经恢复到我们那个本性啊，常住的乐，很快乐，没有那个痛苦的，没有对待的那个快乐，常乐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净，就是清净，常乐我净，到达呢，四德，那个是成就以后啊，都全部都在，常乐我净，然后呢，这个四德啊，我们这个不在心中里面这个产生四德不生，它自然呢，都具备，全部呢不在。那么三身呢，本有，这个三身呐，就是我们的法身、佛身，还有一个什么报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我们呢有这个法身。然后有果报身，然后呢有那个现象的那个化身。那在我们这个行为之中呢，那个法身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然后我们报身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呈现的那个般若妙智慧，然后呢那个化身啊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有这个行为出来，一个行为啊就是一个化身所以这个三身啊，我们本来就有有法身，然后有报身，然后有化身，然后我们又可以这个三身我们又可以进入那个我们那个自体的三宝，佛法身佛身、法身。跟呢这个我们生佛法生人的那个生，所以我们了解说佛身呢，佛就是呢佛性本体，法就是般若妙智慧，生呢就是我们行为，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啊，那个就是生三身的本有，本来就有每一个呢都有，不止这个修持的。就是我们众生也有一样有三身。那么六根呢对境分别窥视。我们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对着外面的境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呢六根对着境，然后呢能够了了分明那个分别分别呢就是了了分明。可是呢我们要了解说六根对境那个能够了了分明，那个不是事，不是认识的事各位先生，不是认识的事是什么？所以就是要启发我们各位那个思守的那个能力这边那个法融禅师讲说，我们六根对境，六根对境都会有了了分明。那我们平常都是用我们的视心认识的心。可是这边法融禅师已经呢把他那个视心去掉，不是用视心。那不用视心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我们真心所以这边说六根对境分别归识，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各位先生，假如说我们看文字很容易会被文字误导、错误的引导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他的那个比喻，他讲出来的到底是在讲什么？那个重点就是那个禅师你是在讲啥？要去了解。他既然说
我们六根对境啊，能够清楚的分别，可是不是我们四心。那这个就是在讲常住真心。还你了解嘞？因为各位要知道，我们在讲的四心啊，妄心。那么妄心我们怎么样的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才叫妄心，对不对？那起心动念是谁？谁在起心动念？就是佛性各位同学，我们要知道有法度起心动念，我们能够这个生发意念，就是佛性本体呀。所以各位要回光返照，生出意念，谁在生出意念？就是佛性本体。你有佛性本体才生出意念。各位同学，不要想说我都有读壳啊，读壳在想的啊，不是你看我们一口气断了读壳一直对不？他有办法起心动念吗？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所以只要我们回光返照，不要去管念头的内容。我们回光返照中，那有法度怎么样可以生念？那个可以生念的就是佛性本体。这样认识吗？很容易很容易认识我们佛性本体，对不对？只要起心动念，那个在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很容易，对不对？可是我们在日常用时候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在注意起心动念的那个源头。我们都是起心动念那个念头里面的内容，我们很注意，我们已经进入那个念头的内容去行为了，对不对？所以差就差在这里很小，对不对？我们起心动念了，然后我们从念头里面就是在跟人这个交际应对的，都是起伏在那个念头的内容里面，没有说回过来看谁有办法起心动念。所以我们的回光返照就很重要。我们应对完成的万事千差万别啦，应付不了应付不完的。那我们一回光返照佛性就是单一，就只有一个了。所以我们只要一回光返照以后，就已经认识到自己佛性本体了。那只要我们一进入他的起心动念的内容，那你去应付凡尘的事应付不完，做不完的啦，做得完吗？哇，这个不相应。完成是我们做不完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不要被我们的念头这个拉着到处走，所以一定要回过来，看到那个生发念头的是谁。我们回过来看到他生发念头，原来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所以只要一回来，不是到清净彼岸了吗？回头是岸到不到？到清净彼岸了。所以不要去管外面的凡尘事，一回光返照，我就已经到达清净彼岸，我就已经成佛了，容不容易呀？可是我们都不愿意做不愿意做这个回答还蛮快的。所以以后各位姐姐，只要你起心动念，你就要注意别再叫诱你不能被那一些念头拉走了。我一定要回光返照回来看看谁生发念头，我照顾那生发念头就好，那个念头内容那个我都不去重视它，这样我们修就容易了，就已经抓到根源。老天时常讲摸到根的成仙做佛，摸不到根的瞎修行。
各位摸到根了没？哦，他就可以呈现作果。我们都可以相信自己，从内心呢产生了，那个相信的程度，真的我们是摸到根了，可以呈现作果。摸不到根的瞎修行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很重要的用不生不灭的心啊，就不生不灭的道，才是正确。所以一定呢要了解到那个真理所在。一心无妄啊，万言啊调止。我们一心就是常住真心，都呢不进入妄，一心无妄，那个妄的我们都不用，那个生灭变化的事心啊，我们认识它，知道它就好了，不住在呢那一些妄心里面。然后万言啊调止，我们所有万言呢都那调到直心。像我们上个礼拜第一句啊，那个正信调止有没有？还有没有印象？那个正信是什么意思？哇，这2礼拜尔讲，都拢去害我咧。不是说正确的相信吗？要相信什么？对，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是信到外面去呀，是相信自己。正信，正确相信自己，然后调止。跟这个呢万言啊调止是一样。就是把它调到直心。不要呢调到生灭心啊！我们在完成各位姐姐，我们的心都是弯弯曲曲的。有没有看过那个小龙？有没有？它有没有死的时候？都是弯弯曲曲，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凡人的心，我们的心都没有直心。都是弯弯曲曲，而且都蛮厉害，勾心斗角，那个心都是弯弯曲曲，没有直心那所以我们要修道，就是要调止，要把直心能够调出来。那个直心呢，就是道场，道就是佛性道场就是佛性的场所，宽不宽？很宽广，所以我们只要呢进入直心，就进入道场。直心就是道场，直心呢就是我们佛性呢，那个呢，我们直心呢就是我们佛性的地方所在。佛性呢，整个呈现呢，就在直心。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我们呢这个应对的第一义那个就是直心。所以我们万言要调止，要调到呢直心回来，不要弯弯曲曲，一弯曲了事情就很多，一直心都没事所以只要落入呢，我们呢完成的那个现象哇，就千大万倍。那么心性本齐，同居不虚。这个心跟性它本来就相等齐心就是性，性就是心可是呢，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心跟性有不同的角度所以才用不同的文字心性呢，它本来都是一样它本齐，然后同居心跟性呢本来它就同居它就同时居住在一起，可是呢不虚不是说这个心虚性，或是性虚心，没有无讲心看性，性看心无它本来呢就是一个东西是一样的感官的物件，用无感官的文字把它表现。那么无生呢胜物无生就是呢我们不要产生呢我们自己的那个有所作为的那个心不要呢产生，然后顺着物无心胜物，
顺着呢这个东西呀、把这个东西好好的这个运用，所以无生呢慎勿，我们在凡尘呢，很不容易啊，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那个有所作为的那个主张，我们呢一落入有所作为主张呢，那个已经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个事出来，那很多呢，意念一出来以后，那个物你就不管，不会去顺着物把那个物这个引导到我们众生的运用的很理想。那么随处忧戚，这个在跟我们讲说呢，随处就是随着地方所在然后忧戚就是忧呢就是忧郁，不很明显，戚呢就是安住，就是随处忧戚呀，就是我们能够随意而安，不管什么样的现象之下，我们心呢都能够调整的很理想，就不会有那一种对外境的不满，这个很重要，尤其在生活之中，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很多假如说我们落入自己的企图有所作为，那就会产生很多事情，那个呢不必要的事情都会发生。我们随处忧戚那个随遇而安，不管什么现象之下，我们都会过得很理想，而且会这个引导这个所有众生呢走入那个真理世界。那么觉有呢不觉觉，各位请言那个觉现那个什么字？觉有不觉是这样吗？觉有不觉，即觉无觉，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他这个法融禅师把这个文字运用的蛮这个奥妙的，说觉有不觉，我们的那个觉性觉性的时候都在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那个已经不觉产生的时候才了解到这个佛性的存在，这样懂意思吗？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所有的我们的那个知觉性之下，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知觉性之下我们会变成无知无觉然后当我们起心动念当我们已经进入已经不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觉刚才那个就是，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各位都很诚实你怎样？确实因为这个不容易体会要知道呢，我们这个可以说起心动念容易要我们保持这个觉是非常不容易。那假如说我们可以真正的进入全部都是觉的状态之下，那么那时候我们用文字来形容，叫做无知无觉。知无觉知道吗？无地无感。可是背后的意思呢？背后无知无觉的背后什么意思？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是不是不一样的？只要我们再来看这一句懂不懂意思了？还是有一点深也不了解，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了解说，要到达那个觉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说我都有，我已经都觉了，这个是在一边两边的一边，知道吗？觉了不觉刚好是两边。
那我们只要都进入全部都是觉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体，一体呀、没有对待，没有互相对待，已经是一体了。那么在一体的时候啊，我们用文字来说啊，那个叫无知无觉，因为没有能知，没有所知，没有能觉，没有所觉。这样有没有比较懂一点点？有能所或者是讲就有事项吗？对不对？那个时候延伸啊，说我能看，是不是有所看？能所是不是对待？能看所看，你能看的不是一个定点，它一定是差别重生，是不是叫众生相？然后我们又连续的一直看，是不是叫受者相？所以能看的就是我相，所看的就是人相，然后所看的差别重生就是众生相，然后你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是不是四相出来？由哪里出来？由能所出来。然后我们再换成什么时候不用能所？我能听，我能做，我能说，我能吃，我能睡，有没有所？在不在能所里面？我们要修到全部都是觉啊，容不容易？目标真的很高所以让我们先了解，说我们把能所双泯灭就是消失，没有能，没有所。我们现在有能看，有所看，对不对？然后我们把能看跟所看把它合在一起，能跟所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心跟境一如。境也就是我的心我的心也就是境，就心跟境已经合在一起，没有能所。各位以前也都听过心境一如，然后不会思维，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听过吗？好像又蛮生疏的有啦，迄都足久啊咧，敢若呢几万年前听到，蛮久的，这个因为也是蛮高的一个程度了，已经到达那个结会体，到达一体的状态，那个是蛮深的。那或许现在先讲一下，让各位都有一下印象。然后我们慢慢再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的时候就会很容易都了解了解那个整个那个内容状态所以呢先知道一下，说那个觉已经没有能所，没有能所的时候它是已经非常高的程度。那我们要到达就是要经过一些修持的功夫努力的把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的很强烈的能所先把它去掉。强烈的能所，各位知道吗？比如讲，这我来做，我会向啦，那个就是很强烈的能所。我们了解说那个内心里面多少都有一点希望人家称赞，然后你说这个我应该做，是不是有点不一样的？一不一样？有点不一样的或许都比喻说我们家门口那个十里街道部分是很脏的，扫一扫，那个扫一扫的心态这个左邻右舍拢在给你称赞你就很洋洋得意。有没有能手？有，那就有就是希望人家称赞
那假如说是我居家的门口，我很喜欢干净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我要把扫干净，有没有能手？有。就差在这里哦，很少的心里面的变化。你希望人家称赞的，能手很强烈啊。你想说这个是我应该做分内，我分内的事，就没有能手了。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去做这一些事，这个我应该做，我就来做，没有能手。这样习惯了以后啊，那个能手就消失了。消失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到那个一体没有分别。这样知道吗？又没有反应。所以这个觉呢，有不觉我们说稍微提一下局觉无觉就是呢，我们局觉里面无觉最高程度了以后，因为有觉那个表示有能有手了，无觉就没有能手的那么得失两边随论好恶。这个得跟失就变成两边得失。我们在凡尘呢，大概得失的心都很浓厚了。所以各位姐姐，假如说我们得失很浓厚，我们老得特别快。假如说我们得失都不在意那个不会变化。你再经过10-20年，人家见到你说，你怎么弄10-20年都没老，那表示你没有得失的心那假如说才经过2-3个月，你都老得紧，他表示他心里面的得失很浓厚。各位姐姐，我们得失浓不浓厚？对嘛，我都看到各位都很年轻所以都得失都不在意老师我们签到要努力了。得失都很浓厚。得失是两边都假的啦得我们呢一口气不来也带不走，那失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是也没有带来，都不用悲伤，对不对？得也不用高兴你得到很多全世界的财产你都得到了，一口气不来了，是不是别人的？所以得有什么高兴？没有高兴的地方。失也不用悲伤，反正我生也没带来。我们生的时候带什么来？我们什么也没带来所以失掉就不用悲伤。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来跟去都是双手空空的那我们会在凡尘出生呢，都是业把我们推来是希望说我们是乘愿而来有愿呢要度化众生这个随论好恶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好跟不好这个主权都在自己的心中好不好呢？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纵然外人很称赞，可是我们自己心地没有那么好的话，那也不值得高兴。假如说一直背着讲话，可是我们都没有觉得亏欠，那也没有悲伤的地方所以那个没有水在论那个好恶都是我们自己本身呢要主宰。那么一切有为本无呢这个造作我们要了解说凡尘所有一切的这一些有为它本来就没有造作所以都是虚幻不实在，都是假的这个凡尘事都虚幻不实，都是指变化无常变化。那么知心呢不心我们了解知心知道我们的心不称为它是心无病无药我们心没有病，也不用用药各位心有没有病这个心病是没有药医那个真药是医假病真病就是心病真病是没有药医所以只要我们心
一生病了，那个真的是没办法。各位浅浅知道这个心为什么会生病吗？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观念不正确的时候不过有时候像男女之间那个恋爱的时候我们说他们观念不正确嘛，好像不对那个时候那个心生不生病？好像也不对看这个无病无药呢我们这个了解说，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病，也不用药迷死舍事误把归一我们迷昧的时候舍掉事情就是要了解到这个舍掉事情的时候我们那个还没有对真理这个了解透彻所以我们把事情讲好我把代志拢放全部都放下这样以为说自己已经是很聪明的状态，可是那个时候要了解到还是在迷昧之中为什么？因为我们处理事情事来则应事去则见要有一个真理依靠真理依赖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迷死舍事悟法以后归一，我们领悟了以后原来那个我们舍掉的事跟我们没有舍掉的事它是一样的并没有不同所以完全都在我们的差别。那么本无可取今何用弃？本来凡尘的所有一切都不可取没有我们能够取得来的所以现在这个不用这个去掉不用这个去掉它未有魔心圆空相背。假如说我们有这个魔已经这个很兴盛找到我们来了有魔这个心我们要了解说现在的年轻人都真的是着魔，着那个上网他一上网了以后连睡觉都不睡了，有没有真的还这么肯定着不着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能够运用万物，不要被万物运用。假如说那个上网已经能够来控制我们的那个生活作息那这样就不正常。我们已经被物控制，是我们要控制物呢，还是要被物控制？对，我们有主宰，我们有那个主权所以主权佛性本体它有主权你要能够判断说这个事我应该用多少时间要上网可以，我应该用多少时间到达哪一个程度不要整个都被它这个占据了就整个都离不开了连晚上睡觉都不睡所以很多年轻人会把身体搞坏那个晚上不睡觉，一个开始就是我们那个尿酸，那个尿毒到后来要洗肾，知道那个严重性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那个尿酸的那个主食是3.6到7.2一般都是3到7这一个平常值里面，超过的话那个我们那个肾就会有问题，就会尿酸再不医治的话就尿毒，再不医治的话死掉尿毒的时候我们要洗肾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现在年轻人那个尿酸指数大概都到15了，已经超过1倍，很危险的真的再不自己控制一下
那个以后真的要洗肾。各位知道洗肾吗？很苦，对不对？那个时候肾脏功能已经都没有作用了，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个外在的那一些东西控制，我们要能够主宰，佛性启发来主宰我们身体的视听言动，身体全部都听佛性的话，所以按照我们这样研究以后，就知道说我们真的这个身体要听佛性的话，真的要努力一段时间。各位的身体听佛性的话吗？哇，都唔敢应都把身体看得很重嘛，佛性就不管它，没有说佛性命令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去做怎么样，还没到这个程度，有没有？没有还很诚实，也未到迄个天国所以迄个启发佛性的迄个那个工作还需要加强。这个佛性命令我们做什么就去做，不会造业可是身体命令我们做什么就去做，那个不行那个业会造很多要拉我们到地狱去所以才会讲说地狱无门你自己撞进来，天堂有路你都不走对不对？咱讲拢会样讲的会不会讲？他会不会做？所以我们这个研究了以后，要从那个容易的地方着手，佛性呢，要我们做什么时候我们就去实行，这样呢，他慢慢的会习惯，这个晚上这个睡觉时间一到，佛性告诉我们睡觉喽，就开始关灯睡觉，然后呢早上这个5、6点，然后呢起床我们就起床。那个佛性呢，这样指挥身体身体都听话，自然久了都会很理想。那假如说我们那个身体都很赖皮，起床休蛋来爱困，搁困就是了。那晚上睡觉不是电视要真好看，糟糕！我们这个佛性真的是很委屈他修养又很好，佛性会不会发脾气？真的是修养够好的只要你身体跟他争他绝对让身体很无奈所以我们研究就是知道这个真理好它好了以后，听到好了以后再接下来就是要做，对不对？启发佛性的都好不容易认识了，好不容易把它启发了，要不要听？就是要听听佛性的话，这样呢，我们这一生呢才没有白来，不然很快一转眼都不知道还有几个50年，大概还有一个有没有？我们讲久一点，100年以后我们都不在了，对不对？所以100年呢很短嘛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还是努力修。现在因为还没有全部都佛性主宰的时候，不努力修的时候会来不及。所以呢，有这个魔心言空向背。我们呢这个讲话呢就是呢不要有讲话言空，然后呢向背形象我们都具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呢这个能够了解到所有的一切魔心都是从我们的那个心四心产生。那四心产生这一些都不真，都是假的。那我们呢从
不讲话的、言空的、不语言的，然后形象呢都在，都没有变化。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啊，魔再怎么心呢，它都没有办法拉我们，所以会拉我们还是我们的妄心，还是我们那个世心，我们世心呢才会拉我们，才会招魔。那假如说我们呢已经呢言空了，不讲语言了，然后相背，所有形象都具备，那这个时候啊，他魔没有办法，没有着力点，他拉我们不走，所以那个法龙禅师跟我们说，莫昧啊还浅，就是凡尘的这一些还浅，我们就不要去这个消灭它，它还是在，只是我们已经超越这一些凡情。那么为教啊，习义啊，这个呢义务的心昧，我们呢就是要我们那个义，就是呢要习，唯有叫我们呢把意念习昧，我们那个生昧的意念，很强的意念，我们想做什么的意念，我们全部都把它习昧。我们有行为啊，一定都有意念来，对不对？都是先想，然后才做嘛。那我们把所有的想都去掉了，有没有行为在后面？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意念那个要促成我们行为的那个意念，全部都习昧。然后呢，意意无已经没有那个意的意没有了，然后心就没了。我们那个妄想心就没了。意没有了。那个引诱你进入一直想上网，那个意没有了，你要上网的心就没了。了解吗？所以真理毕竟呢是要靠我们认识以后去行持。那假如说我们不肯听经真理的话，那吃亏的又是谁啊？一定是自己啦。所以呢，真理会呢救我们的。那心无闲觉，心已经没有了，那个闲行为就没有。所以心无闲就绝了。不用证空，不必我们来证悟那个空自然明彻。我们不要来证悟我们的空性，可是空性很自然的都了解，都彻底知道明彻，自然的明彻。那么灭尽生死，泯心入理。我们把这个生死所有的生死，我们在凡尘要了解都经过无量的生死。我们生花意念的生，意念呢下一个来前一个死掉，生死。所以念头一样在生死里面。那我们把这一些所有的生死都灭尽。那对呢，佛性已经彻底都启发了解。然后我们这个身体的形象也让它呢这个怎么样，已经呢不关紧要了。生死跟佛性已经没有相关。我们还没有启发佛性的时候那个身体跟我们生死是很关系很大。因为业会把我们推来凡尘现象，就是生，一定会出生。那我们一启发佛性以后，佛性呢跟虚空融合，那个身体就变成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所以就跟我们佛性无关了。所以那个生死无关紧要。各位了解吗？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追求心理学法，明心见性，然后我们已经把心性呢跟虚空融汇。那么融汇了以后，这个身体的生死身体这个物质它已经就不重要。这样了解吗？
没有启发我们佛性，这个身体它就很重要。因为啊，我们要到这个天堂，要到地狱啊，都是我们这个身体所造的业在决定啊，所以那个身体就很重要。那我们已经启发以后啊，就无关紧要了，已经全部都超越，超越呢，所有的现象，这个很理想。所以呢，或者都鼓励我们呢专心呐，已经都全部进入那个佛性本体，以后呢，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啊，都无关了，无关紧要，已经都不在意了。那假如说我们没有那就很在意所以各位各位同学，假如说我们这个不执着的话就不会当鬼啦。咱若卖固执就会做鬼，知道吗？因为固执才会当鬼，所以你看假如说我们有那个祖先一过世了以后，还会回来跟我们托梦，所以你就搞烧一挂金纸给我，有没有？那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修金纸给有效。那假如说可以收到的话安尼今日孙啊较骨来修的，可以去开银行，他的那个第一里面就可以开银行，所以那个没有用，那个就是固执，执啊一种执着。我们知道说凡尘的这个形象都是假的，既然都是假的，身体也都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那干嘛去爱黑银抓不住的？就不会了。所以这个研究非常重要。还剩下15分呢。我讲到灭尽生死，刚好各位都把生死灭尽了，最理想。有问题吗？刘讲师，这边有美国请柬有个问题要请问刘讲师。好，请说。第一个问题，刘讲师有提到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要从24秒增加到4小时、8小时，甚至24小时。请问上班族如何在一天可以做这么多小时？是不是专心做事，一念不生即可？可是上班在做事，也不是外缘吗？有位贤贤说，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要先入定。若是如此才对，4小时、8小时，甚至24小时，对上班族来说岂能达成？不太可能在公司入定这么多小时。什么是入定？这个各位先生，因为我们这个修道很活泼了，不是这个讲出来以后就一个固定化，很活泼的那个修道方式。那个万缘的放下，一念不生是在我们生活之中，大部分呢我们有8个小时睡觉，8个小时上班，8小时呢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所以我们在这一些所有的这3八字里面，有空闲的时候，只要有空闲，然后心又没有事挂碍，这时候就可以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而且各位要了解到，我们最重要就是去体会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是一个方式，一个方法，一个让我们认识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一个方法。当然我们不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只是说这个方法比较容易。我们可以不一定是要整天的时间或者说我们24秒24个小时，那个是一个勉励说我们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不要把那一些空闲的时间浪费掉，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事，不要讲一些无谓的话，把那个时间我们拿来做功夫，就是能够这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只要我们肯切实的做，能够已经体会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那个真心已经呈现，就可以了。纵然我们都没有长时间的做也没关系，
最重要啊是要能够体会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因为那个没有变化的真心一定要自己体会。那自己体会呢，就一定在我们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的状态，它才会呈现。那个呈现以后已经就叫认识。那认识了以后，再有空闲，我们把它培养。培养也一样，看我们的时间，看我们的心情。假如说时间有，心情又好，那你培养的时间就会很理想。那很理想状态中，那个做的很短的时间它可以抵很长的时间。所以重点都是在心那个不在于说几个小时，也不是说要入定以后才可以做万年放下。是的，那只要在我们每一行每一页，只要你有空闲，只要心没事，你就可以做。做万年放下，真的全部放下，一念都不生，然后去体会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个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那个就是成佛的重要因素。重要的因我们抓到就可以成就。一定呢体会了以后，一定还要再培养，因为培养以后才有般若妙智慧。有般若妙智慧对真理的认识比较容易进入，容易进入真理世界。真理认识我们的行为那就很简单，都会从般若妙智慧来告诉我们。那还有一个呢？第二个问题，有讲师有提到，我们的真心佛性通摄于虚空，所以不用到西游去把佛性带到台南。倘若后学没有去过纽西兰、泰国等国家，请问后学的真心佛性是否也通在于这些国家的虚空？照理讲应该是，可是如何证明？这个要如何证明最好就是人到那里去，那个就是证明你确实到那边的时候看到什么都是了了分明，然后呢听到他们讲的话听不懂就是不懂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那一个净虚空遍法界这一个呢就是非常广泛，不只有是地球，它超出太阳系超出月亮，超出太阳，超出我们五大行星，超出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切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非常宽广宽广到呢整个宇宙虚空。所以假如说有研究佛经的话，它有无量的佛世界都是整个呢在虚空之中。那假如说我们有稍微去探讨的话，就会知道说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地球人的这个形象大概也都是这个样子这个5、6、7、70管。那假如说呢我们一进入到那个佛世界那个描绘他们都是6、7等那个人那个那边的佛世界的人我们是不可想象的，6、7一丈就已经不得了，对不对？他有6、7丈，6、7丈的高，那个人他有6、7丈的高那个佛世界所以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去到那个佛世界接那个那个咒语那个咒语各位假如说有看那个维摩诘经就知道，爬不上去要做就被丢了。你看那个人有多高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那个知识就是很窄那个范围不宽广那个外面的佛世界非常宽广所以它一描绘出来我们真的都不敢想象那个神通第一的那个目犍连他就是要试验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可以到达多远
所以他就开始用他的神通，一直延伸到一个佛世界啊，那个目犍连啊，就竟然就变成我们看到的，我们凡人看到的一条虫，在他们那个腰带，那一个佛世界啊，要用手去打。那一个讲经说的佛说不能打，不能打，那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目犍连，然后他就问目犍连说：“你到这里来做什么？”他说：“他要听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声音啊，可以传到多远。”他说：“你用你的人的头脑要来测试佛的那能力，你测不到的啦。”赶快回去！他刚才那一下打下去呢，你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袂矮啊，5、6尺啊，对不对？今年那个时候还高一点，竟然到他们的佛世界，变成他底下陪大顶头1米头，是不是他们的人啊高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就了解那个只是描绘出来这样而已啊。那我们没有去的，还不知道，没有看到的还很多嘞。所以我们那个知识啊有限。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用有限的生命来追求无限的知识啊，那个很危险，追不到。为什么？没办法，寿命没有那么长。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可以的生命里面，赶快修正。修正以后，你证悟本性以后，要到佛世界去呀，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那个才叫真正的有那个机会，我们可以到别的佛世界。所以不能用那个我们凡尘很矮的是一种知识来想象，可以吗？还有4分钟，好，请说。候选人要请问一下，那个张卓菩萨记里面最后一句就是生死涅槃等空法里面的法度法位世间相常住是什么？好，请说。这个张卓秀才悟道记那个讲到最后一句呢，就是生死涅槃等空法。生死啊，就是我们凡人的生死；涅槃就是进入佛的不生不灭的领域啦。所以那个生死跟涅槃，它两个是相对。假如说没有生死就不用涅槃所以那个生死涅槃平等，都是空中的花，都不实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在凡尘修持啊。开始努力的时候啊，要先了解说万象都是假，万象都是假，我们不住相，不住相以后进入佛性，那进入佛性以后，我们了解到佛性的整个轮廓、整个状态、整个功能作用，全部都知道。那知道了以后，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啊，我们要了解说。有性必现象，有性才会现象，所有的相都有性，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所有的现象，我们就不用破坏，那个时候法住法位，所有的法都安住在它的本位，法都住法位，然后世间相常住，世间相都没有变化，所以我们时常会听到。这个有一些前贤讲说我们呢还没有修道的时候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对不对？然后努力修道以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然后等到修正了以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有没有听过？对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住相，
住相呢，看到山看到水，所以我们现在要到各地啊去观光，那个就是住感。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努力在修道，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啊，我们就不用追求，就不用追求所有的这一些外在的形象。可是呢，我们已经修到知道那个所有真理所在的，真理所在你全部知道以后，它呢有现啊必现相，所有的相啊都有现在。所以我们会讲说，万法皆空，它万法会走到空的那个程度，那空性就是佛性啊，那个空支撑所有的万象存在，所以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有没有？虚空没有形象啊，可是你要呈现的时候，虚空都不拒绝。像说我们盖这个同一宫，本来也是一个空地啊，然后盖起来了，它空地不会拒绝说你别使到我去，这个所在是我的，有没有？不会，对不对？所以虚空没有相，不拒绝所有相全部出来，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那个法住法位啊，就是了解说它有相，因为就是有限。它有性，它就现象。现在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是注重性呢，还是注重相？我们注重性的话，全部都是在法住法位啊，世间相常住啊。然后我们注相的话，相都是假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啊，形象，所有你看到所有形象，那一些形象呢，都是真心佛性啊。我们不是有说经为嘛？经是常而不变，为是变而有常。然后凡尘的万象啊，它一直在变。可是呢，它在变之中呢，它也有常态，就是有佛性本体，你才能够现象；没有佛性本体啊，你相就现不出来。所以山河大地啊，也都是我们真心佛性。这样懂了吗？是有一点深啊，可是我们往后会慢慢的来讲，让我们对这个更了解，所以或者是鼓励我们大概有寄那个 DVD 啊，大概100多套，它那个 CD 呢大概有84套，我们往后还会一直寄过来，所以鼓励各位拿整套整套都带回去，很方便。下个。点来吃，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佛学三道天师德老先天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的讲。我们11年的中秋啊，我老师呢送我很多礼物啊，就是呢信理信法，要我们呢明心见性呢，见性成佛。那个比较小包的是 DVD 影片看的，比较大的是 CD 啊听的。那希望各位呢都能够拿回去啊，自己可以听，可以看，可以收藏，又可以传宗接代，又可以赠送给这个亲朋好友，就是希望各位都拿，我们也会一直记下来，上个礼拜各位有拿吗？有的还没有拿到因为大概数量是100份左右，各有大概100份。那这一次也都是有各有100多份下个礼拜也一样会有各有100多份都记下来因为台北先贤都很辛苦都一直在烧那一套 CD 的话呢80几片DVD 呢40几片很好收藏要看呢很容易找得到很理想就在后面希望各位呢都拿。那我们呢又回到3个礼拜讲的这个心明，我们讲到呢这个灭尽生死，对不对？已经呢要明心入理
就是呢，把我们凡尘啊，这个所用的心啊，都让它泯灭，然后呢，真的进入啊真理世界，泯息呢入理，这个很重要了。我们在凡尘啊，大部分啊都是在外面形象，没有呢这个走入啊真理世界，所以呢，我们要把凡尘用的心啊，都让它呢，这个已经呢进入啊不见，进入真理世界，泯心呢入理。那么开目啊，见相，心随啊见起，就是呢我们这个眼睛啊，一打开了以后啊，见到外面的形象，那么心呢就随啊外面的形象，外面的环境啊，然后就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呢这个是一种这个习惯性啊，然后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心啊已经是外放，我们呢开目见相，心呢随见起，那么心处无境境处无心，所以我们要这个修持的这个方向啊，就是要心呢处在呢这个无境，那个处啊就是地方所在，处理的意思。我们呢心啊要这个处在呢这个无境，就是不要被这个景象呢左右，不要呢这个心啊外放，心处无境，然后呢境处啊无心，环境地方所在啊都没有我们的心。我们修持呢要了解说心跟境啊一如，各位都还记得吗？会不会背？心境一如，然后呢不患思维，然后呢这个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理，心境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持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理。我们把它这个能够背熟的话，就容易做了。心跟境，所有的境都是我们的真心所以就没有分别心，心跟境一如，心境一如，然后呢不犯思维，就是我们不要起心动念，这样心境一如很理想，整个这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真心。要深一点有没有？听熟了没有？有一点了因为时常说，这个真理不容易我们要了解说，以往都没有救心理心法，然后我们呢要明心见性都不太容易，现在呢我们呢只要有心追求，然后呢时时刻刻都能够回光返照，这样就容易进入真理世界。我们一进入真理世界了，跟佛都一样了，就没有这个差别。所以我们现前一念已经呢亿万年，非常久时间。那我们呢就在日常生活中体会，不要有三心。过去心呢已经过去了，不要去想。未来心那个不用策划。现在心不住，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那没有三心四相，我们就跟佛一样的，都在真理世界。那现前的一念就具备万万年，就在我们眼前，万万年都具备。这样了解吗？在生活中我们就要做，要做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为什么会落入凡尘？为什么有现行成形？就是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因为有念，念就是业，这个业促成我们在凡尘现象。那我们要回归到本位，都是佛，都是菩萨。那我们要了解一定要把这个妄念先去掉，都没有了。没有妄念了以后我们那个声音会出生在凡尘的音就没有。那假如说我们都一直妄想不断那我们就溜到轮回不觉。
没有办法离开。各位都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哈，不知道说我头来想跟我们六道轮回哪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啊？不但有关系，还很大所以呢，或许都跟各位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假如说有空闲的时候啊，就尽量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各位浅显，那个呈现的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个呈现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一定要认识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成佛的。各位认识了没有啊？这个还很多人都点都不敢讲可能也稍微有体会，还没有那么真切。他说这个呢一定要做我们修道最重要就是要摸到根源老先生时常讲摸到根的成仙做佛，摸不到根的下修行那我们一定要摸到根那个根源不会很困难万念都放下了，什么缘都不能有，然后一念不生。那个时候那个了了不明的直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成佛就是这个成的，先认识吗？一定要认识要启发我们只要肯时时刻刻这样做都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只要你有空闲就走，然后你的体会就会越来越深，然后时间假如说越长的话，我们就可以培养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有了那个般若不是我们有身体以后去学来的，我们学的是聪明，那聪明就是不肯吃亏啦。那我们在凡尘凡事都不肯吃亏的话，那我们会把浩然正气都消耗掉，都用掉了。所以聪明的人我们要了解我们南话说敢贵聪明的人就是要占人便宜不吃亏这样呢就比较奸诈所以他会把我们人最重要的浩然正气用掉。他说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只要呢我们都是按照本分，给人家看起来傻嫩嫩的啦就是戆戆所以讲这做事戆事不巧的人干都比贵干贵，对不对？不同意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凡尘都是这个样子。假如说我们太聪明了，一点亏都不肯吃，这样的话呢我们等于这个人格都不健全这样也不好我们一定呢要按照本分。那本分做的话呢看起来是比较憨厚一点比较的傻嫩嫩的啦，可是那个都没有这个消耗我们浩然正气。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学习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因为吃亏的时候浩然正气呢都上来了那所有这一些第三度空境幽冥鬼魂、魑魅魍魉、凶神恶煞，他呢最钦佩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德众呢鬼神亲鬼神都很钦佩。他虽然是凶神恶煞，虽然是幽冥鬼魂，可是他都会保护你。那假如说我们太聪明了那一些东西都会跟我们作对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他揍一拳尤其那个那个魑魅魍魉，我们台湾的话跟我说魔形魔猴听过没有尤其乡下地方比较多现在是人烟稠密比较少，像以往呢或许那个小时候那个时常会有那个魑魅魍魉捉弄我们那个乡下人，他就把那个我们乡下不是有定那竹笋
拢有迄滴啊，拢会生管，袂记你哦，它就会管起。然后它会把那个那个质子啊，就会倒在那个路面。那个路面我们要了解到不能刮过久。你刮过去的时候啊，那个质子它会翘起来，你人就倒了。那个就是魑魅魍魉在作弄。各位有没有听过？有的没有啦，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啦。跟他讲迄个物件无神啊无佛啊老一辈会知道。他会把人带到那个湖木旁边去吃那个牛粪。牛粪，因为慧学的弟弟就曾经有这个经验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怎么那么笨？那个牛粪你也要吃？他说不是呢，他吃的时候是面，是我们那个炒面的面，不是牛粪，是他的错觉他看成面，他吃实在是牛粪。他为什么会被那个魑魅魍魉拉到那个地方去吃那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它本身我们现在说夜游症知道吗？就是梦游夜游那个就是魑魅魍魉在带。那个时候，假如说我们认识那一个人你要大声的喊他，叫他，他就会惊醒。惊醒的时候那个魑魅魍魉就离开了，离开那一个人的本身，他就没事了。所以在北部那个报纸也曾经有登过说，那个被魑魅魍魉拉到那个坟墓新的那个坟墓很有力道，把那个整个人家棺木棺木不是5寸钉嘛，钉着嘛都能够拔开呢。那个尸体还没有腐化拿肉起来吃这个时候你看到不要叫，你叫醒他会吓死没让他叫你知道以后你不能叫他，因为那个不是他的力量，他那个拉开那个棺木不是他的力量，是那个魑魅魍魉的力量。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这个浩然正气很重要，只要你有了都没有这一些事那因为我们人在凡尘都是贪现象，他都是不肯吃亏，所以这一些就会产生然后我们假如说家里有人有夜游梦游我们就要注意当他要出去的时候就要喊他，让他清醒。他清醒的时候那个魑魅魍魉就离开了因为那个时候或许就是小时候嘛那这个弟弟有吃牛粪了以后，我们就会注意他的行为一样晚上又把那个门我们那个乡下的门是2片，中间有那个门栓，他又拉开要开了我的祖母就叫他的名字，他就清醒过来，他就好了那个魑魅魍魉就走开了以后就没事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就是我们平常就是不累积善，没有善才有这个相呈现那我们呢累积了自己培养那个呢善心，然后呢我们也敬助众生，那这样的话呢浩然正气也有，善也有这样呢那一些不好的事三度间不好的那一些都不会这个危害我们。所以各位贤贤，有一些我们要说到那个比较生疏偏僻的地方，然后回来的时候会感觉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检查不出来，医生说你什么都正常，可是人很难过，那就是被那个无形的咒被他打了，他已经受伤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都没有形象那个你医生在什么检查，你的器官都正常，除非说
累积一段长的时间，才会呈现器官不正常。那我们呢，就是要去掉这一些，就是要行功立德，就是要做好事，自然呢，这一种症状呢就会消失了。这个我们都很少研究，因为或许呢，在还没有求道之前有17年呢在后天庙，也是在做当地所以会了解比较多这方面的事情。那我都鼓励各位说一定要行善，我们累积善，让那个善能够生根。它有善根了，善根可以成熟，善根成熟了，我们就会遇到善因缘。所以各位就可以看我们能够研究最深佛法，又能够求道，又能够修持，是不是很不一样？这个要很多因缘先有德，然后我们自己有修，然后呢因缘促成，我们才能够修道呢有成就，能够呢这个听到呢最上乘佛法。我们这个心理法就是最上乘佛法，所以我们老师呢都送给我们，现在都已经集成，很好收藏，可以传宗接代，我们呢送给亲朋好友，就跟他讲说你想不想成佛？想成的话就拿回去看，拿回去听，就可以成佛了，只要呢有心都可以成就。这个是我们佛老师送给我们最好的中秋礼物大家一定要踊跃拿，想不想拿？现在已经放在后面呢，有那个 DVD 100多套，CD 也大概有100多套。那下个礼拜还一样有这个数量会在记下，特别先生很辛苦。那个一套里面CD 你看80几片还要一直烧，一片一片烧嘞。DVD 是比较少了它40几片。欢迎各位一定呢要拿。心处无境呢境处无心就是心跟境都呢要融成一体。这个是呢我们修道要证悟本性以后都呈现作我回归本位心跟境就已经一体了所以没有分开。那么将心灭境彼此由亲。假如说呢我们要把心来灭掉外面的形象，这样呢形象会侵入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会跑到形象的表面上去，就彼此都会侵略就把它分成心是心，境是境，分成2个。所以呢我们呢不用做那个笨功夫我们有时完成不是很多都在参禅打坐嘛，他们就是在做这个功夫了，将心灭境，就是把我们打坐了以后把外面的所有一切都尽量的灭掉，连我们那个念头也把它灭掉，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六祖就说这个慧能没伎俩，不断的摆思想，有没有？那个恶人有伎俩能断摆思想那一段为什么六祖他说这个不断的摆思想？因为摆思想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功能作用。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嘛，我们能够起心动念，是谁在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啦。所以我们要认识佛性本体很容易只要我们了解说起心动念的是谁，那个起心动念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样容不容易认识？我们都以为是头脑在起心动念各位姐姐，头脑不会起心动念头脑呢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
假如说头脑可以起心动念啊，我们一口气不来，不是头脑都还在吗？可不可以起心动念？一口气不来啊，就是人死掉的时候啊，还有没有办法起心动念？都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要了解说起心动念啊，就是佛性本体。那我们差别在哪里？各位先生，我们差别在哪里？我们差别在起心动念以后，没有光反倒来看起心动念的那个本体，而是说起心动念的内容。我们起心动念都有内容，对不对？对。我们都跑到内容里面去了，对不对？所以才产生很多喜欢讨厌很多事情，烦恼的全部出来了，对不对？这样我们够不够聪明？实在不够还要不要学聪明一点？所以起心动念的时候先要了解我起心动念的这一个发觉很重要，因为我们发觉起心动念我们可以控制念的内容。那我们不知不觉的话会一念接一念它会连续所以才叫做心弦。心在走有没有？我们都一念接一念嘛心弦。那所以我们到达最殊胜的道理就有2句话，一个叫做原理道断，一个叫做心弦处昧。了解意思吗？原理道断就是能够讲的已经没有办法描绘了所以呢没办法说，就是要用领悟的才能够到达的境界那个叫也道断。到心弦处昧就是心一念一念你怎么去想都想不出来的那处就是地方所在我们心一念一念的地方所在全部灭掉就是很殊胜的真理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靠领悟所以先呢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呢我们让它时间呢久一点就是能够呢如朴，然后呢培养茁壮长大自然浩然正气，然后呢般若妙智慧全部都具备。我们有般若妙智慧就能够呢离相，离开所有形象。我们现在呢很容易住相，就是因为没有般若妙智慧，所以呢很容易住相。那我们有般若有般若呢，人家呢这个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会生气。为什么？因为已经看到实相，看到源头，看到骂我们的人他很不明理他很迷昧这样的时候生不生气？就不会生气因为有般若妙智慧，能够看到实相，能够知道呢来龙去脉所以很理想我们生活在那一种状态之下，就等于是天堂一样就眼前当下就已经是佛了不用再另外追求。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自己努力，不像呢凡人将心灭尽彼此由情这个心跑到境，到境呢侵入我们的心，让我们都没有办法清净。那么心极静如心已经到极极就是极昧，如如不动我们本来真心就是如如不动我们妄心很会动我们都知道，我们日常用的心都是妄心，世心就是妄心因为它都生灭不铁所以那都是妄心。然后我们的真心它是如如不动。各位都还有印象吗？或者都用那个我们照相机的原理来说说呢我们真心如不动，所以我们呢因为有真心的如如不动，我们看呢所有万象会很清晰，对不对？对所以
我们要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佛性啊，是这么宽广，这么奥妙，局限在身体，而是呢，通在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大的，非常广泛，所以我们要认知，心已经进入极，就是如如不动了。那静就如，所有的外相，外面的景象都已经进入如真如，真如就是一体了，我们的心就已经合在一起，所以心即静如，不全不居就是它不来不去我们不局限它，不拘束它，然后呢也不派遣，也不呢要它到哪里去，不全不居境随心随境无这个境跟心已经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了解呢，境就是色法，心呢是心法，那心法跟色法它已经融成一体了，心色已经合一，最理想的状态。两处不生，即静息明，两处没有静，没有心，两次都已经生，已经合在一起。这个时候进入极静，虚明，那个虚明就是我们呢那个佛性本身发挥它的光明，已经呢都呈现虚明，没有这个形象。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可是呢，它本身具备光明，所以呢，极静息明，菩提影现心随常清，那个菩提就是觉影现，这个觉得那个边被我们呢摸到，我们看到了整个菩提这觉，我们呢都能够体会。各位能够体会菩提吗？觉啦，只要我们觉了，时时刻刻呢，我们都体会那个觉，那个呢叫做菩提影现，能够觉。那么心随常清，我们心呢就好像水一样，我们起心动念就好像有波纹波浪，那个水有波浪呢，我们呢那个水的底下。就没有办法看清呢，那个水底下的景象。那水常清的时候没有波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底下那个鱼杯在游。那么德性如鱼，所以我们了解说培养我们那个德性从道直接发挥就叫德，道德。道呢是体德是用，所以我们呢整个用出来呢，都从佛性本体发挥，从佛性的本体发挥呢，整个都叫德，然后呢我们要一直培养，培养这个德，这个呢我们要做的时候呢，这个如语就是比较呢傻嫩嫩的，笨笨的。知道这个意思吗？我们呢一般呈现在凡人都是聪明相要我们表现傻嫩嫩的大概不容易各位喜欢聪明相还是喜欢傻嫩嫩的？喜欢聪明相你喜欢跟聪明相在一起你喜欢被他欺负还是跟那个傻嫩嫩的在一起最好了，对不对？那个不是说什么都懂了，而是很守本分他不会呢那个心地都是黑的不会那样。各位浅显，我们心地是什么颜色？彩色的。是彩色的不是白的那彩色就包含非常多了。各位浅显都是彩色的吗？承不承认？
要稍微考虑一下到底是不是彩色，因为它包含太多了，这个黑的也在里面啦，黑的在不在彩色里面？一样在啦，黑的好不好？那个负面的那个是绝对不好，所以我们了解这德性如鱼，鱼就是比较憨厚，老实憨厚。那我们呢跟人相处都是希望说跟憨厚的人在一起比较实在啦，会我带去别个唔知，所以呢这个德性如鱼，不立呢经书，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建立这个德性就是没有分别心亲疏这个分别的话，我们就会有喜欢讨厌，有的呢就比较亲近有的疏远，这样分别心太浓厚我们那个生灭生灭的范围就占据比较多。那我们呢佛性它是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尽量接近不生不灭这个佛性本体，它没有那个情绪，没有呢喜欢讨厌。各位浅显，喜欢讨厌的心浓不浓？浓啊！这个还蛮诚实的。反正就是这样嘛这个喜欢讨厌都会很浓厚啦，因为就是喜欢讨厌很浓厚，所以就有取舍，取舍就有行为，行为就造业，业因形成就要受苦，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又怨天尤人都会想说为什么是我在受苦不是别人是希望享乐的自己啦，受苦的都是别人，对不对？真的很诚实。然后宠辱不变受宠跟受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被称赞一个是被辱骂两个极端都不变表示呢我们内在有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依赖，我们依赖呢自己佛性本体，所以不管外界的那个这个包养外界的辱骂都不影响，容不容易？不容易我们被这个称赞的时候都会上天的，被辱骂的时候会怎么样？都很生气那个脸红脖子粗都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活在别人的那一种这个环境之中没有活在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之中。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宠辱不变，不管呢是人家保养也好是人家呢辱骂也好都不改变我们自己的立场自己很坚定很笃定就是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不是要那个正信条子还记不记得？正信是相信什么？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所以正信，正确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然后调持，我们把所有弯弯曲曲的心把它调持都变直心，直心就是道场就整个率性而为。各位浅显，我们要使那个小龙它都行走是直的，要怎么办？小龙行走的时候，各位有看过吗？它都是弯弯曲曲，对不对？那我们的心像那个都弯弯曲曲。我们要它直的时候要怎么办？用什么方法？有一个方法让那个小龙走直的。
我们不是家里都有用那个水龙头嘛？水龙头不是有水管嘛？你要那个小龙钻进去水管，它硬是走直的啦，这样会不会？它走直了才能走啊，它弯弯曲曲能走吗？能走吗？不能走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有方法，所以我们要用方法，使我们的心也一样行止的调止，让它直心。要用什么方法？什么方法？这个导很会用万年放下，万年放下，心就会直了吗？那个启发佛性我们呢要使我们的那个心直就是用戒力来规范，就是不能起心动念，不能呢有负面的念头，用戒力来规范。那规范呢，我们会习惯，只要稍微动的不正确的念头马上会停止，就不会呢一念接一念，所以我们一定要用那个戒力来规范自己的念头，把心呢都能够调持，持心的话都是道场，整个都率性而为，就符合呢真理，这样不会造业，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呢我们从路不变，就是呢不被外境改变，那么不择所居知言不行，就是不选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所在，这个不择所居就有那个随遇而安随遇而安，各位听懂吗？不管处在什么现象之下呢，我们都心能够安，随遇而安。那为什么能够随遇而安？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整个都在真理之中，所以不管遇到什么现象，遇到什么样的景象，我们都能够安心，所以只要心安就能够平安。心安的，各位浅显，我们心为什么安？就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呈现，良知良能都在。我们为什么感到心不安？因为所做的事情违背真理，我们会感到心不安，有没有啊？当我们做一些事情是违背真理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心不安？一定会，对不对？所以感到心不安的事就不要做，那一定不合理。那我们感到心安就做，心安就平安，一定能够平安，都跟真理相合。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呢，不择所居，随遇而安，不学的我们居住的环境因为古时候很多呢都会这个逃那个深山里面去修，那个就是选择居住的地方所在。那我们呢这个随意，不管是什么现象我们随意而安，都能够呢非常的这个呢这个舒坦。所以古时候的人那一些圣贤他们为什么起心动念呢都是天理跟随着，因为他们居住的环境很简陋，都是那个草茅去盖的那个屋顶，所以人心跟天心都相通。那我们现在在都会区住的环境都是钢筋水泥。那假如说又很多层的话，那个钢筋水泥把我们的心跟天心隔开了，所以就变成了心中，都是我们人心在变化。我们拿了一个电晶体收音机到大楼的底下，
是不是收不到那个那个声音了？那个电波呢都收不到。那为什么电波会收到？就是因为被钢筋水泥隔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呢生活在那个被钢筋水泥隔离的，我们的心会不会变化？会变化变什么心？都是血肉心，就是人心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凡人很多人都做坏，会做歹，就是因为心都是血心、人心，已经呢跟天心隔离了，所以就变衣冠，就这个样子。我们呢有空闲的时候，就尽量跟大自然在一起，陪我们的心跟天相合，相通。那么资源顿息，这个跟我们讲万年放下有一点相类似所有的缘呢都让它休息了，跟万年的放下一样，一切不忆，所有的过去都不回忆，我们呢这个要了解说没有三心的，资源顿息一切不忆，永入如夜，永夜呢如露，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没有生灭、没有变化的那一种这个现象之中，整个都很理想，都没有变化。因为我们在凡尘无常变化都很大。那么外事顽交，内心虚真，外面呢这个形象呢好像很这个顽固、顽肉、顽皮，那个嚣呢就是嚣张，那个嚣张呢就是气焰不可一世就是很骄傲的那个情形，外事玩笑，内心虚真，我们的内心就是虚真，内心都没有住相，虚就是空，虚空，真呢就是不假，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内心全部都是守住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活性本体，所以内心呢虚真，对境不动，我们对境呢都不起心动念，对境呢都不影响，有利大人，这个呢都已经呢是有利的大人，这个大各位先生就是我们人得一叫做大，人得到一，各位一是什么？一就是道，所以知得一万事毕，知道这个道万事万物都毕业了，就是已经解脱了，所以知得一就万事毕。各位知道一没有？知道了所以我们都已经万事毕万事都解脱了，解脱了没有还很烦恼吗？烦恼的时候就没有解脱了，没有烦恼就解脱了所以知得一万事毕就没有烦恼，解脱了那假如说我们还有烦恼的话，我们就要去这个追根究底烦恼从哪里来？我们去找到根源，找到呢烦恼的来源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怎么这么小的事情这么琐碎这么小的事情会让我烦恼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烦恼去掉了就会进步所以我们了解说有利大人人得一就有利，非常有利道那么无人无见，这个无人就是没有我相没有这个人，我们现在呢称为人的人看到的都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皆有用的人
它无人，因为这个是水风土啊，天地的物质，这个没有，不是我。各位浅浅，真的是我谁？就是如来，就是佛，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我们要这样告诉自己，说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风土，不是我。那所谓的我就是如来，所谓的我就是佛性，就是佛。所以我们要自我取许呀，本身就是佛。身外没有佛啦。本身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佛。很清楚，已经当下呈现。不用在外面求，不用再去追。这样知道吗？怀疑吗？会觉得说有这么容易的吗？有没有这么容易？有，就是这么容易就是我们不肯承担，我们都不敢承担啊。我们本身就是佛，只要说我们敢承担的话我们所有的那个思想，所有的行为啊，都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呢都有一种侥幸的心啦。各位听懂侥幸吗？台湾话怎么说？还有侥幸侥幸啊，都有那一种侥幸的心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刚才讲的，希望受快乐都是我，受痛苦都是别人。那个什么心啊？什么心？是我们人的心呐。这个人心人心也就是这个样子。无人无见。那既然呢我们都已经知道身体不是我，身体是大小而不是我，能够呢呈现我的就是如来。能够呢呈现我的就是了了分明的知觉性。所以这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是一个绝对体，它没有相对。我们要对这个绝对的了了分明知觉性一定要肯定，就是要正信，正确相信，它就是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这样很重要。只要我们肯定自己的，然后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作为都不同，那个时候很笃定啊。现在我们在凡尘的生活缺少的就是笃定。各位对自己笃定了没有？我讲无一个人啦，都没有啊。我们都为谁而活啊？咱为谁来活？这个叫不相应。慢慢回去想。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无人无见。我们呢就是不要有自己的见解。所以我们要走入正见。各位浅显，正见知道吗？什么叫正见？正确的知见就是我们把凡尘的六根、六尘、六识全部去掉，不要用那个都叫邪见，我见，都叫我见，都叫邪见，那个都不要用。不要用了以后，我们用的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叫正见。安尼怎样无？会晓呢？正见就这样，那个才是正见。正见呢，就是佛知佛见，佛的正确知见那我们众生的见解都是从六尘六识产生的，这个都是生灭变化，都是虚幻不实在。我们对虚幻不实在的就不要去追求，这样知道吗？
我们呢不追求这一些变化无常的，它因为一直在变，我们抓不到。那我们呢，要呢追那个它正确的世界，就是不会变化的，那个常住的真心就是正见，就是佛知佛见。因为我们本身都是佛，所以我们的见解啊，叫佛知佛见。你有了解不？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不要看轻自己呀，不要高推圣己，自己呀悲屈，认为说，福都有福骨啦，我这拢众生骨，会不会？不会啦，所有众生都是佛。所以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心就是佛，心就是众生，所以心跟佛跟众生呢，都是同体的，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所以无人无见，对凡尘的所有这一些见呢，我们都不要用，不要用就不会造业了，没有业就不用受苦。那么无见啊，常现。我们只要多呢，凡尘的见都不用了，无见的，那就我们的真心啊常现，常住的真心啊就呈现。这样知道意思吗？文字虽然是很少了，意思是很好，就是要启发我们把那个妄去掉，真的呈现，能够呢，弃妄归真，那么通达一切，能够呢，那个住真心呈现了以后啊，就可以通达，一切，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啊，就是通，它没有阻塞的啦，没有烦恼的，没有堵住的，全部都是通达、通流，通的，通达一切的。这个就真的进入啊，道体了，它的本体。那么，这个未禅不通，未禅呢不骗，通达一切了以后啊，未禅不骗，就是他已经尽虚空呢骗法界，未禅就是讲无迄个无骗无普遍的，大行拢普遍，整个宇宙之间所有空间都已经呢，都已经普遍了。那么思维转分，这个我们一思维，进入我们用头脑来想，就转分了。本来是很清明的，可是只要我们一想到凡尘事各位浅显，凡尘事多不多？我们想得完吗？我们做得完吗？所以就适可而止啦。拄好就好。伫我显在我眼前的，我就去处理。那不关我的事，就不要去参与。这样就会很清闲。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一转入思维就已经不行了，昏昏沉沉了。就已经呢，丧失本来骨乱精粉，那个骨就是这个已经呢沉沦了，沉落去沉沦了叫做骨，骨乱沉落去，迄真混乱的一款内底，那我们那个精粉就是我们很清醒的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已经呢就被它呢这个搅乱了所以骨乱精分。那么将心止动转直转奔，就是我们呢这个外面的所有一切动态我们要用心去把它停止因为停不下来所以呢，我们越想停止它越奔得厉害，所以我们了解呢，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呢这个太阳底下都有影子，对不对？我们想把那个影子消灭各位先生要用什么方法？
我们在太阳底下不是都有影子吗？我们想把影子啊消灭，不要有影子啊，要用什么方法？什么方法？哦，对了，最聪明的，赶快跑到那个屋檐下，影子就消失了啦，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太阳底下越跑啊，那个影子是不是越跟得厉害？对不对？所以有好方法赶快到屋檐底下，影子就消失了。好方法就是这样。这个有般若妙智慧会回答。那么万法无所，这个万法它没有地方所在，就是没有固定的万法无所，唯有一门，这个呢只有一门，不入啊不出，所以我们了解就只有一门呢是最上圣的，它不用入也不用出，我们凡尘看一学法说有入定有出定，对不对？有入有出啦。那我们这一门不用入不用出，最殊胜了，就已经在本体之中，要不要入要不要出？都不用，已经到达了，非静啊，非宣，它呢不是静，也不是很嘈杂，不是两边的啦，这个就讲非静啊，非宣。声闻缘觉啊，自不能论。那个声闻啊，就是呢修苦集灭道的阿罗汉。那个缘觉就是修12因缘的必知佛。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是小乘佛法。那修小乘佛法，它的智慧啊，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高。所以呢，事啊不能论，没有办法来讨论这么殊胜的那个佛法，这么高的呢，他没有办法了解，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程度的那个高都已经高出声闻跟缘觉啊，各位知道吗？我们已经高出声闻缘觉了，都已经超越那个阿罗汉呢跟必知佛。再上去是什么位阶？对，就是菩萨。我们都是菩萨了。再上去呢？就是佛。对，已经呢超越呢阿罗汉，超越必知佛，进入菩萨，进入佛。这个四圣啊。我们已经脱出六道轮回，10个法界嘛，四圣六凡。我们已经到达已经呢最上面了，所以声闻缘觉啊，自不能论，实无一物啊，妙智啊独存，实在呢都没有一个形象，实在都没有一物一个东西呀，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的佛性啊，是不是都没有形象？所以都没有办法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实无一物啊。那剩下呢，就是妙智啊，独存，我们那个了了不明的那个知觉性呢，那个叫做妙智，独存，就是存在，所以我们呢，每一个都有，都有妙智啊，都存在。本具虚充，本具就是我们呢，那个。佛性的那个本体所在，本具，我们的本位啊，那个佛位本具呢，虚充，非心呐所穷，不是我们的心呐所能够穷究，所能够去研究到达的，这样知道意思吗？就是它很深我们要用心来研究研究不到。要研究不到家，研究不到那个地方啦，就是它很高的程度，非心所穷。那么正觉无觉，
正觉，就是那个三菩提。不是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我们都时常看佛经的话，都有这一句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诵经的话，各位有诵过经吗？这一有没有诵过？什么意思？那个阿就是有没有的无啦。耨多罗就是上下的上，3个字翻成中文只有一个字啦，上。它加起来叫做无上。阿耨多罗。三就是正，藐就是等，平等的等。就是正，菩提就是觉，合起来无上正等正觉。那无上就是最上，没比它更高了。正等就是正向平等。正觉就是这个觉它不是外道的，是我们正确真理的觉正觉。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讲，是我们佛性的本体。有时候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用在修持的法门。说你修什么法门？我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表示说他修呢正确的要呢成就成佛的方法，就变成一方法。有时候呢它是佛性本体，有时候呢是讲一个方法。那有时候我们简单化无上的正觉就讲菩提2个字。那有时候再加上面呢那个阿耨多罗就无上菩提。有时候呢我们都喜欢简单化，这样呢比较容易记，容易收。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那个正觉就是呢这个三菩提。那我们呢了解说正觉也就是佛性本体啦。我们佛性本体也叫正觉。正觉无觉。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又讲比较深一点。我们上个礼拜有讲，没有能手啦，懂意思吗？还不懂啊？因为我们在凡尘用呢，都是会有能手。那个无觉就是没有能手。没有能觉，没有手觉，已经呢能手双明了。没有能手各位同学是不是已经一体了？或者都讲说我们在凡尘都用能手，说我眼睛能看，就有手看嘛，能看手看，能看的就是我相，手看的就是人相。然后我们所看的差别重生，叫做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做寿者相。所以能手就四相。那我们它融成一体，你能看的跟手看的它是一体，没有分别。这样叫能手双明。那为什么能看跟手看融成一体？因为能看的心，手看的相，心跟相它是一体的，这样懂意思吗？不过7.7嘛，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心静一如那个静就是我们所看的现象，心跟静是不是一如？是一体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心静一如是一体。然后我们能看手看把它收成一体，都不知这样了解吗？所以还是要学习的要反复一直听，听久了你就会，会了以后你就到佛地了，就已经成佛了。所以那个南极老仙翁不是时常来介绍的时候讲。说自我成道以来这个天地的混沌
是研会啊，已经几次了？已经7次了。那我们看几次？都还没看呢。南极老仙翁都已经7次了，我们1次没看。那这一次想不想站到南极老仙翁的身边去跟他一起看？都不想啊。对，我们要想说好，我要看第1次，你看第8次的时候，我看第1次，要有这一个愿力，这样才会实现呐。真正的真的研会啊，我看到1次了，这样往后就会累积就越多啊，不然你看我们这一次没有修的话，南极老仙翁下一个研会又来借教。我已经看8次了，再下一次来，我已经看9次了。那我们呢？还没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发愿说好，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研会啊，一次的已经变化。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现象，变化得很快的。我们的佛性之中啊，一念啊就万年。亿万年，所以我们在如如不动的本际呀，那个经过亿万年啊是很快的，一下子啊，刹那就是永恒，有听过吗？刹那就是永恒呐，永恒就只有在刹那之间呐就已经是了，所以那时间呐是我们落入凡尘1秒1秒1分1分这样过得慢。假如说我们走入本际，那个时间呐，你一进去了以后，好像我们去那个4天王天呐，看那个仙人下棋，你回来以后啊，几年了？50年了那个囡仔拢老啊，然后我们到忉利天去看他们下一盘棋啊，几年了？100年了等来一寡人那拢无去啊。那我们到那个夜摩田去啊，去看的话不得了，200年，哇，那个更久了，它倍数，多帅天呢！我们那个老祖师啊，以往在那个内院啊讲经给菩萨听，外院讲给凡夫听，400年，我们完成400年，那个我们老祖师那个地方才1天1夜。我们到那个热变化天1天1夜完成已经800年。我们到最高异界的那个他化自在天呐，我们去那天一天1夜啊，完成1600年。所以我们只要说有那个福报去他化自在天，我们先熟悉一下环境，是不是要1天2天？然后我们会完成跟我们基础讲，说我去他化自在天，你认识哪一个？没有一个你认识的啦。为什么？太久了。2天就几年了？3000多年了呢。对啊，这么快可是时间呢，它是同时在进行。完成的时间跟他化自在天的时间呢是同时在进行，竟然有这么的变化，所以我们真的是虚行处昧啊，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可想得出来吗？咱经过1600年是多久？我们中华民国才99年呢。你看99年就这么坎坷了还要那个经过这个1600年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变啊，那个时候各位姐姐，我们1600年以后再来完成看，我们现在人一定没有那么高了，是不是越来越矮了？以前不是时常听到等离嘛有1丈2，
1丈6，我们现在剩下多少？5尺嘛然后再经过的1-2千年以后，剩多高？是越来越矮了，不可想象。然后我们赶快修正，呢，我们到那个那个维摩诘呀，他去借那个宝座，就一样，他那个人那个地方啊，那个佛世界的人高啊，有多高？会有看过维摩诘经吗？84000由旬，一由旬30里呀，84000由旬，看你多高？我们的人去到那边剩下一条虫，那个啊，这个神通第一的那个目犍连，他要试验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声音可以传得多远，他就用神通一直追到那个佛世界去啊，他那个地方人啊是高得不得了，然后那个目犍连啊去到那里啊，去修的人的皮带都出一尾糖，然后那一个人想要打他嘞，讲那一尾糖走了，那个讲经说法的佛说不能打，那是娑婆世界的目犍连，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然后就跟目犍连讲说，你到这里来做什么？他说我要试验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声音可传到多远。他说你用凡人的那个头脑那个心啊，要来知道佛的那个领域啊，赶快回去，所以不可想象。那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新闻一样，我们通在这个宇宙虚空，只要我们能够证悟以后，我们要到哪一个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不像现在我们局限了体验南赡部洲了，4大部洲里面的一洲，一家了，我们北俱泸州都还没去，北俱泸州的人平均寿命1000岁，我们有看到吗？没有啊，我们这边才100岁而已啊，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北俱泸州到底他1000岁是什么样子，请他们过来，然后我们买门票进去看。他们那边的人太善良所以寿命很长。可是我们那个释迦牟尼佛把它列为8案之一，因为你那边去转世了没有机会成佛了，没有办法行功立德。所以很多想修的都要到娑婆世界来。娑婆世界这个好坏各半，坏人很多，好人很多，可以行功立德，可以帮助他呢成就。所以我们说那个正觉无觉，没有能守，没有能守，这样知道吗？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都不知不觉的能守了，我们可以就是很用心的把能守消灭，都已经知道嘛你烧酒人也爱在烧，你有心都有能守你若讲这我应该做的，就没有能守，差别很小，对不对？我们普通在工作的时候各位浅显有没有心？所以都有能守了，能守都在，我们要做到这个没有能守。各位餐餐都有吃饭吗？有没有能守？有啊，我也要吃吃饭还要能守我也要吃，我就是在吃饭。
能吃手吃嘛能手，唔免啦，迄饭底来啊就食，菜内就食就好啊，不用能手，所以这个能手很微细啦，你表演给人家看就有能手了。我们吃饭要不要表演给人家看？不用，就没能手了。假如说你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啊，你要吃红看看你的那个吃饭姿势啊，那就有能手了。那我们日常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啊就没有，就不用不用能手，没有能手就已经进入正觉无觉，没有那个对待的里面。那么真空不空，我们呢这个了解到佛性以后啊，我们就已经走入真空，就是空中有佛性在，叫真空，所以真空里面不空，没有启发佛性的话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空呢叫完空，那里有心理性吧？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是不是很容易变化？我们要掌握到它容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要先认识先认识说是什么在搞我怪我们的心很容易很怪，对吧？所以老千人那个时候为什么都要在念毛笔字，就是要念那个定力，心不被影响。这个外面是发生什么事啊？你写毛笔字的人全部都不知道，这样才是成功啊。都全心全意集中精神念个定，那个很重要啊。我们要不要念？所以我们最好就是从一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念，因为那个佛性本体产生的定力最强，那可以以后就不受外境的影响，外境都影响不到我，会很定力会很强，定力很强，处理事情很理想，那个呢整个那个应该先处理的，就会先去处理，那个可以慢一点的就会放慢一点，假如说没有力各位姐手忙脚乱的，容易出事了三世之佛皆成始终，三世呢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的之佛，所有的佛都按照这一种宗旨，按照这个方法来修持来成就。那么此中呢毫末杀戒含容，这一个宗旨毫末就是一点点，毫分毫足济啦，末一点点此中的毫末杀戒含容，这个一粒沙一个世界，所以沙界大不大？一粒沙一个世界沙足济对吧？河内底沙拢足济河里面的沙很多，一沙呢一个世界，那么所有的世界都含容，含容这个最上圣的佛法，全部呢都在。那么一切莫护安心无处，我们呢都是对凡尘的一切莫护，就是不要心外放，一切呢都莫护，不要呢去呢这个注意他们，
我们呢安心无处，把那个心安在呢没有的地方所在，就是呢让心都无所住，不住了，安心呢无处。那么无处安心，在没有地方所在的地方呢安心，把心呢安住，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自由自在。我们把心呢局限呢在一个角度的话，那心就不自在了。心不自在呢，我们人呢就僵硬，所以心在呢，我们就活泼。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安心无处，无处安心。虚明呢，自入，那个虚明，就是我们佛性呢，那个本体整个光明自己就呈现了，入就是呈现出来，虚明自入。那么极静不生，晃旷重，这个不走路那个极静，就是两边呢都呢不住进去了，极静不生，然后晃旷纵横，就是呢整个让它呢这个整个佛性呢，让它自由自在的呈现，纵横自在，所作呢无滞，所的都不会这个滞就是堵塞啦。那个水沟去有杂物甲堵塞水拢未通或者滞，无滞呢就是讲无拢咧通流，拢会流过。那气住皆平，我们呢不管去不管住，全部呢都是平，都是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平常平凡平淡平时不管什么样的状态之下都非常的符合于真理。那么慧日极极，我们智慧的太阳，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极极，如如不动，慧物呢极极，电光呢明明，我们那个电光非常的光明，从性呢这个发挥出来，照无相愿，照无相愿，就是我们那个佛性那个照，无相愿，没有形象的田园，没有形象的地方所在，就是整个都呈现了，整个宇宙虚空呢都是我们佛性的光明照耀，朗涅盘城，明朗不生不灭的那个层次，就是呢我们整个佛性的这个住的地方所在。所以先写我们佛性住在哪里？住在哪里呀？住在哪里呀？看愈讲愈细声。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呢就是住无所住的，住在无所住的地方。假如说我们有地方让它住它就集系在一个角落，因为呢都住无所住才能够尽虚空遍法，整个法界都普遍那所以上个礼拜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的那个知道说哪个地方都有我们的真心佛性都有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那或许不是讲说你买机票坐去那里，你想到位知影看有佛性你要去了去坐去遐看有佛性伫遐无？这样有没有对事情？有没有？不过这样就太花钱了，也太注相了资言呢，忘弊呀，这个资言忘弊，所有的这个言呢都忘了，已经呢毕业了，所以跟那个万缘放下有点相类似。
那么前神呐，这个定持，就是把我们的那个神呐，就是让他呢都能够呢，这个如如不动安静，前神啊定持，那么不起法咒安眠虚实，就是我们不要这个起法咒，我们坐在那个整个虚空遍法界之中，它不用起法咒，不起法咒，这样知道吗？很宽广，不起法咒，然后安眠虚实，我们就在这整个虚空法界中的安眠，没有虚就是虚空，没有形象的那个四昧。整个虚空呢，都是我们佛性安眠的地方所在。乐道于然，我们呢这个对道非常快乐，于然，很舒坦的那一种样子，悠游真实。我们在这个真实的实相之中呢，悠游，无为无等，无所作为，全部。这个佛性整个呢自由自在，然后无得，就本来我们的东西呀，有就有失无得呢就不会失，就本来有的，依无自出，按照这个无，按照有，自己这个出来，四等六度，四等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六度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般若六度，同一圣路，全部呢都是同一圣呢要呢都能够成佛成就。心若不生呢，法无差更。假如说我们不呢起动念，没有心念的话，这个法它就没有差别。那个更呢，就是从这一头一直延伸到那一头，就是呢差别的意思。我们心呢不生的话，法没有差别。那么知生呢无生，现前常住。我们知道我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本体无生，有生呢是我们的身体现象。这个身体现象有生就有灭了，然后无生我们佛性无生呢，它就没有灭，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生死是身体，佛性呢没有生死，佛性没有生也没有灭，所以我们从那个文字众生是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众缘很多因缘聚会在一起，显现出来的生相叫做众生，众缘而生它是呢众缘生的佛性本不生，所以佛性也本不灭，所以生灭是众缘的身体，佛性没有，这样了解吗？我们呢佛性没有生死生死都是身体，身体是被我们的业力推来的，净业旧业把咱杀来。那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就是不要造业，不要种因，因不种，自然就不会落入现象，就不会出生来凡尘，所以一定要自己努力，诸生无生。那么现前常住。显现在我们眼前这一念它是常住真心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我们这一念很重要，一定呢不要有伤心志向，我们这样呢就可以跟佛都一样的现前常住，智者知就是有智慧的才可以知道。这么上乘的佛法，非言全悟不是用语言呢来解说的，一定要用领悟的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心灵呢，我们也真的是讲的这个也蛮久了，有几次了，
1、2、3，三次嘛哈，3个礼拜，对不对？好，那剩下呢底下呢就是那个达摩祖师啊，这个宣禅之修法，这一段呢一般都很少在传授，那或许刚好有看到，从那个景德传灯录，把它呢这个抄出来，是比较简单一点啦，那或许呢就把它呢这个收，达摩祖师呢带到我们中国来，就是传授二路四行，二路四行，各位手上都有吗？有哈。这个入道呢多途啊，要进入这个道啊，有很多的方向，有很多的那个方法。那么要为2种，重要的呢就只有2个，2种方法。一个呢就是从理真理进入，一个呢就是从行，我们行为行持实行进入，就从理路跟行路，这个呢叫做2路。那么理路从理进入呢，就是呢我们众生跟佛平等，众生跟佛都平等。从理进入的话，我们呢众生跟佛都一样，既然呢无为，这个呢是从呢那个理进入。那么从行进入2路，那个行就有4个。我们从行进入有4种那个方法。那么第一个呢叫做抱怨行抱怨就是呢我们在凡尘有很多事情呢都不合理，我们遇到的时候是针对我们针对我们自己我们遇到的，别人遇到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自己本身遇到，他本身遇到就是不合理，就是歪茶压力早，听懂意思吗？就是那一种非常不合理，那非常不合理是一个叫做抱怨行。那抱怨行就是咱爱了解讲这个修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到达，那么当念呢往昔就是讲咱不是这生，不是这一生这一世而是以前以前的前生前世或是更前过去的那一些那个时候迷惑所造就是我们一样用不合理的方式对待人，现在人家回报，这样懂意思吗？我们现在遇到不合理的现象我们很生气，可是呢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是我们遇到而不是别人遇到，这个就要有原因它有那个因果，就是以往前世前前世我们用不合理的方式去对待人，现在是回过来用不合理的方式来对待我，就是果报果报的呈现，这样知道吗？我们时常会遇到的现象很多那种足无理的呢，那足无理对我那以后我们遇到这一种现象的时候就要想说我们前世前前世用不合理的方式对待人，现在他反过来报复他要不要忍受？所以我们就是要欢喜心甘愿受，才可以把这个因果了掉。假如说我们都抱着那一种这个不甘愿，他不甘愿要不要处理还是要处理我们处理完了以后因为心里面不甘愿，那个瘾没有了
他没有了我们还要再去遭遇，所以有的一生就很坎坷他就是循环在这个现象之下，要处理处理不甘愿，今晚过来个处理个不甘愿，过来个处理个不甘愿，没完没了了，一生都这样过了，价不价值？没有价值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它会换一个形式。现在你处理完了，以后你再遇到不一样的形式，同样不合理，你还要再处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就要培养针对我的，我一定欢喜心甘愿走，是一个因果了掉。因果了掉了以后，他走他的路，我过我的桥，不相关，没事了，这样懂吗？就轻松了啦，已经还债了。所以我们那个心态你不甘愿的话，就是那个没有了掉那个因果。因果债它因果这个很厉害的东西呀。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往，因缘会易时果报还自受。或者不是一再讲吗？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纵然经过百千劫很久的时间，你所做的业不往，不会消失，都在虚空之间。因缘会易，只要因缘它遇到了，果报还自受，一定要去接受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没有研究道理的话，不知道他不知道真理的话，人家不合理对待我一定会抗议抗不抗议？所以你看各位先生，抗议是好还是坏？就是延伸自己受苦的时间啦。你把那个受苦的时间本来很可以早了断，你一直抗议它就延长你受苦的时间，这样是聪明的还是笨？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看说，哎呦，那讲拢红批了拢无要紧，那个真的才是聪明的。你让人家欺负其实你是了你的因果，已经了掉了，了掉不是就轻松了吗？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要知道这个真理。所以这个报怨行我们就是要懂。要记得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往，因缘会易时果报还自受，一定要记得。我们记得这个的时候我们的遭遇我们就想为什么是针对我？那一定我要去面对。面对的心态很重要。那能不能够了业就在你的心。你的心态是欢喜心甘愿受，了没了，不缺欠了。那就变成陌生人了，走你的路了。我过我的桥都没有过河了。那假如说你不甘愿，你虽然处理好了，你不甘愿，心里面不甘愿，他换一个形式又碰上，你一样心态，有了没了，没完没了啦。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就说，我这一生真坎坷，有没有？是落入那个现象。所以第一个抱怨型，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处理起来得心应手。针对我要去面对。所以那个观恶也是功德那个是针对自己不能去观别人的恶言那别人去骂这最近骂，别人都骂惨。是针对我，指着我的鼻子在骂的时候我要观说他为什么骂我？我要观这个恶言。你能够容纳容受，你是不是了业了？全部都了业。你能够了掉那一些罪业，是不是功德了？
就是有功德，所以功恶缘是功德，是这样的角度是这样。别人咧烧灭恶缘，那唔能去管呢。不要说人咧烧灭啊，伊咧讲的无哦，咧骂拢无好话，咱来听看卖，我来做功德，不可以哦，这会害我们，害我们那个这个思想之中啊，有那一些恶缘，那个就不好，所以第一个就是抱怨型，所以一定要接受，一定有原因呐，针对的我一定有原因，所以我们甘心呐受之，欢喜心甘愿受，毫无怨怼，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做，所以第一个呢，抱怨型。那么第二个呢，这个随缘行啊，所以很重要，各位姐姐，我们修道要随缘，不要攀缘。这个攀缘跟随缘，各位分得清吗？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那个叫攀缘。我们希望他按照我们的意思做，那个叫攀缘。随缘不加入我们意见，那个叫随缘，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都会要人家好，对不对？那个叫攀缘啊。攀缘的时候，我们烦恼会很多，他听话不听话我们都烦恼了，所以就不要攀缘，要随缘。这样分得清了吗？所以要随缘行，众生呢无我，那么苦乐啊随缘。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身体呀就是天地的物质，没有我啦，所以我们受苦快乐啊，就随缘，受苦也甘心受苦，快乐也欢喜快乐，都呢随缘，这个违顺啊，封建，不管是违背的或是顺的，都呢封建啊，敏顺啊，依法，敏就是暗暗暗的合宜啊，真理。随缘啊，就是暗暗的我们合宜啊，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很重要随缘那个张轴那个秀才悟道记啊。后面不是有要随顺四缘无挂碍吗？有没有？我们随顺四缘就没有挂碍了。那我们都想照我们的意思啊，那挂碍很多了。所以我们随顺四缘没挂碍，随缘行。那么三个无所求行，这个无所求啊，各位浅显，无所求容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对不对？我们都是有所求了我们去赚钱的时候有所求，都是有所求。所以这个无所求行啊，在我们内心里面就是要自己定力，就是呢要无所求。因为呢世人呢常迷，这个很长的这个时间都迷内。次次呢就贪着，我们次次拢贪，拢贪拢有所求，所以这样人格就不健全，那我们都无所求啊，人道无求，品质高，对不对？我们无所求啊，那个人品就很清高，我们人格就很健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无所求，我们贪着名之为求，那么有求呢皆苦啊，我们一有求了，全部呢都是苦，那么悟真无为啊，无所求，我们领悟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无所求，它不用来求。凡尘的所有一切都不用求，我们都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个是最殊胜的佛法，所以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呢，称法行，
这个称法行呢，就是我们随性境无为行，所以这个称法行就是按照我们该如何就如何，或者时常讲说事来则应事去则进，这个称法按照呢真理来做称法行，所以这个事行达摩祖师呢传过来呢就是这两个，一个呢离路，一个呢行路，事行报怨行，然后呢这个随缘行，无所求行，跟随法行，这样都了解吗？称法行那个是比较深，可是后学写的最少，因为那个这个我们一直在研究性理心法，全部呢都是法，我们按照呢性理心法里面所讲的来做，就叫称法行，这样知道吗？还剩下13分，要给各位提问，有问题吗？好，请说。拿麦克风。窍通这个通的窍是什么意思？一窍通，窍通那个就是在讲我们这个领悟啦，我们呢对这个真理的领悟假如说呢已经呢能够知道，从根源知道这个一窍通的话呢，就会窍通。那重点所在我们就是对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这个是重点所在。那我们讲一窍那个就是玄关窍，你玄关窍一通了就是对道了解了，那所有一切都会了解，所以叫一窍通窍通。所以要用一点时间对呢这个真理，对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呢都呢研究求到了没？你有求到没？有玄关窍已经那个老师帮你打开了窍通你没有研究所以才不通要研究就会窍通了。其他的，因为我同事他们的说有看到，有时候看到那个印度说有看到一个人怎样，但是他修行会有的人会看到那个吗？还是有的那个法师都会看到那边说叫出去上天那个感觉他们讲的那一种那个到底是这个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好，你请坐。说那个六通那个神通好，你请坐。我知道你的意思，你问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我们人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黑影，就表示说有时候会看到幽冥鬼魂那另外第二个问题说一些修持的那一些高僧大德他们会看到天堂景象，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凡人我们生的时候那个生辰八字有的很轻的很重，那很轻的人他的那个见到幽冥鬼魂的机会比较多，就是背离伤轻他较会看到一寡鬼魂。那我们要了解到，只要我们本身都行善，只要我们本身呢心念都很正，不要怕这一些幽冥鬼魂，因为他会保护我们，就怕我们心地不好那一些幽冥鬼魂才会找麻烦。所以那个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看到，有的是有阴阳眼，阴阳眼
他也会看到幽冥鬼神。像那个猫跟狗啊，它就有阴阳眼，所以你看到那个狗啊，在那个吹高雷公一样那狗。你听到的狗的叫声就是它已经看到鬼魂了，所以它的叫声特别恐怖啊。那就了解说那个地方啊，就有那个鬼魂在，那个狗才会那样叫，所以一定是不好。所以我们对啊，那个凡人看到这一些事啊，就不要在意了，我们自己培养。你有浩然正气啊，有善心啊，都不用怕这一些。我们说平生啊不做亏心事啊，半夜不怕鬼敲门，就是这样啊，都不怕鬼敲门。那个修持的各位贤贤，我们要了解到，你什么都看不到的话，是最幸福啦。假如说你能够看到仙佛显现给你看，表示你的信心不够。仙佛要给你信心，所以慧学就讲，在你那个朦胧的状态之下，都是在度孤啊，知道吗？打瞌睡啊，那个时候你不会做梦，那个时候你也不会起心动念，所以那个朦胧状态啊，佛菩萨会现给你看。他为什么要现给你看？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信心不够。他要献给你看，让你有信心，所以你的正确，这个路啊走得很正确。那看到天堂就是我们假如说可以打坐，或许之前不是有教各位正贤观吗？你要看天堂，正贤观坐就可以看，而且可以看到自己佛性之光。可是或许不鼓励了，为什么？你看到以后你要放掉，放不掉。你放不掉追最高的程度又追不到。他说你什么都看不到，最幸福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北部有一个前贤他花了100多万去外国学那个灵修啊，他可以到南天门啊，结果现在我叫他放掉他放不掉。我说你放不掉到不了最高的程度。伊讲迄太水耶，看到南天门进不去，还花100多万去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些呢，都是假的，有相啊皆不真。释迦牟尼佛也讲，32相不是很殊胜吗？他也讲32相虚幻，假的。不要住相，这么好的相佛都放弃了，那我们为什么去追呢？你真的想看啊？正贤观不是有讲过吗？有没有？不再说了你要想怎么做的话，就找我们讲过了去听去看，有详细说了。那个时候啊。因为那个美国道亲有问，所以有详细解说怎么做，或许不鼓励了，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佛性之光，那个晚上不用睡觉，然后你看到天堂你忘不掉，而且不止一个天欲界就有6亿天，然后色界有18天，它每一个都不一样景象都不一样，那个色彩也不一样，你也看它全拢红，看它拢很迷恋，很迷恋糟糕，你成得了佛吗？人哭在大，你跟他去甲看就好你就会做佛。咱是要离较好啊，是要看外口就好。就是要笑，我们就是要证悟，证悟以后啊。我们可以还不只是世界，那无量的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的，这样了解吗？那个大概在39吧，你要看那个正贤观怎么做，第39片DVD， 还有吗？还有4分钟，
好，请说。拿那个麦克风。请问那个讲师哈，我们的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跟真人去做有什么关系？好，这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哦，是在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是一个启发的阶段。就是呢对佛性还不认识，还呢不很清晰的知道，那是一个启发的阶段。那你认识到已经呢很熟悉了，熟悉的时候啊，已经了了不明的知觉性，那个就叫真人，它不假的，就是真。你真人静坐啊，就是已经能够掌握到你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以后，这样能够分别了吗？真人静坐啊。就是你对佛性已经很透彻的认识，肯定了然后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真人静坐，就可以笃定的真人静坐。那还没有对佛性的了解，那要先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还你知不？好，还有吗？还有2分钟，好，请说。你的讲师你好，因为过去从没有听过能所跟没有能所，那么我刚听来是不是能所是不是等于有为来讲，没有能所用无为来讲，这样不通？好，请说。以你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的。那个能所是比较有为，那没有能所已经进入无为。是有一点类似的，像我们这个学开车啊，你开始学的时候啊，一定一直啊要让自己的头脑要记得下一个动作，那个能手非常强烈啦。当你已经开了几年车以后，那个人家问你说你怎么变到4档的？你会说不知道，那个就已经没有能手了，所以你这样讲它有那个程度上的相同，有能手的时候是我们很强烈的那个意愿，我今嘛得爱踩离合器，我今嘛得爱踩油门，我今嘛得爱排档那个非常有为有能有手，到很熟悉都唔免啦，要怎么样？你只要坐上驾驶座车子就跑了。那个就没有能手，就是在生活之中我们要去体会，只要都不落入那一种叫做表现欲，你要表现给人看，表现给人看就有能手了。你什么都很熟悉的那个状态啊，熟能生巧就没有能手了，就一体了。这样了解了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生，大家好。谢谢三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生给我的机会学讲。我们呢有在记呢那个整套的我们六祖坛经因为这一次跟下一次我们可以把六祖坛经讲完，它刚好完整一套整套。所以呢，我希望各位都能够拿，要听的 CD， 要看的DVD，后面呢都有整套。那假如说各位先生家里现在没有那个 DVD 的机器可以看，那也可以拿回去，因为这个可以当传家宝。那往后我们会有机会拿到那个DVD 的机器。拿到的时候你没有拿那个片子就不看了，所以现在家里没有机器也可以拿，这个后面放的很多，那个屏东潮州呢，希望你们拿多一点，因为蛮远的地方拿回去都是花给大家，一箱里有12份，抱个几箱回去外面后面放的很多希望各位踊跃拿，刚好我们这个去年的9月20号开课呢，
到这一个月的9月25号，刚好1年，都刚好把六祖坛经讲完。那我们今天呢，就讲这个六祖坛经里面那个神会奉事六祖，奉事六祖以后有机会就是问这个心中的疑问，所以各位手上都有一张呢，那个神会奉事六祖的时候他呢看这个大藏经，那么在里面有6次有疑我们之前曾经有讲过，因为各位手上没有资料，所以那个时候有听大概没有懂，各位有印象吗？有印象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有印象因为神会呢，他也是一方的这个领导者，所以他问的问题并不是蛮粗浅的，可以深入的，所以呢，佛学特别把它呢记载，那个呢是从五根慧眼，那个第2卷42页抄录下来的，所以这个呢，我们一般呢看那个景德传灯录跟五灯慧眼，可能那个机会都不多了。那里面呢，专门都是讲这个禅宗的这个修持方法。那因为我们讲六祖坛经就是接近这一个所有研究那个静心明、心明。永嘉大师、正道歌，耳根圆通都有相连关所以我们重点就是要明心见性。在这一种背景之下，我们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就加入了这一些比较专题的，比较让我们能够了解领悟。各位对这一些我们所多出来的这一些这个讲义听了以后有没有心得？我们要得说那一些，假如说我们用专题来讲的话它不容易领会。那在六祖坛经里面呢，因为同一个那个背景，所以容易这个进入状况。所以呢，就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把那一些比较能够引导我们进入明心见性，能够引导我们进入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一种的内容我们来讲述。那么呢，现在呢就把这个6个问题我们来解说。因为之前就是开列的这样讲而已，并没有详细的这个把内容呢阐释出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神会问六祖说这个戒定慧所用戒戒何物？那么定呢从何处修？那么慧因何处起？所见不通有。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个戒定慧，我们有戒定了然后才进入修道的轨道。有戒定慧以后我们能够有那个稳思修，那个智慧都会产生。有戒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可以季节外染那个环境的那个感染我们可以减少。所以那个问第一个就问这个戒定慧。那么六祖他就回答说呢，定即定其心。问的时候是从那个解先问。六祖回答呢从呢那个定先回答，说我们呢心中要有定。心中有定以后我们就容易处理事情，然后呢这个应对进退就头头是道。所以就讲说定就是定其心。
把我们的那个真心啊，都能够呢，很笃定的，能够来，这个相信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之前呢，我们讲心灵的时候啊，有一句说正信啊，调止，还有印象吗？正确的相信啊，我们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呢，我们从佛性本体啊产生那个定力，那个定力一出来啊，就是呢定其心，就整个都稳定，我们的真心啊都整个呢都能够定下来，所以这个蛮重要的，是从佛性本体产生，不是我们的在凡尘有空闲的时候参禅打坐啊，那个修来的定。参禅打坐那个修来的定啊，很不容易成就，很容易破坏，难成易坏。可是从佛性出来的定那个不容易破坏，因为它是从佛性直接生发，所以我们就要培养。那要培养我们那个定力啊，还是要从万念放下一念生，认识呢佛性本体。佛性本体认识了以后。我们呢把它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样呢那个定力啊，就越来越强。我们定力有了，那个智慧啊自然产生。那有智慧啊，定跟慧啊，它两个啊互相帮助。定越强，慧越多；那慧越多呢，定越强。互相的帮助，就是打说定呢即定其心。那么将戒啊，戒其行。就是那个戒力啊，我们的行为之中，所有的我们的心念啊，心念啊，一个接一个也是在行。那我们用戒把那个心念啊能够呢这个把它呢消化，让心念呢不走入妄。各位平常的时候啊，起不起妄心？我们大部分呢，都会不知不觉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就已经是叫妄，它已经呢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是妄，所以我们就已经没有守戒，守戒以后就不起心动念。所以这个佛教一直在讲说呢，这个度众生呢，度化众生。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起心动念就是众生众缘一际而现的生相，众生众缘而生各位先生，我们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就是很多因缘际会。很多因缘际会，我们才起心动念，对不对？所以是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所以我们度化众生要先度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的起心动念的众生全部都度尽了，成佛了。所以我们要先度自己各位度自己了没有？有啊。真的都不起心动念了所以以后我们念头一来就要告诉自己，这个就是众生，众缘积聚而现的念头众生，要把这个念头度尽，让念头消失，这样就度化念头，那个众生就成佛了。这样会吗？真的很不容易起心动念很容易不知道说起心动念就是众生，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所以没有因缘我们不会起心动念，所以动念就已经呢要了解到已经是落入众生。所以先把自己的众生度尽，让我们呢，心都清净，就回到本性回来，这样呢成佛就很容易
那我们念头啊一直来的话，那六道轮回就不绝，不会断绝啊，绝对是六道轮回。因为念头啊就是业，我们已经造了业，就是要受苦。各位先生，什么人起念头？就是佛性本体，不是头壳不是我们头脑，我们都会错觉，以为说是头脑起念头，头脑不会起念头。各位就可以看了，假如说一口气不来，头脑都还在了，有没有念头？没有了啦，一口气不来还有念头啊？那厉害所以我们要了解念头啊，不是我们的脑，头脑生发，念头啊是佛性本体生发，佛性本体啊才有办法生发念头。所以我们只要回光返照，来反照自己生发念头的那个动力，我们就可以抓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认识佛性本体并不困难，跟我们万两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是一样的，万两放下一念不生，那个一个角度是告诉我们去认识佛性本体。然后呢，我们去回光返照，看我们生发念头的那一个动力那个也是认识佛性本体的一个方法，这个是很敏锐的。各位这样听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所以能够起心动念的就是佛性本体可是我们都没有回过头来看怎么样起心动念，我们都得进入那个念头的内容，进入那个念头的内容各位是不是烦恼很多？就已经进入那个是非，进入烦恼。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回光返照，反过来看生发念头的那个动力，不要去注意念头的内容，这样就正确了。一回过来了，就看到佛性本体，亲不亲切？很亲切所以我们那个要了解说呢，将戒其行。因为我们那个行为我们自己造了业，自己要受苦，所以要解脱就是要了解真理，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受苦。那我们呢怎么样不造业？就是要守戒律，不能做的就是不做，不做了就不错，没有过错，没有造业因就不会接受果报。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蛮重要戒律就是不能玩火，那个火一玩会自焚烧咱家己所以不能玩火，要有那个戒律将戒其行很重要。我们粗的地方呢是行为，细的地方是念头。我们粗的行为不做错，然后呢细的念头不起歹念，这样呢我们那个戒就会做得很好。所以呢六祖跟我们讲，从自信之中我们从自信戒就不会有过错了。这个呢是从源头来做，可是呢我们一般呢都会从现象来做。性中呢常会照这个是讲那个戒定慧的慧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性中呢常会照，都有那个智慧来关照。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大部分我们都会精神外放，精神外放就是没有用智慧来关照。所以呢精神出去了，出去以后神不守舍，我们这个身体没有主宰，那个主人不在，所以会有那个过错，会有那个
六贼啊，会来偷我们家宝。那假如说我们信中常会照，我们就会守得很理想。那么自见自身，这个呢是对呢，那个神会问守见不通流。这个守见各位浅显，就是有能见有守见。能见守见它就不流通，就会阻塞。我们在凡尘就是要了解到，要把能守双明。这上处一问说我们刚开始从有为，有为就是有能守，到做到后来无为了就没有能守，还记得吗？记得。所以我们在凡尘就是要了解这个理。当我们开始这个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很生疏，那个时候能守很鲜明。可是呢，只要我们得心应手，巧那个熟能生巧，很巧的时候，能守就双明，没有能守。所以呢，开始或许有讲说我们呢这个台湾有一个高僧跟那个达赖喇嘛在纽约对谈，有没有？都还记得吗？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那个纽约对谈有50几个国家实况转播了。或许也是在马路的那个电器行看那个电视，那个实况转播。那个我们台湾老师一直在发表那个高论，达赖喇嘛就举手。然后我们台湾那个高僧就请他说，他说我可以问问题吗？我们台湾高僧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然后那个达赖喇嘛第2次又举手，然后台湾高僧又请他讲，他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各位就可以想象时间是不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他竟然不知道要问什么。所以或许那个时候就看说，这个真的是行家一身手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我想我讲完了。我有能讲的内容，有所讲的那一些法，能讲的所讲，是不是很鲜明？就是生命那个就是生命。所以这个很细的因为那个主持人他也不懂这个内容，他不判断，他就让那个自己去发挥然后达赖喇嘛第2次他讲那个时候，等到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表现没有三心刚才要问的已经过去了，这样了解吗？那个就是把握当下。所以我们了解到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三心没有就没有思想。没有三心四相，各位浅显，当下眼前所现的这一念，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万年前就是这个念，万年以后还是这个念，高不高？他把整个佛性都呈现在眼前，所以呢不是说记性好不好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在马路边看嘛。那个旁边人在讲达赖喇嘛那遐尼不记忆一时都没记。不是那个是在讲真理。然后他举手发问，人家来讲讲怕等高北无礼貌，那个都不是各位姐姐，那个是很慈悲的动作。来告诉我们真理就在当下。这个是很高的你看那个高僧他还是博士我们台湾那个高僧是博士
佛学博士，他那个达赖喇嘛他是实际的在带领他们那边那整个要追求那个美满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修武都不简单的啦，然后我们了解说在凡尘我们很容易落入冥想，他对这个很高的那个佛理我们都很少探讨。假如说各位先生，我们不解说的话，我们看到他们这样，我们会知道意思吗？真的是不知道了，是在冲下，不了解说里面有那么多含义在，他也没有解说那个达赖喇嘛也没有讲话，就只有这样，他就结束了，没有讲话。所以懂不懂就要看我们自己的修持，看懂不懂。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要实际在生活之中来实现，很不容易呢。你不要有信心的话各位先生容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呢。不过我们要先了解这里不要有过去心，已经过去了。假如说以前被人家欺负我们一直想是不是二度伤害？以前很风光的时候是不是回不来？是不是都不好所以就不要去想过去，要让它过去，不要有过去心。那未来我们也不用策划，为什么？佛性当下记住，那个策划是我们身体现象要用的啦。那我们佛性的本体不用那个策划，因为你的策划赶不上变化，变化很大现象的变化很大。那我们要理解，我们佛性不生不灭，没有这一些东西，所以也不要以未来心来策划，然后也不用你去把握现在心，因为现在不住。我们说现在已经2秒了，就现在又过去2秒了，对不对？他住得住吗？不住。所以三心没有了，三心没有事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没有事相，三心四相没有，已经佛性圆满，整个呈现在眼前。所以我们跟佛一样。那假如说我们有三心我们被三世摄受，我们有过去心，被过去世把我们摄受，给咱诱起来了。我们有未来心，被未来世摄受；我们有现在心，被现在世摄受。三世拢给咱吸起，我们要不要六道轮回？就一定落入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先懂这个道理。说我们有三心，被三世摄受，我们就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好不好？很苦，对不对？我们人这么殊胜都苦了，那何况是三恶道？那个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纵然我们能够有一些福报行一些善事去天道，那天道享福也有期限那享完了以后，又落入了三恶道。修正最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性理心法很重要要明心见性，心明因果不昧，不迷昧因果，见性成佛无疑，绝对成佛。各位信心了没有一定要有要自己培养，自己本身就是佛，身外没有佛。我们那个了了不明的知觉性就是佛。我们一定要很正确的正信调持，正确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然后把那个心要调持。各位会晓得吗？因为我们的心就像那个小龙在走啦，我们不是找方法了吗？有没有？找到了没？
用什么方法？就是用戒律。我们把那个心啊，弯弯曲曲的心意识啊，都不要用。我们用直心。直心呢，从性从我们佛性啊，直接发挥。那个呢叫直心。直心就道场。直心就是我们佛性的场所。所以我们正性啊调持，都呢直心呈现，都没有弯弯曲曲的。因为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啊，大部分都是勾心斗角，都是用那个弯弯曲曲的心在应对所以就造了很多业，就受了很多苦。然后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啊，又耀武扬威啊，有没有？大家在受苦的时候都耀武扬威，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追求真理，明心见性最重要。我们又求到了，又能够呢遇到了最上乘的佛法，实际啊能够修，又很容易做，对不对？容不容易做？哇，感觉很困难吗？我们前道要努力的都很沉重，这个负担家计加重，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在怎么样的苦啊，那个生都不会苦过颜回啦。我们认识颜回吗？他肌肉像干石瓢饮，人不堪其忧了。没有人可以忍受他的生活，可是回不改其乐，他的快乐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都已经得到了，都已经进入所道的轨道，所以那个外境的那个融入啊，都不在意，早死也是死啊，晚死也是死啊，这个是老前人跟或姐说的啦。那我们把自信啊修好就好，把自信修得光明，让它恢复本来，所以这个呢要自己努力的，这个别人帮不得，自己心地好不好自己知道，不好的话一定要把它去掉，那个是要我们自己走路三恶道，自己心地好，你住相了可以是天道。享福啊！可是享福的时候又很骄傲，然后呢，以后那个期限一到了，又落入三恶道去了，所以我们不得求了，那个鼓励呀，社会人士啊，是鼓励他行十善去天道，可是我们修道以后啊，我们是要回归本位。是要回到每一个都是佛，到那个本位，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千百亿法身，就可以无量的到达佛世界，无量的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到达，而且是不可想象的，不只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很小，四大部洲里面的一个部洲而已。我们都没有四大部洲都没有这个认识的透彻。假如说我们能够到北俱泸州的话，那人民的平均寿命是1000岁。我们有看过哪个地方的人民寿命是1000岁？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导师要努力修。我们可以看一看北俱泸州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那个东方琉璃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凡尘的这个范围都是太窄了，那我们呢就是要扩展自己的心胸，努力修持，又很修持的期间又很舒坦。各位先生，
我们在修道的这个过程啊，那个修道的轨道啊，舒不舒坦？会不会晚上呢？这个躺在床上的时候翻来覆去？那个北部前贤老师有跟我说，那个观念的方向念不深很快就睡着了。所以说那个法很好。他以前都是吃安眠药才睡得着的，做了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哇，竟然很好睡。隔天起来精神很好。所以我们了解说正确的方法，我们越做是越快乐。就生活好像在天堂一样。那假如说我们的方法不对了，错误了，然后我们就会唉声叹气。所以假如说自己是唉声叹气的生活，就要检讨说哪个地方出错，哪个地方不对，要改过，越快乐呢才是正确，修道是越来越快乐，那个才是正确。所以这边我们就讲说所见不同流，因为它有能见有所见，就是有生也有对待，这样了解吗？六祖回答呢，说呢自见自知身，所以那个所见不通流啊，跟呢自见自知身，各位有没有那个嗅吃那个味道？有没有？那个所见通流啊，就是已经心朝外，心向外去追求。有能见有所见，然后六祖的回答自见自知身，自见就是从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自己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然后自己知道它是深还是浅，是修的已经够不够程度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有些嘛它轻有无？有没有？那个所见精神外放，自见那个已经是回光返照，已经呢回到本体回来，所以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神秀呢是一方的领导者，那六祖呢是一代的祖师，所以他的问题绝对不是很普通的。现前安尼俩一定有伊亲的所来。那么第二个问题说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无今有有何物？各位贤贤，我们从这句话本无今有，我们100年前有没有？有没有我们有啊，我们100年前就生了是不是本无？今有，现在有了，对不对？有何物？这样知道意思了吗？我们从它文字本无100年前没有我啦，今有，现在有有我，有何物？有身体然后反过来，本有今无无何物？本来有，本来大家都有佛性可是现在都没有把它呈现出来，这样知道吗？本有今无无何物？我们从文字就可以了解说，他已经在讲这个，诵经不见有无义，真是取语密语。我们呢在诵经，诵经呢就是要了解真理所以我们会鼓励诵经功德很大，有没有？那个诵经就是要鼓励大家接近真理，经呢就是真理，然后我们来诵经呢，就会接近真理，接近真理以后就了解到那个真理里面的含义。那假如说呢诵经又不知道不见有无的义理，就是对有跟对无那个完全都不知道。这样各位贤人了解到有跟无吗？
大概又是朦胧的，朦胧很容易见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有跟无啊，我们知道说100年前没有我了，100年以后也没有我了，所以这个都是短暂的呈现。那本来有的，本来有就是佛性啊，那现在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启发它，没有运用，所以呢，本有进入，那有跟无啊，各位浅显，这样了解有跟无的意义了吗？了解了没？蛮重要了有跟无啊，我们一定要透彻了解。所以呢，我们不造业的话，不落入凡尘，就没有现象，没有现象啊，没有我们的身体，这个是最理想。那我们既然落入现象，我们就是要修，我们修以后啊，修正我们自己的佛性，回归到本来，把本来有的佛性啊，已经呈现，本来没有的那个业啊，全部去掉。这样有无啊，那个义理知道了吗？比较了解一点啦，有没有？神会呢说这个诵经不见有意啊，真是呢取履啊更利履，我们取履，然后找履，不知道呢我们本身所取的我们本身所运用的就是我们真不昧的佛性啦，它的那个问话里面那个含义就已经有这个意思在。六祖回答说：前念恶业本无。说我们前念的恶业，我们有没有前念？有啊。各位姐，这个蛮有意思假如说我们把前念把它当成有，那我们这个，请问这个什么心？对，我们刚讲的就是过去心，所以那个前念跟恶业本来都没有，没有，所以我们不要去记在心上，说我有过去什么，我有过去什么，那个全部都不要有，前念恶业本无，来都没有，然后呢？后念呢善生今有，后念就是跟那个前念相对也就是我们这个接下来的那个念就是知觉性我们那个知觉性善生，就是从我们佛性本体那个生花的善，今有现在有，所以我们要把握我们那个了了不明的知觉性，那个后念善生今有，念念呢常行善行，六祖很喜欢念念，念念呢就是一个念接一个念各位浅显什么念？有善就有恶了就两边的所以那个念念就是无念全部念都没有念念，这样知道吗？让我们整个都没有心动念，那个叫念念相续，这样知道吗？就是不要心动念六祖很喜欢用念念来讲说我们保持那个觉性念念呢，然后常行善行。就是所有的我们呢生花的所有一切都是善，没有那个恶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从前面的那个戒讲下来到这边呢念念常行善行那个是呢字面上这样表现出来，可是在我们心中里面是没有对待没有对待的。那么后代人久假如说能够念念常行善行，那我们这一生已经过去了就变成就变成以后的在呈现的时候
那么人天啊，就是人道跟天道，哦，不久啊就可以进入善道了，这样了解意思吗？他讲的六祖讲的没有很高啦，哦，也是讲说在我们六道里面的哦天道跟人道，哦那个是善道，哦如今呢正听五言，哦现在呢说呢神会啊正在听六祖讲话，无极啊本无今有，那我呢本来没有啦，没有出生的时候啊本来就没有，啊现在出生有，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吗？哦，这个比较表面啦，那个文字表面意思啊，我们就可以懂。那么第三个问题，将生呢灭切灭，将灭啊灭切生，不了生灭义啊，所见呢是龙莽。就是呢我们将生呢灭切灭。我们要使它呢，这个生出来的时候，它却灭掉了。然后我们呢，将灭啊，我们要灭掉的时候，灭生了。咱要互伊生出来伊竟然无去，要互伊无去，伊竟然会出来，这样知道意思吗？是不是啊？像我们起心动念卖起心动念是不是让它消失？可是它却生出来了。真正的有时候遇到运用事情来了，要运用的时候，怎么我想不出来呢？要生的时候它先灭掉了，这样懂意思吗？就是这样子。不了生灭义啊，就是不完全呢了解那个生灭的义理，生灭的义理不知道，那所见是聋盲，看到呢。就好像那个聋子跟盲人，那个聋，这个聋各位知道吗？就是耳朵听不见了，盲就是眼睛看不见了，就是耳朵也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所以第三个问题呢，六祖就回答说：将生呢灭切灭啊，令人不直线。我们呢要生花的时候灭切灭，却把我们想生的灭掉。这样的话呢，令我们不执着，不执着呢在凡尘我们固执的个性，我们在凡尘呢都很执着，所以六祖就讲说那一种情形之下呢，就是让我不执着，我们自己那个性分。那么将灭呢，灭切生呢，令人心离见。将灭我们要灭掉呢，它却产生。那么这个情形呢，就是要我们能够心离见，就是心不要住在见，心住在见住相呢就烦恼，对不对？住相以后我们的处理方式就不正确，跟真理呢不相应了，位极离两边，我们没有离开两边，离开生跟离开灭，位极离两边，住除呢生灭变，我们自己要除掉生灭的变，生灭呢我们就要了解到，它都是一直变化。一直生灭，一直变化，所以呢，我就呢，不要住相。这个呢，比较我们能够理解。那么第四个问题，先顿而后见，先见而后顿，不悟呢顿见人心里常迷闷。这个顿，就是顿悟了；见呢，就是见修。然后呢，是要先顿而后见，还是要先见呢而后顿？不悟呢顿见人心里常迷闷，心里面呢常常都会迷闷。那么六祖呢就回答说：听法呢顿中见，我们听受呢这个佛法的时候顿，顿就是马上了解了，顿中见，就是呢。在顿里面它还有那个意义在，
你就要渐渐的去了解顿中渐，然后悟法渐中顿悟法的时候领悟佛法从渐呢渐中要有那个顿所以他呢就讲它不是固定的能够领悟就在我们用心久了以后那个契机一到就会呈现修行呢顿中渐，修行的时候要呢顿中渐，然后呢正果渐中顿，所以那个顿渐那个六字呢全部都把它包含，所以就讲说顿渐是常因是常因常住的因悟中呢不迷闷，只要领悟了就不会迷闷，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要这个一直推崇说顿法也不要一直住在渐法，所以那个顿跟渐都是由我们自己本身去体会体会到顿慢慢体会不到他用渐渐跟顿在我们心中运它时时刻刻交叉会呈现，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顿渐是常因常住的因我们有顿的时候也有渐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要呢固执不要呢住在一个茧里面画地为牢所以顿渐是常因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问题先定后会还是呢先会后定？定会后出，何生为正？是先定呢还是先会那个后跟出就是它排在后面还是排在前面？那么何生为正？是定先生呢还是会先生？哪一个生呢才是正确？六祖就回答常生呢清净心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常生呢清净心，定中呢而有慧我们常生清净心的时候呢定中呢就有智慧。那么一境上呢无心，我们在境就是看得见的那个环境景象一境上呢无心，就是呢不要住在那个境的上面慧中呢而有定慧中呢有定，定慧无先，就是定慧平等，没有先没有后了定慧等无先。那么双修自心正就是定也修慧也修它自然呢心都正确了。我们定多人会昏沉，慧多人会轻狂，知道这个意思吗？那定伤多慧不高定力太强，智慧不够，我们人会很昏沉的。那假如说慧太多，定不够，我们人表现很轻佻、轻狂，知道吗？知不知道？就是很随便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要定慧平均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六祖都会把定慧他把它平均。那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各位同学就是要了解戒定慧有它一定的过程，要从戒我们完成生活那个戒力很重要了。我们没有戒力的话我们感染的那个尘垢就会很深。那我们有戒力的我们感染的尘垢就不多。那感染的凡尘的那个尘垢不多呢我们了解说心就清净心一清净以后定力就有，所以从戒产生定，定力有了以后我们智慧就产生。
那有智慧会帮助定力，定力又会帮助智慧，到后来呢，定慧才均等，这样了解吗？所以要知道那个收的角度啦，六祖是已经到达究竟了，到达究竟的角度来讲啊，定慧均等。那假如说我们还在凡尘要开始修的时候啊，一定要先从戒入手，我们要守戒律，不该想的就不想，把它列入戒律，一想的换戒，你都不想，这样的话，坏的念头已经全部去掉，那个恶因没有了，恶因没有，再接下来都是善，所以我们要先有戒，那个念头先处理好了，再来行为就容易了。我们那个行为一定是我们精神在指挥，这样呢，那个戒都很理想的时候啊，定就有，定力一有了，我们处理事情轻重缓急分得很清楚，这样呢做起事情就呢井然有序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六祖讲的角度已经是修到究竟的时候就会精等。那么第6个问题，先佛而后法，先法而后佛，佛法本根源，其从何处出？这个倒是蛮重要的啦。我们对这一题呢，就是要用一点心。六祖就回答说：收即先佛而后法。在收的时候讲那个讲经收法，收的时候呢，那个先佛，然后呢后来才讲法。那么听呢即先法而后佛。我们听呢就是先接受佛法，然后修正到成佛。那么若认呢佛法本根源，佛法从哪里出来一切众生心里出。所有的佛法都从我们众生的心里出来，所有的佛法都从众生心里出来。各位要记住佛法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本身，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因为这个或许觉得说这一段呢对我们很有帮助所以把它呢这个抄录下来。那我们就打开呢这个六祖坛经。86页，86页那个神会呢那个几世呢六祖不离左右就是到86页那我们接着呢就讲87页。一日有一天呢六祖告呢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知人还是否？就是把所有的这一些呢这个学道者这些徒弟都把他们这个集合来跟他们讲然后呢这个神会就出来讲说知佛之本源这个六祖所讲的这个内容就是知佛的本源就是神会的佛性。了解这意思吗？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就是这个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这样捌无？捌自己的佛性无？所以那个神会真的他是很喜欢出头啦。那个已经那个六祖都讲了没有名字他就讲说知佛的本源。又讲说那就是我的佛性啦。神会他讲他自己那个就是我的佛性。那么六祖呢就讲说向你道已经跟你讲无名无字你变换作呢本源佛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印可印证讲的是对你讲的正确那就是本源佛性本源佛性
哦，这样懂吗？哦，那么乳象去啊，有把毛盖头啊，也只成个肢解中途。那个毛盖头啊，就是有一点成就了。我们这个不是台语讲有这个草堂砍头，就是迄稻草啊起厝无，啊迄个厝的顶头人拢砍叶嘛，啊咱有的较早拢砍稻草，有没有？一辈可能还会知道了砍迄稻草，砍稻草的时阵就是要了解到以往的圣贤啊，他们住的房子都是这个样子啦，他们住的都很简陋啊，因为各位要了解到，我们现在有的都大部分住在钢筋水泥的房子里面啦，又是高楼，所以我们的心呐跟天的心呐有隔阂，那用的那个稻草啊，那个很简陋的东西呀，心呐，我们人的心跟天的心呐就相通，所以那个神动就天随啊，神动就是我们动念头。天随就是天理啊，都跟着，只要动念头，天理都跟着。这样是不是可以成圣贤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住在这个钢筋水泥的里面，尤其在大楼底下，我们拿电晶体收音机啊，我们到大楼底下是不是没有声音了？那表示说我们的心啊，跟外面的已经隔离了，没有通道了。像我们坐车啊，经过山洞，我们在听收音机无声，要出山洞声才够来，对不对？那个就是被那个那个建筑物啊隔离了，隔离了以后，人心跟天心不通，所以现在就很多都住在高楼大厦，然后身体都是人啦。可是心都是什么心？我们讲说衣冠底下就变禽兽了，不知不觉我们都变人心作用，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为非作歹，就是因为人心跟天心隔离被那个外界生活影响。那我们要尽量，假如说是住在大楼，没办法要生活，那我们呢有风险的时候啊，就跟大自然在一起。所以我们要了解，跟大自然在一起很容易跟那个天心相通。所以那个那个原住民是不是都比较豪放？有没有？他们就是因为时时刻刻呢都跟大自然在一起。那因为我们生活环境可能不可能说都是那个样子啦，所以我们就尽量找时间有空间的时候就不要躲在家里。你躲得太久了会这个忧郁症那个不好。我们要跟大自然在一起跟天心相通，所以呢，这边的毛盖头就是有一点成就了。那个六祖呢跟神会讲说呢，这样你以后有成就的话，也只成个知解中途啦。就是能够知道了解。要开创呢就比较没那么这个容易简单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真正的要把佛性那个很深的那个法性发挥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就是要深入要了解要先能够知道整个真理所在，然后呢又能够深入法性这样呢发挥出来，可以利益众生可以自己回归本位。所以这边这个讲到呢那个晨会呢就到这里。那么底下呢诗见知中难问，
六祖呢看到啊，这个之中所有各宗门宗派宗别难问啊，就是艰难的问题呀。这个各门各派啊，它都有那个艰涩啊、困难的问题，嫌起恶心呐，都全部那个嫌啊，就是全部都很讨厌的心呐。那家亲我那都没样，这样了解吗？我们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啊？那拢要亲我拢没样，会不会啊？不会啦因为我们就是有心要追求啊这个金咱拢有法度解开对吧？不相应啊，解袂开啊。然后呢，六祖把他们都集坐下，就把他们都召集来在自己身边然后呢，悯而慰曰可怜他们啊，跟他们讲说我们学道之人啊，一切的善念恶念啊应当尽除。所以各位先贤，这个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啊，叫做万缘放下，知道了吗？都不要有善念，也不要有恶念了，全部都除掉尽除了，全部除掉，叫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么无名可名这一种状态没有名称可以说了名以自性，这样懂了没？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呢，那个就叫自性，懂了没？我们从开始的第一堂课啊就已经讲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自性啊就呈现六祖就明确的把它讲出来我们呢善念恶念啊应当尽除，这个时候呢就叫自性，还能了解没？真清楚对不？或许都没有骗各位啦，真是的真心相待，无恶之性啊，我们这个自性啊，它没有恶是一个绝对的，是一无恶之性，是名啊实性实相之性那个实啊就是不虚，就是不会变不生不灭才叫做实实性。那么以实性上呢建立啊一切教门，在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上面啊来建立一切的教门，这样懂吗？从我们自信来建立一切的方法，让我们都回归到自性。你知不？只要我们能够回归到自性，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这样了解吗？所以84000法门都是要我们成就，要我们成仙做佛我们自己啊就是要努力不要呢心外放，把心收回来就正确了已经呢跟自信跟自信佛在一起自己本身呢就是佛。那么言下辨析啊自见就在缘想言语之下，我们应该呢要自己啊见到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然后自性呈现，我们自己见到，见到了没？敢若有啦，无啥力，有一点怀疑呀，敢是有一点点讲敢是，好像讲哪有遐便宜的，安尼都已经能够见性所以不要怀疑我们怀疑就没有力道了怀疑呀就会怎么样忘了怀疑就颠倒了然后颠倒呢会怎么样
就放逸。放逸呢，赶快找笔记本。找到答案了没？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一怀疑呀，就颠倒，一颠倒呢就放逸，一放逸了我们呢就悭贪嫉妒，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能怀疑呀，一怀疑整个负面的笼罩出来。所以就是要笃定，要正信调持，很重要，正信调持。那么知人闻说呢，总结作礼呀，请事为师，这个呢是我们讲了蛮久的时候呢，才回到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准备在下一个礼拜就把六祖坛经讲完。那后面因为那个第10品很长，现在不赶快讲一点我们可能又讲不完，这个整套的那个那个 DVD 那个 CD MP3 这个不好收拾然后我们又是9月26号开课，9月25号结束。不是很圆满嘛，对不对？又刚好又整套可以可以怎么样？传家宝以后你看这个后代祖孙你改讲你都爱看，都爱修，你就会当幸福了，对不对？可以传家，所以现在家里没有 DVD 没有关系，带回去放着。放着给下一代看，也可以拿给亲朋好友，因为很多啦，我看一看这些那都没人要带，所以你多拿，尤其那个屏东潮州莫几想要等，带个几箱回去，那我们呢就看这个护法品第9，神龙延年上元禄。这个神龙延年西元刚好700年，10年，我们现在呢是2010，对不对？它是700，700年那个神龙延年，则天中那个武则天武则天很好佛法，所以我们一般的印象跟那个他实际的有落差。武则天这个则天就是武则天他那个中皇帝可是呢那个武则天她的权柄蛮大则天中少云朕呢请安秀呢2师宫中供养那个皇帝他讲朕他请那个惠安呢神秀这2个呢这个法师宫中供养，请到那个皇宫去供养万机之暇，就是处理国家的事情还有空暇的时候每就一圣就很喜欢研究这个佛圣研究呢这个佛法。那么2师呢推让云这2位呢就这个推让说呢南方呢有能禅师就是讲6祖慧能禅师密授呢忍大师依法就是在传授那个5祖的那个依法传佛心印都是正确的正宗的传佛心印可请呢那个笔问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假如说有另外有看那个显德传灯录跟五灯慧眼，那么它里面这个也有记载，就是因为慧能他本身就是我们都知道他的长相生得不怎么样，对不对？他说我到皇宫去那一些文武百官一定被我考倒，所以他不去了，他就写信给那个神秀，
说你长得啊比较标致，又比较高啊，身相好看，那个外表那个啊很好看，就请神秀到那个皇宫里面去接受供养。他真的神秀有去啊，跟那个惠安也有到皇宫去，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真正的那个领悟者啊，他不会有那个心结啦，他也不会有那一个那个利益啊纠葛都不会有，所以他还是请他去，说你去的话可以教导他们，他们都会肯听啦。啊，我去的话刚看到我这个形象都已经倒足济去啊，莫讲啦，刚看到就倒足济去啊，所以他就写信啊，拜托那个神秀到皇宫去，这个是不记载在这里呀，因为这个在正式的传承里面没有，那个是另外的。那么之前内侍啊削减辞招呢这个请演宴呢是啊就是辞念呐这个师父上京赶快能够呢到呢京城去教导他们。那么六子就上表啊辞疾，就是表示说我啊身体生病了这个呢宴中啊临路在这个士林在这个比较简陋的地方养病生活不愿意呢到那个皇宫里面去呀。那么薛简他就讲说京城的禅德居于在皇宫里面文武百官他们都很多呢都有在修尤其那个时代啊这个对修道很重视易得会道他们都讲说要能够领会啊这个道，必须呢坐禅习定，一定呢要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呢而得解脱者啊，谓之有也。假如说呢因为坐禅得到呢禅定，然后才可以解脱假如说不经过这样的过程啊那绝对没办法成就了。那么为神师所说法如何不知道六子啊所说的法是怎么样。那么六子呢就讲说道由心悟啊这个道啊从心里面领悟啊起在作也所以各位先生就是要了解道在心悟起在作也前面我们还有这个六子有讲过了说生来啊做不恶，死去啊恶不做，一副臭骨头啊，何为立功课？有没有？那个前面六子已经有讲过这样了。这边呢又明确的说呢，道由心悟啊，起在作也。所以这个道不是啊参禅打坐可以得来的是要我们的心啊去领悟了各位就可以了解说，我们这一年来啊，是不是全部呢都在讲心？那个性理心法全部呢都在讲心境都是从心领悟啊，从心来做各位从心了没有？还是从旧？要从心要重新来做，重新领悟那个才是正确的我们呢不用在这个外表形象去装模作样一定呢要重新领悟。那么经云若言如来若作若恶啊，是行邪道假如说呢我们说如来各位先生，如来是谁？对，正确。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我们自己本身呐那假如说我们讲如来若作若恶就是行邪道。各位先生，如来什么样的形象？
如来哦，没有形象哦，他尽虚空遍法界，就是我们的法身，我们法身呢就是如来哦，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正确的认识哦。何故啊？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呀、这个没有来也没有去哦，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哦，尽虚空遍法界，没有来也没有去呀、既然说没有来也没有去呀、是不是当下哦就已经圆满？对不对？我们生从何来？好，这是公庙了，随便语。哦，无所从来啊！我们100年后去哪里？亦无所去呀、没有来没有去呀、是不是常住？常住就是真心啦，真心常住哦，就是我们法身，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安尼捌袂？一定要了解哦，都当下圆满哦，不缺一毫的哦，一点仔都无欠哦。那会欠就是咱心生出来。各位的心圆满了没？哪个地方缺欠了？所以一定要熏习真理我们真理呢要一直反复的熏习，要一直听听到很熟悉呀、说我们法身尽虚空遍法界，然后常住不迁，它没有迁变，没有生灭它是当下圆满具足我们假如说一直这样告诉自己的话，然后呢正信调止就可以达到了。那假如说我们不听的话甘是甘我就怀疑了，怀疑产生什么？颠倒产生什么？妄意产生什么？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一怀疑了就颠倒，一颠倒就妄意一妄意了就无明，一无明了就悭贪嫉妒了那我们你看负面的都跑出来了都怀疑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讲嘛这个老人家放东西放到已经忘记放在哪里看到隔壁小孩都一直误会一定是那个小孩子偷我的东西，对不对？越看就越像那个小偷脸都出来了。等到他这个东西一发现以后是我自己忘记放在这里的，这个时候再来看那个小孩怎么小偷的脸都不见了，好可爱你看我们的心一产生怀疑那个整个脸都变化了。我们看人会不会这样？对，都是会这样。我们都主观意识很强认为人家怎么样就把它定位，定位了越看越像越看越像当我们了解到自己不对的时候再来看对方怎么都不一样了我们自己会惭愧啦所以就了解说完成了不能有怀疑我们呢这个尤其修好就是一定要很诚心诚实对待的诚恳的做事李祖师告诉我们3个字：诚恳坚，对不对？诚心、恒心、坚心，一定成就的啦，怎么会不成就？绝对成就。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没有来没有去，叫做如来。如来都没有来去是常住真心，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相信
相信了没？这一次比较有力道的，相信的。那么无生无灭啊，是如来清净禅。我们了解说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无生无灭，那个呢就是如来的清净禅，就已经在禅定之中的，唔免个坐啦，都已经清净了，清净禅。那么知法空寂呀，是如来清净咒。所有万法，知法就是很多的法，全部呢都是空寂呀，它都虚幻不实在的。那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叫如来清净咒，所以在凡尘我们应对啊，万事万物，知道呢它都是虚幻不实在。我们要事来则应呢，事去则见，这样就是如来清净咒。这样会了没？一定要这样来行持。那么究竟无证啊，岂况咒也？到究竟，就是最顶点的时候啊，无证。为什么？因为回归本位啊，我们本来就有，佛性呢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呢，不用做，我们那个做啊。或许也不是说反对了，你假如说整天都很累了，做一做恢复那个疲劳也好了，不过躺下来万年放下更快，那个恢复得更快那么简约这个薛简呢，他就讲说弟子回京啊，祖上必问，那个武则天呢跟中宗皇帝啊一定会给他问，验师啊慈悲，指示啊。心要，那个心要，就是我们那个很重要心法要点，所以呢，我们也是要抓到那个心法的要点。那么传咒啊，两功，就是武则天呢跟中宗皇帝，及京城呢学道者，那个文武百官，那么譬如一灯呢，燃百千灯。一灯呢可以点燃百千灯，明者啊皆明，那个呢暗的明全部都光明的，明明啊无尽，这样呢它的比喻啊也是蛮这个理想。可是呢六祖就讲道无啊明暗，这个道呢它没有明也没有暗，明暗呢是代谢之意，有明。就没有暗，有暗就没有明，所以明暗它是代谢，代谢之意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有讲，讲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问舍利佛啊，说那个千年暗示，那个暗示已经已经千年了，那个就讲我不愿意离开，那佛问舍利佛说他可不可以做到？能做到吗？舍利弗说，只要你一点灯他那个暗一定要离开。千年暗示虽然住了1000年，他不得不离开，对不对？各位先生，他暗跑去哪里？跑去哪里？所以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那个接下来说好既然你灯一点了，暗不得不跑，暗跑去哪里呀？你现在唔知，是走去倒？所以那个叫去无去处，那个明啊，一点灯啊，那个明从哪里来？又是来无来处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真理来无来处，去无去处就是常住不迁。那常住不迁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常住不迁。所以明暗都没有关系，明我们佛性也在，我们佛性也在，它不受明暗的影响。这样了解吗？时时刻我们佛性都在，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不受性的影响，它是常住的，不变化。
明明无尽啊，亦是有尽啊，相待立名，那个相对待啊，立下来的名称啊，所以我们了解落入啊那个文字名相都是虚幻，都是假的，都不真，它相对待立名，维摩诘净明经啊，就是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呢，里面有讲说法无有比呀，就是法不能相比呀。各位贤贤，我们在凡尘假如落入啊那个相比的时候啊，我们的烦恼很多，对不对？这个夫妻跟夫妻之间相比，你看人伊拢翁仔某感情才好，咱啥你拢无对我好，比不比啊？还真的比啊！所以我们不能比啊。这个法无有比，一落入一比较小孩子而已。你看人拢读第一名，你哪会读去上尾名？哇，这一下子这个小孩子可怜了。所以不能比，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生活，要让它自由发挥，所以法无有比呀。无相待故啊，就是没有互相对待，法没有互相对待，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它没有互相对待。佛性有没有对待？凡尘的现象有对待佛性没有没对待，所以法无有比，这个法呢就是佛性本体。那么歇解呢，他就讲。说明比喻啊智慧，暗比喻啊烦恼。修道之人，倘若不与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的生死啊，凭何处理？这个是我们一般这位人士的这个观念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六祖呢就讲说烦恼啊即是菩提，他把那个根源这个指点出来，烦恼。这个烦恼谁生发出来？佛性嘛，对不对？所以佛性它能够生发烦恼，它就能够生发菩提，对不对？所以烦恼即是菩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角度啊，我们一定要知道，烦恼即是菩提呀，那是从根源来讲。那假如说呢，我们众生呢，把那个烦恼生出来的烦恼，已经进入那个烦恼的内容，那个不是菩提的那个是恶法，善恶的恶法恶法。因为我们一进入到烦恼的内容，我们会去行为，去行为的时候一定造业，造业就要受苦。这样了解吗？在讲烦恼即是菩提它是讲根源。讲那个生发烦恼的根源，那个根源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能落入那个现象，落入呢烦恼的内容，我们生发念头的内容，那个内容我们按照内容去做绝对不行，恶法，这样懂意思了吗？要知道袂使死在文字底下。了解吗？要以后人家已经烦恼的那个现象里面住得蛮严重，你还跟他讲说烦恼即是菩提，烦恼即是菩提。那个呢，叫做不识时务啊。无二无别，那个烦恼跟菩提无二，就是一啦。就是已经讲到佛性。那么若以智慧破烦恼者，此是二圣见解。所以六祖就讲说用智慧来破烦恼，安尼就是迄个二圣，就是讲小圣啦，就是讲咱凡世间修的真那个小圣佛法
不是呢那个高的佛法，就是一般呐，凡人的那个见解，羊鹿啊等机，羊啊拖车啦，甲鹿啊拖车，伊有法度载足侪物件无？咱人若去你甲，伊拖车，咱人若去你甲坐，伊拖会行袂？拖袂行所以就爱牛车来拖啦白牛车来拖较理想所谓白牛驹啊，就是形容说我们能够度化众生，可以度化众生呢到佛地。那么上至呢大根啊，悉不如是。上至大根呢，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先前就讲说如何呢是大圣的见解，什么样呢才叫大圣的见解？六祖就讲说明与无明啊，凡夫见恶。明跟无明就两边啦。凡夫呢已经见恶，那么智者了达其性无二，就是明性跟无明的性，它没有二啦，是一，这样懂意思吗？所以相跟性是差很大的相跟性，知道吗？相显相像我们这个凡人啊，有乾道有坤道，是不是相？然后我们性啊，是不是一样？乾道的性跟坤道的性是一样的所以假如说问呢观世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在我们中国就会讲说是女的，然后在印度就会讲是男的，到底是女的还是女的？都不是，都是因为它可以呈现男的，可以呈现女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现是一个绝对体，然后现象它就有相对了我们了解相是虚幻不实在，变化无常，可是性不生不灭它不会变化的，所以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那个没有二那个性就是实相之性，那实相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呢就是实相之性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实相。那么实性者此还于而不减我们凡人处在凡人这个状态之中都是形象是凡人，可是我们的那个实相之性不减，没有减少在玄圣而不增在呢这个已经证悟的那个玄圣呢它不增加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增不减我们一般呢都会想说福家观咱众生真低，都会高推圣境自居悲屈，会不会？一般呢都会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本身就是佛这样呢激励我们自己激发我们自己努力的恢复我们那个自信的光明这样呢就回归本位。那自烦恼而不乱我们要了解那个实性实相之性呢就在烦恼，但是不乱，因为知道那个烦恼都是假的不真，居禅定而不急自在禅定之中呢它呢不落入那个极昧，也就是不会进入那个如如不动，不断呢不长我们呢那个实相之性呢不断呢不长，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呢极其内外就是没有内外，没有中间不生不灭，性相如如性呢跟相都如如动，常住不迁所以我们要了解常住不迁就是我们那个相之性，
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名之曰道，这样呢就叫道，所以很广，那么切简，他就讲，师说不生不灭呢，何意啊？外道，说呢六祖所讲的那个不生不灭啊，那跟外道讲的好像一样，然后六祖呢就回答说，外道呢所说的不生不灭者，将灭呢只生，把灭啊，只生，那么以生来显灭，生啊来显灭，那么灭有不灭，生说不生，所以外道的那个说法比较着重现象，底下现象来讲，那呢我们了解说呢，在道之中呢，它着重在没有形象，所以没有形象我们要了解到，像我们所造的业啊，它没有形象，可是很实际的，会推我们到凡尘来接受果报，所以我们现在啊在凡尘啊，都是呢在接受果报，是我们以前所造的业，现在呢接受这个环境啊，来折磨。各位受不受环境折磨？要不要去忍受啊？还要心甘情愿不甘愿也要受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啊，这个一切都是业力的呈现那个无可奈何像我们这个上次啊所讲我们呢要报冤险啊，没有？有没有听进去了？就是那个针对啊我而来的那一些不合理的现象，那个就是我们以前不合理对待人，现在不合理对待我，所以我们就要欢喜心甘愿受，把那个业啊了掉，了掉以后啊，就他走他的路，我们呢走我们的路啊，互不相关，就不会再一生坎坷啦。那假如说不甘愿，不甘愿也要处理啦，处理了以后我们会再依照，因为没有了，业没有了，所以第二次啊我们还是处理，心里又不甘愿，是不是没完没了？那一生之中是不是完蛋了？怎么样过都不会如意的。那假如说我们欢喜心甘愿受，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这个不如意的事越来就越少，过的呢就会很理想，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定呢要自己呀，努力。我说的六祖呢就讲说，不生不灭者啊，本质无生。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它本来就无生啦，今亦啊不灭。所以我们所生的各位我们现在啊这个身体呀，是众缘际会，众缘机际呀，而现的生相借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身体呀，是众缘机际，很多因缘际会在一起啦，借我们用的，我们呢，用到一个时间以后啊，都要还给天地。所有风土啊，众缘际会就有用，都要还的啦，所以这个众缘而生，缘际则生，然后缘散就灭了，这个生灭啊是身体的现象，我们的佛性啊它不生，所以也不灭，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的佛性啊不会生，也不会灭，不生不灭，所生所灭啊。是我们身体，身体是借着天地的物质，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出生啊，就是很多因缘，我们自己本身造的业，跟父母啊结的缘，然后就在凡尘现象，一生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要去了业，把业全部了光了，我们就恢复这个本位。可是我们在了业的当下，我们又要造业。所以就没完没了。本来我们只有欠一点点，起心动念一点点啦，超5角就好啊，欠5角的我们到凡尘来要害5角，结果害到起码超欠5亿，
欠了伤济吼，赖皮都无爱害。这个天地之间它容不得你赖皮的，你欠偌济就是要害偌济。除非我们研究真理，了其业障本来空，透彻了解真理，没有业没有障，这样呢，都全部不用还了，最殊胜的啦。未了还一还数在，没有了解真理，你就要去害济。所以或者都一强调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易时果报还速收，有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能做的就是不能做，要把它用戒律戒掉，全部呢不犯。那好的我们做以后又不记在脑海，把它抛入虚空，进入法界，这样就能够升值得，懂意思吗？我们只要做好事记条条，会变福报啦。福报来好唔好？唔好啊！我们不是在凡尘都追求福报吗？比较来讲，我们接受福报的话，现象呢很享福啦。可是各位浅显，我们在现象享福的时候造业是最快。你看即马钱讲话按啥对不？摇摆对不？你看伊以后要做啥？即马若做摇摆，以后要做啥？候鸟，不是在天上飞的吗？很高傲啊！我们要拿望远镜去看。那个小骄傲的去骄傲了，那个比较容易看到。处处条小骄傲，那个是比较多了。我们修道就是不能有，不能有骄傲，骄傲呢造业，造业就要受苦，所以我造，不造那个业，所以我们了解呢，我们的佛性它没有生，是我们的身体现象，我们没有修的话，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主宰不了。我们的佛性本体，没有办法主宰，所以现在会变啊，业杀业力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现象所以我们谈的话，那个很传神呢，贵心有没有？贵心贵一个心有没有？咱要贵什么心？我们要过什么身我们归本位，不够深的，不管够什么深都不理想，对不对？我们尽虚空遍法界，走路我们那个法身，所以我们了解呢，本质无生，机密无昧，这个真理所在，跟外道不同。外道呢讲现象，就是讲真理，所以六祖呢说讲所以不同，外道，如若呢一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所以各位浅显，这个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就是万缘放下，是不是都一直在强调万缘放下？所以或许讲的没错了，绝对是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才得入心体，已经进入清净的心体，就回归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湛然常寂，那个是原始状态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叫做湛然常寂，然后感而遂通，有听过吗？对。我们回到本位的湛然常寂，然后呢，妙用恒沙，我们能够回归到本体以后那个呢，佛性修正以后的佛性的功能作用就妙用恒沙，一粒沙有一个作用，非常多的功能作用，我们都可以把它发挥出来，可以利益众生。
这样知道吗？你哪拢伫咧看圣经啊？是那么急着要走呢，还是急着要问问题啊？是想说这个中秋快到了嘛？我们再讲一下啦，我今后礼拜讲不完。这个歇蒙子这个子教呢，恍然大悟理辞啊，归阙就是回去呢那个皇宫了那个表奏啊诗语就是用那个奏文奏表啊，向呢那个武则天呢跟中皇帝啊报告。那么其年9月3日有这呢讲谕啊诗曰诗词啊老疾就是六子说这个年岁大了都有病了为政啊修道这个皇帝啊很会说好听话这个朕呢就是皇帝在称他自己。那么国之福田国家的福田。那么失落呢静云啊这个六祖呢就好像维摩诘居士静明偷己啊披也那个呢维摩诘他也是这个偷己啊说在那个皮那个皮呢是一个城啊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一个地方所在。那么他呢就在那个地方呢示现也一样呢在那边说他生病了那请佛派呢那个弟子啊菩萨去探病。那么阐扬大乘啊那个维摩诘也是在阐扬这个大乘佛法，传之佛心谈不二法就是唯一的不二法，最上乘的。那么歇简传师子受如来之言歇简回来以后有讲说呢这个六祖有告诉他这个如来的知见。那么正积庆积善的一庆示众善根这个皇帝呢对佛法也很这个有心呢研究。那么执师出世呢顿入上正感和师温鼎在无疑就是很感激这个六祖，并奉呢摩那呢袈裟及水晶钵这个皇帝送的赐呢少州刺史修饰事宜誓师就义为国文寺焉。把那个六祖住的地方呢皇帝呢赐他一个名称叫国文寺所以这个也都是蛮这个历史上呢确实都是存在的。剩下有10分钟了我们就给各位问问题。可以有问题吗？刘讲师，好，请说。这边有先写一个问题闭着眼睛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不知何故老是有一道泥巴浮现眼前，最近则一片天空浮现眼前。请问这样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可以吗？一片泥巴。一道泥巴。开始做是一道泥巴浮现眼前，那现在是一片天空浮现眼前。这个你妄想心太浓厚了。做法是可以正确的，就是不要去注意那一些相。你去注意这个篱笆，注意天空就已经是攀岩了。这个攀岩跟万缘放下相违背，所以一定要放下，再放下。看到什么都放下，才叫做万缘放下。这样会做吗？好，还有吗？好，请说。好。第一个问题，佛性是污染即不得，
修正及不符，若是写修正及不符应，若是写修正的这个字，它特别把它标出来，既不符应该是不对吧？因为佛性原本很正，清净具足，不生不灭，不动摇，而且能生万法，不需要修正。因为凡人多不认识自家佛性，所以要修持正悟启发他。只有是心其性不符合真心佛性，才需要修正。请问佛性不需要修正，对吗？他这个观念应该要把它融会了。佛性本身是染不得，为什么？因为佛性本身没有形象，没有形象你再怎么染，就好像我们要把这个虚空画上彩色怎么画都画不上去所以那个佛性本体是染污染不得。那为什么说修正即不污呢？因为我们呢，既然落入凡尘，有形有相，就是有业。那既然是有业就是佛性已经沾了污垢。那沾了污垢我们就是要把这一些污垢去掉。所以修正即不，修正就是修我们的脾气毛病我们在凡尘所有的一切不合真理的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要修的所以我们也了解说那个习惯性里面佛性里面很多都没有了，可是我们已经养成是一种习惯性尤其最不容易修的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众生众缘而生的念头。然后我们念头非常多所以他只要说能够了解到佛性是光明，那起不起心动念？没有念头了吗？真正的道没有念头那个才真的可以说修复了自己的佛性，恢复光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修到越高程度的时候那个修正就越困难。那出前的行为那个都容易啦。我们要呢不为非作歹，那个都是很容易。要到呢心里面的做功夫那个起心动念你不要起心动念就是无明。无明就是造业。既然有念呢，就有业；既然有念呢，就有众生。众生没有度尽自己的众生没有度尽，成不了佛的。还有吗？这个问题，有讲师说修道人是超越现象，请问各种流行病疫苗是否都应该要去打预防针？像SARS、新冠、流行感冒、牛皮疫等，该多针都要注射。把这么多死掉的细菌输入身体，何况这些疫苗大多不是长期研究验证产品。再说感染也都是有因果关系，所以说到底是否该打这种流行病预防针？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到，不要钻牛角尖我们修道呢是越简单越自然是越好当我们台湾发生那个SARS的时候那个时候或许是7天1个礼拜有7个地方要讲课。一出门那个坐车都要写单子只要我们那个车上有一个人他有SARS我们都要闭关就要关起来所以或许就写了一大叠准备上车就给司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打预防针，也没有什么需要，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一方面呢，当然我们不是那么的就是自以为是可是一方面我们不用太逃避这一些自然法则，也不要自找麻烦这个不需要的时候就不需要不要说什么都去打，什么都去打，本来没事一打了就有事了不要自找麻烦。修道越简单越好越简单呢越接近我们坚定的佛性不要呢自找麻烦。好，你说。
好，做得了。有讲师，那后学有会去看那个有讲师所给我们的读书的资料。对啊。那最后面有一些这个理想因子嘛，那后学因为很少接触到想请教有讲师。好，你说。他分别提到有空观、假观、中观。好。那后学是想问说，这个中观是不是这个中道观？啊，对对对。它跟空观有什么差？空观哦，它就是全部都是关照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假观哦，就是我们凡尘的这一些假象现象。所以那个空观叫做真谛，假观叫做俗谛，还俗俗谛。那个中观都是把它综合，真观跟假观把它合起来，我们去处理的。我们也不偏离佛性本体，也不偏离社会现象。我们把佛性本体跟社会现象两个合起来，合起来应对是真正的那个中道，都不偏一边的，不偏两边的。空观真谛，全部都是佛性本体。假观是俗谛全部都是凡尘现象。中观呢，刚好是中道中谛。这样了解吗？还有吗？还有2分半，还有问题吗？我们修道就是要了解到在我们这个现象之下尽量从心地去做功夫我们的心地很重要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一定要记得住万念放下。假如说我们能够呢进入到兴奋之中，连在睡觉做梦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万念放下，万念放下。那个睡梦之中那个呈现的语言也是一样，在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已经就进入我们的潜意识我们进入潜意识那个做出来的功夫我们会进步得很快，而且只要你做这个功夫，你早上一清醒过来，精神饱满，绝对非常舒服那个很多的疾病都会消失所以会很理想。好，请说。想咨询一下，那个后来工作可以听 MP3，但是我们工作是要专心的做。那我听 MP3是会分析，那这样好，请说。最理想的时候当然是专一啦工作的时候专一工作休息的时候专一休息然后我们呢听这个真理的时候专心听。不过后来导师发现这个只要我们一开始听真理导师好像催眠很好睡本来睡不着的一听了就睡着了。假如说做的工作需要专一，你又在听的话，那样呼吸对我们有伤害，没有帮助所以不要做这个事专一就是专一，工作就是工作最容易修。虽然你没有在听，可是你专心在工作，已经就在修道了。这样了吗？好，请说。阿弟。林老师你好，我刚刚听到你说没有因缘不会起心动念，那这个因缘是业的因缘还是在相的因缘？好，你请说。我们要了解这个起心动念它的那个来源一定是由我们周遭经过的事情已经呢映入我们眼，然后呢耳朵又听到声响，然后呢又心里面以前有经过的事
很多忌讳，众缘忌讳在一起，让我们起心动念，是不是众缘积聚啊而现的生相？众缘积聚，然后产生念头，它不是单一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单一的还好一点，就是呢这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个一定是幻想世界啦。那幻想世界跟我们那个起心动念有一点差别。幻想世界幻想世界浓厚，它容易写文章啊。那我们起心动念，那个是在完成处理事情，所以那个来源的那个角度不同。这样有印象了吗？下课。各位点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劳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讲这个最后一品主户，这个主户品就是叮咛交代今天的9月25号，我们去年的9月26号开始上第一堂课，刚好呢，今天是1年，我们1年呢，把这个六祖坛林今天就会最后一品呢讲完，刚好1年。回想呢，1年来各位都非常努力很精进，都能够进入状况，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都能够启发，都能够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努力的进入修道的轨道，有没有这样啊？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我们就开始呢看这个主户品第10。是一日呢犯门人六祖有一天就把那个门人徒弟呢法海自成、法达神会自常、自通、自彻、自道、法真、法如跟他们讲说如人呢不同于人说你们跟大家都不一样五昧度后各为一方师，就是一个地方的老师啦，就是领导领导呢一个地方。那么五经呢教汝说法，六祖呢说现在教你们怎么样来这个说法讲说呢这个佛法不失呢本宗，就是禅宗怎么样来修道。那么先行呢及3科法门动用36对，出没呢即离两边，就是不要呢住在两边，出没的时候都离开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讲一切法的时候不要离开呢我们的佛性底下呢就讲说夫有人问汝法出于尽双，讲出来呢都是相对，皆起对法来去相因，究竟恶法尽除更无去处。这个来跟去两个就是互相的把它呢对掉，就是去掉，也没有来也没有去，所以恶法呢尽除都除掉两边的除掉两边以后剩下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那么3科法门则这个3科法门就是因戒日，因呢就是五因色受想行识五因五蕴这个五蕴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那么路就是12路外6层，色声香味触法，内6门，眼耳鼻舌身意所以这个12路
就是根入尘，尘入根。我们平常呢假如说是止动的话，是根入尘。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进入六尘，那个呢是根入尘。那我们在没有直观意识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外相，那个叫尘入根入，六入，它加起来有内有外，就12入，这样知道意思吗？这个是蛮表面的啦，文字表面，入12，有六根六尘，尘入根，根入尘，知道意思吗？这个不相应，再想说一次，我们根入尘就是眼睛看到形象，这个眼根已经进入色相，这个叫根入尘，根入尘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耳朵去注意听声音，那个耳朵是根，然后呢，声音是尘，根入尘，这样的知道意思然后尘入根就是形象，我们没有直观意识，没有去想看什么，可是形象跑进来了，跑到我们眼根来，眼睛看到了，那个叫尘入根，这样知道吗？所以那个都是我们在凡尘生活之中应用，不是尘入根就是根入尘，就是有12个。那我们背这12个就是左右，我们被它这个控制然后就这个造了业，都受苦。所以我们要透彻认识这个12入。那么六尘这个六根六门呢就是六根，然后六识这是18界，界都是18界，3、6、18，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3、6、18，所以我们呢讲说这个18层地狱18层地狱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所造下来的业，然后我们进入18层地狱。那我们呢要避免进入18层地狱就是要认识六根，认识六尘，然后认识六识，3、6、18全部了解，然后我们不被它左右，不被它制服，然后我们18层地狱就不用去了，这样了解吗？还是不要去的好了要去的话就要去度化众生。这个地狱的众生在受苦，所以容易度化。这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个是要度化他们不是造了业去受苦的。我们众生呢，造了业去地狱受苦，那个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呢，这个18界，自信呢能含万法。我们自信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包含凡尘的所有一切。不管是万象万事都在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之中，所以包含一切万法呢都在我们自性里面所以叫如来藏含藏那我们念藏也可以宝藏，如来宝藏。那么名含藏是含藏了所有的一切漏起这个思量即是呢总是，假如说呢我们起这个思量，就是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各位先生，假如说是八正道的正思维那可以没关系思索我们怎么样呢行为是正确那不会造业啦。可是起心动念大部分呢都是我们自私自利。那么在自心我们起心思心的时候那个都已经呢业因形成，所以我们呢要脱离凡尘最重要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没有念头了，念头都没了，我们就不用呢在凡尘这个世界，就是不用在凡尘有形象。所以呢重要就是对那个3科那个五蕴
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啊，不要运急运量。我们运急啊，色受想行识啊，就一定要来。结果我们一定会呈现来凡尘。那我们都酝酿的都没有的，不运举啊，色受想行识啊，那就不会落入凡尘。对啊，我们了解说，在生活之中啊，我们那个酝酿啊是很厉害。尤其啊这个年岁差不多了，结婚了以后啊，这个多多少少都会酝酿那个怨埋怨。各位有没有结婚后啊有没有埋怨？这个是坤道多呢还是乾道多啊？这个坤道的埋怨多呢还是乾道的埋怨多？还是两个一样多？都会有埋怨。所以这个怨啊，就是要马上解开了，不要让它加重程度。加重程度会变什么？对了，就是恨。怨就恨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各位有没有产生啊？没有啊，这么理想，就可以解决那个怨啊，都可以把它解开。所以怨愤恼怒烦，这个都是毒。那我们酝酿假如说在凡尘啊，太浓厚的怨愤恼怒烦，那我们凡尘的时候啊，很多呢都不敢跟我们接近啊，因为一接近了以后啊，哇，那个怨愤恼怒烦整个都呈现。所以这一生过去了以后啊，下一生再来会变什么？确实就是毒蛇。我们看到毒蛇怕不怕？很怕所以自己啊不要酝酿那个怨愤恼怒烦。那个在凡尘人家都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然后下一次啊我变成毒蛇了。所以不要。这个很好用啦。这个当怨愤来的时候啊，就想说我不愿意变毒蛇，那个怨愤就会消失了。那个普里有道经就曾经这样说，这个说我下一次啊绝对不当毒蛇，所以我绝对不怨愤。人家再怎么欺负我我都会笑笑的，好不好用？很好用所以我们告诉自己，下一次呢不当毒蛇所以一定不要怨愤恼怒烦。所以我们不要呢这个起思量转世啊。我们了解呢我们那个第八的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啊它会转成呢我们前面啊前面的第七识，第四呢就是末那识，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啦。然后潜意识再转给我们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那个叫转世啊，转成前面的六个意识。那假如说我们这个从第八的阿赖耶识啊，然后转到第七识的时候，末那识，末那识啊就是取代的意思比较深的，我们皱起眉头在想的那个都是第七呀。第七的末那识，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把它转成阿摩罗识。阿摩罗识叫做无垢，没有污垢了，都是清净。那没有污垢啊，就是已经正佛的果位了。可是我们就不愿意啊，把那个第七啊转成阿摩罗识，我们都转成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是不是这样？很习惯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太久，转得很习惯，就转成前面的六识。六识都是一直在变化，都生灭不停。所以我们从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啊，造吃很多的业因，然后我们才一直受苦不断，才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个真理，说原来呢我阿赖耶识第八的阿赖耶识啊，是我们佛性本体那呢它含藏了三恶种子
所有累世的善恶啊，都含藏在第八识。那第八识呢，它呢落入凡尘以后啊，就转到第七。第七以后啊，很自然呢，就转到前面呢，眼耳鼻舌身意6个，给6个用，所以6个啊都依赖第七末那。第七的末那依赖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含藏了累世的善恶因果。那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啊，第八识一直酝酿，一直熏习这个佛法所以我们呢这个阿赖耶识之中啊，那个佛因啊就种的已经很深那成佛只是早晚一定会成就。那假如说我们不这样子去修持那我们都在生昧，都在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做功夫了。那个功夫再怎么做都是生昧修正不成不管我们修了多久，几生几世都不会成就。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道理不要呢这个转世转到前面造业的那个方向去了。那生6世出6门见6尘，如是18界一从自性起用全部都是从我们自性起用。那么自性若邪不正，邪呢就是不正起18邪，自性呢若正起18正若恶用即是众生用善用即佛用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有主宰请佛性出来当家，我们用呢善用佛用。那么用呢有何等有自性有从我们自性里面有这个呢是先把那个3颗稍微的这个讲解。那么底下呢都讲说对法那个相对的方法外境无情的有对没有情事它是石头树木那一些无情的有5对天与地对天地，日与夜对日夜，明与暗对明暗，阴与阳对阴阳，水与火对水火。所以呢这个外境就是无情的有5对，天地日夜明暗阴阳水火这个有5个的对法。那么此是5对也这个六祖呢详细的讲内容。那么法相的语言有12对法相语言，语就是我们讲话以法对有以无对，有色呢以无色对，有相呢以无相对，有肉以无肉对。这个肉各位浅显在我们解说成中文的时候叫做烦恼肉就是烦恼，有肉呢就是有烦恼，无肉呢就是没有烦恼。然后我们在实际那个说里面有肉就是精神外放无肉呢精神不外放。我们精神外放的时间多呢，还是精神不外放的时间多？这个不好意思说了大部分呢我们都是精神外放因为我们精神外放所以就当众生能够回光返照都是成仙做佛所以要学习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时时刻刻呢都能够回光返照都能够把精神收回来。精神收回来我们就不用吃很多营养品那个吃的东西就可以减少。那假如说我们精神都外放要补给很多营养要吃的很多了那个老一辈的就讲说我们这个很会吃的人干那些龟在啉咖啡，有没有这样讲是比较不雅啦不要好听可是就是这样一直吃一直吃吃不饱那个就是精神的外放
然后我们假如说精神内收啊，回光返照，然后我们消耗的能量啊，就不多，就会在我们体内淤积呀，我们体内有能量了以后啊，我们了解说，那个全身的脉络啊都会通畅，通畅呢，这个身体的毛病啊就减少，所以呢很有活力呀，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精神不要外放的，对我们帮助比较大。那么色啊，以空对，动呢以静对，切呢跟轴对，凡以圣对，生以熟对，老以少对，大呢跟小对。那么此事呢，这个12对，就是法相语言呐，有12对，这个六祖呢，教这个弟子啊，那个讲说的那个内容。那么自性起用有19对，长与短对，邪跟正呢对，痴呢跟慧对，愚啊跟智对，乱跟定呢对，慈悲呢跟毒啊对，戒啊跟灰对，直跟曲弯弯曲曲对，实啊与虚对，闲与平对。那个阴险啊，跟我们的那个平心平相对，烦恼啊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慈悲与害对，喜啊与嗔对，舍与谦对，这个谦呐，就是我们几仙集怕你找事业感，不肯布施啊，那个叫谦，谦吝谦贪。进啊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呢与色身对，化身呢与报身对，此事呢这个19对，这个我们自性啊起用有19对，那么师言六祖就讲，那么此36对法，总共呢全部36对法，若解用，能够了解，能够运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经法都贯穿，就已经都包含在36对里面。出入呢即离两边，我们进出啊就离开两边，两边呢善恶，所以我们凡夫见恶，就是两边。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呢之性啊即是实性，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出入的时候啊，就离开两边。那么自性啊动用，我们用呢这个自性动用，供人啊，这个言语跟人家讲话，外一相的离相，就是外面在形象啊，我们要离开形象；内一空啊离空，在我们内心里面啊，就是要离空。若前着相，我们呢这个住在形象啊，即长邪见。我们的见解啊都不正确，若前执空执着，那个空呢就是顽空，即长无明，就呢增长我们无明，我们要了解说，所有的业啊都从无明来，所以我们无明要去掉，执空之人啊，执着空的人，有谤经啊，诽谤呢，这个佛经，直言一直讲。不用文字，他呢执空了以后啊，就讲说不用文字。那么既然讲不用文字啊，人意不合这个语言，他说不用文字，我们也不要跟他讲话了。这个讲话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我们讲话就是文字的那个发挥作用，文字相。那么又云这个迟到呢不立文字，就讲说这个真道呢不立这个文字。那么即此不立2个字亦是文字，也是一样文字。那么见人所说呢，辩己帮他言着文字，人家讲了就呢说人家呢着在文字，汝等呢悉知六祖跟着一些一方的领导者讲，说你们要知道自迷有可，
哦，自己迷昧呢还没有关系呀、只有一个人哦下地狱了，哦，他又谤佛经，哦，又呢毁谤佛经，那么使这个听的人呐、他呢也产生对那个佛经不恭敬，所以呢不要呢谤经不要毁谤佛经，毁谤佛经的罪过非常大，要进入那个无间地狱那个受苦没有间断，罪障无数，那个罪障呢非常的多，若着相以外而作法求真，假如说我们在外面的形象已经着相了，然后再做法求真，或广利道场，说有跟无的过患，说有的不对地方，说无的不对方。那么如是之人呢，累劫不可见性就是再怎么久，他都没有办法呢，见到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人心佛经，但听呢依法修行，我们就是呢要按照真理，按照呢佛法来修行，又莫呢百物不施，而以呢道性自爱，所以这个百物不施，道性呢就自爱。我们那个道性非常活泼玲珑，所以不是阻塞的，不阻碍的，所以我们百物不施的话呢，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不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的功能非常奥妙，要用若听说不修，令人呢反生邪念。假如说这人呢什么都不用修的话，那会令人产生不正确的念头，依法修行，按照呢最上乘佛法来修行，各位会了吗？会不会按照最上乘佛法修行？会了怎么修？太好了，就是这样开始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先把佛性启发，启发了以后我们呢要把它培养，让它茁壮长大，那我们就可以产生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可以使我们了了分明，那个真理都透彻，这样呢就正确的那个修道轨道了，不是这个什么都不做的。什么都不做会变什么？不错，会变顽空。所以我们呢这个很进入状况，很理想。这个无志向的法师，就是我们要这个无志向，不要住在邪相，然后呢要用法师呢来救度众生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法师才有办法救我们的慧命，灵性慧命那个就是法师才有办法。所以法师救人是无限的那财师都有限量我们那个用钱财都帮助我们这个现象之中呢这个改善一点生活而已，没有办法呢让我们脱离苦海。那法师就可以可以让我们脱离苦海，所以我们就是要追求最上乘的先把那个内心深处的我相去掉没有我相我，各位先贤，我就是谁不会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怎么不会呢？都没有信心哎呦要被搞呀都会这样想所以我们要了解，先给自己肯定不是有这个我们之前讲那个心灵还是信心灵，不是有正信条子吗？有没有？我们要深深的记在脑海正信相信什么？对，相信自己就是佛条子呢？
就是把我们的佛性啊，哦，就是率性而为，我们率着自己的佛性来做，哦，让我们那个性啊，都是直心调止啊，把我们的心调止，因为我们在凡尘啊，哦，用的心啊，都像那个小龙，弯弯曲曲啊，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我们心有没有直的时候？有啊，什么时候是直的时候？有，不错哦，有。什么时候？啊，有个无去啊，就是我们第一念啊。哦，我们花痴哦，对万象、对万事的第一个念，那个就叫直心啊。只是我们的直心哦，会吃亏，所以很快转念，很快哦加料，加别的东西进去，所以哦直心就不见了，因为直心会吃亏，可能各位都有用过直心啊，有吃过亏，所以以后都不用，对不对？不对呀。所以我们了解说慈心确实在我们生活之中呢很容易见到，就是那个第一个那个第一义啊，第一个不要转一转了就不是了一加料就不是了，所以我们都会有说我想看卖，那个想看卖慈心就无去啊啦，迄想看卖就无爱吃亏啊啦。不爱讲亏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就是要耗掉我们的浩然正气，容易用聪明，用聪明就不吃亏了所以我们了解说直心是很容易见到，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把它培养，所以我们要正信调止，那个小龙要怎么让它止啊？对，就是戒力呀，就是不可以转念，不可以加料，戒力呀，容不容易？倒是有一点不容易的黑龙要叫家己去吃亏的，较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无住相法师让我们呢都可以脱这个苦海汝等漏悟六祖讲说你们都能够领悟的话，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那么依此做，按照这样来说，按照这样来用，按照这样行持，按照这样做即不失本宗对禅宗的修持方法都已经能够把握。若有人问汝欲有人问你真理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有跟无两个一对起来以后，各位先生一相对了以后是有还是没有？这个蛮正确的。因为有跟无一对了以后咱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就正确啦，讲出来就无正确啦，讲有嘛唔对，讲无嘛唔对所以都不讲了，就已经对了，就已经回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了，它是绝对体，没有有也没有无，你有了解不？所以很有意思那么问还以胜对还跟胜相对还落入一边，胜又落入一边不还不胜又是什么对，又不要回答所以这边刚好都不回答最正确了，因为全部没有了没有还也没有胜已经都对掉了该对到拢无去
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两边的全部把它去除。说两道相因生中道义。有两道就是两边互相产生就会有中道的义理出来如一问一答一问一处做，全部都按照这样做，即不失理也就不离开这个真理。设有人问何名为案？什么叫做案？那么回答。明是因暗是言，明末则暗，以明来显暗，以暗来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这个之前我们就有讲说来去相因就成中道了。这个千年暗示我们不是有讲吗？一灯能破，对不对？那个暗那个暗示说，我住在这边已经1000年了，不愿意离开。可是只要你一点灯了以后它暗不离开不行啦。各位浅显，暗去哪里？这个气无去处啦。明从哪里来？对，就是来无来处。所以这样呢，这个来去相因，这样了解了吗？来跟去它互相成一个因来去相因就成中道了。既不是明也不是暗，不是明不是暗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啦。这样知道了吗？大感都出来所以这边六祖呢跟徒弟们讲的时候我们也就了解到整个答案都呈现。这个明来的时候没有来的地方啦，暗呢去的时候也没有去的地方啦。既然没有来的地方，没有去的地方，它叫做常住，常住不迁，唔免搬啦，唔免搬厝，唔免搬所在。常住不迁是什么？就是佛性啦，对啦，就是我们佛性常住不迁。所以成中道义。那么疑问悉皆如此，汝等以后传法，依此呢转向教授，勿失宗旨。就是不要呢失掉那个禅宗的那个旨意。那么师于太极元年任子元和7月，就是西元713年。现在多少年？210，对不对？这个时候太极元年是713，西元713年，命门人往新州国温寺建塔，并令这个处工赶快把它完成。那么次年714年夏末夏天的尾巴落成。那么7月1号呢这个集图这个众曰5至8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悉呢相问，为汝后疑令汝这个迷尽，就是迷昧已经没有了，不迷了，全部都领悟了。无漏气后无人教汝。这个六祖讲说。假如说已经呢一归空了以后无人甲你教都袂晓所以今嘛有疑问爱赶紧问。那么法海等文呢悉皆涕泣这个就是有声叫哭，无声叫泣。各位曾经有哭泣过吗？大概都会有啦就是人嘛这个难免都会有。这个涕泣这涕就是流鼻涕咱在哭拢会流鼻会不会有？还很感伤这个又流鼻涕呢，又这个哭那么唯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这样神会怎么样？
留给各位想象空间。诗吟六祖就讲说神会小施啊，我们要了解这个受戒，受那个250个戒以后啊，假如说还没有到10年，还未满10年，叫做小施啦，还没有进入真正的那个状况，所以就讲神会小施。这个却得呢善不善等，就是善跟不善两边都平等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好不好？毁誉啊，不动，被人家毁谤跟被人家称赞，他都不会动心啦。我们会不会动心？我们保证都会啦。这个毁的话很生气。义的话很高兴，都一定动心，所以我们要学，淡泊。这个毁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说，我又没有吃什么，这个称赞的时候就想说，我又没有得到什么，所以毁誉啊，都不在意啦，都不要挂在心上，哀乐啊不生，不产生哀乐。两边对待都不产生，那愚者啊不得，剩下的人，这一些人啊，他都没有到这个状态。4年山中呢静修合道，在山中呢修这么久了，怎么都还没有进入状况？这个子啊在念他们，如今啊悲去啊，为忧阿水啊，是咧为什么人这个欢乐？若有无啊，不知去处。无啊，自知去处，就是说他知道呢，他要去哪里。无若不知去处啊，终不啊欲报于汝。假如说不知道的话，不会事先跟你们讲。汝等悲去啊，盖谓不知呢无去处，就是呢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若知道呢无去处啊，即不合啊，悲去。法性呢本无生灭去来。所以我们了解这一句啊是重点所在。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那个法性本来就没有生灭，没有生也没有灭，也没有去也没有来。汝等呢郡众，这个六祖啊跟他们讲说，你们大家都做好，吾以汝啊说一句，名曰呢真假动静句，就是真假动静。那么汝等呢，诵取此句啊，与吾异同，就是呢跟六祖的意啊都相同，依此啊修持，不失宗旨，那个中的修持方法，都正确。那么众生呢咒礼，请师呢咒经，句曰，句语啊就讲，说一切啊无有真，我们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没有真的啦。一切都是假，所以一假一切假，全部都是假，凡尘都是假。假的我们要不要住下？假的我们要不要烦恼？假的我们要不要动心？我们现在都会说了，真正的遇到事情的时候，那个都很要，不是不要了，所以真理啊，真的要熏习让我们很熟悉到呢真正的了解以后，真的一切无有真，全部都是假。金银财宝啊，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带得了多少？竟然1毛钱也带不走，那不要争。这个心肝咧伤爱啦，无要安怎生活，所以此话就不好说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凡尘事啊都是假的，没有真的啦。所以我们这个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心里面啊尽量都保持啊，那一种那个真空状态，都是呢不在意。得失呢不放在心上，那么不以见于真啊，不要把那个假的就看成是真的。我们凡人都这样的，
把凡尘的景象都是看成真的，所以才很烦恼，才处理事情啊，会造了业因。那假如说我们知道都是假的，假的啊，我们就呢不在意，不会造业因。若见于真者，是见啊尽非真。假如说我们把假的都看成是真的，那么这一个见解啊就已经不正确了，全部都是假，全部都不真。若能呢自有真，这个呢就讲到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我们呢自有真啊，只是说没有形象。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我们自己都有。可是这个有啊，就是要体会，要领悟啦。各位有没有真？一定要切实的去掌握到真，就是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啊，那个了了分明，那个知觉性啊，就是我们啊，本来面目，那个就是真。成佛就是他在成佛，所以一定呢要认识，绝对要认识，用那个不生不灭的心啊，修不生不灭的道，那个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这样了解了没？一定呢要启发哦。那么离假即心真，我们离开呢所有的假，心啊就真了，那个真心啊呈现。所以即心啊即佛，我们呢全部的假都离开，离开假，然后呢，我们的真心就呈现。那么自心呢不离假，我们自己的心啊，都不离开假象，这个导致我们六道轮回很久以来啊的习惯性。都认为啊是真啦，都不离开这个假，都把假当真，无真呢何处真？没有啦，那个假都是假，不会变真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看，看现象啊，一直变化，变化到后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不见了啦。不是到后来都不见了吗？所有万象啊，到后来都不见了。或者都讲啊，我们这个盖的房子啊，那个钢筋水泥啊，很坚固啊，可是它的寿命才100年啊，100年以后呢，危楼不能住，危险的，要拆掉，对不对？是不是又不见了？所以都不见了。凡肉入现象。不管是长，不管是短，它一定都会不见，都会消失啦。这样了解吗？唯有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没有形象不会消失，没有形象永远都在。这样了解吗？因为它没有形象啦，所以不会毁坏，都永远都在。我们就是要培养永远都在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我们一培养出来了，我们证悟了，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可以到无量的佛世界。所有的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到达。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的宝佛世界，那个北方我们倒是比较少去说它的名称啦。所以呢，一切啊，都呢这个是假的，不要把它当成真。有情呢，即解动。有情啊，就是有情事啊。我们众生呢都是有情，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众生，连那个所有啊动物啊，它也都是有情。那么有情呢，就解动。了解呢，到这个动态啊，所有一切呢，我们都了解。那么无情啊，即不动。这个无情啊，像那个石头，像那个树，这一些呢都无情。无情就不动了。若修不动行啊，我们修这个不动行，同无情不动。假如说
安尼坐禅坐甲拢点点袂叮当吼，六祖就讲，迄吼甲石头甲树啊拢同款，肉密啊真不动。假如说我们要找到呢，真正的不动，真的如如不动，然后呢动上啊有不动，我们这个动的身体上面呢有一个不动的，是谁呀？对，就是佛性我们动上有不动，那个呢如如不动呢，就是我们佛性非常的奥妙的圆满不动是不动的，无情啊无佛种假如说石头跟树木啊它呢无情，就没有佛的那个种子。善能分别相啊于第一义啊不动就是善能分别相啊，就是了了分明我们能够呢了了分明，可是呢在第一义啊不动究竟了义啊第一义我们在第一义的时候呢不动，如如不动呢就是第一义究竟了义这个呢我们要努力呀我们开始时候啊先了解佛性本体慢慢的进入啊法性的那个深处就可以到达第一义究竟了义啊可以到达。但作如这个如此见啊，即是啊真如用我们这样来这个行持就是真如啊已经呢呈现作用，报之学道人这个呢报告所有要学道的人，努力啊悉用意就是我们很努力的来修持就是要用意啊要用我们那个立志相的那个志向。各位有没有立志向啊？立什么志向？成佛那很好就是要立志向要成佛跟六祖一样，唯求做佛不求一物要再立的话都要度化众生要呢度化众生，使众生都成佛那个就很重要莫以大圣门切持生死志不要在大圣这个佛法的这一个修持里面执着我们生死的智慧所以我们了解生死就是生灭在生灭生灭的智慧里面用心是用错心所以我们呢不要呢这个执着生死，而且呢我们启发了佛性以后已经呢离开呢这个四大所有风土，离开我们这个身相已经呢跟虚空合在一起，叫做真空妙有已经呢真空妙有，身体这个生死就不关佛性的事所以身体没关系还给天地所有风土，那我们就已经呢超越了就已经呢走入整个宇宙虚空，跟虚空合成一体了。若言下相应其共论佛意。假如说这个讲能够呢相应这个相应知道了因为或许花姐说为什么各位这个下午2点到4点就是午休午睡的时间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大家都不会打瞌睡？就是因为我很会问各位就想说我不知道又要问什么所以就专心的在听我要问什么对不对所以就没爱困不过或许不是有鼓励这个你想打瞌睡的时候尽量享受，因为打瞌睡不会做梦，打瞌睡不会起心动念，是不是进入朦胧状态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见到佛佛会呈现给你看所以你就尽量享受我们了解说这个呢相应的言下呢相应，就跟他讲佛意就是他也很有心追求那这样呢相益得彰，能够呢大家互相勉励。若实不相应
伊就想有直直要趁钱吼，拢要着重还尘事啊。你跟他讲他都听不来合掌令欢喜，就是不要收了，因为你在收他会诽谤，那诽谤佛经罪过重。我们不要这个我不杀佛人佛人为我而死啊，所以不要害他造罪，就不讲了，合掌令欢喜，所以各位姐姐，那个合掌很有意思的，或者都一直讲过我们这个右手做的事啊，左手做的事啊，都是还尘事，你一合掌了还尘事没办法做了，都把还尘事啊放到背后。然后一合掌了，都把良心掏出来，所以合掌就有背尘和觉，还尘放到背后，觉性也拿出来。各位有没有那个感觉？双手一合掌了，是不是表示把心掏出来？所以那个很善，很那个善的动作，我们呈现一个很善的动作。他假如不听了，我们合掌令欢喜。那么此中呢本无争，这个呢禅宗呢没有那个争论，争呢即失道义，争的话呢就失掉了那个道义，执逆争法门，自信呢入生死。假如说拢无爱听真理的话，一直要甲伊争到尾赢，那个这个修争唔捌输啦修输唔捌赢，都一直要争我们一般人都会有那一个执那个执拗所以我们不要落入那一种现象。那么十徒众呢闻说记仪普皆咒理，并体思义各个摄心。所以这个摄心是蛮重要收摄我们那个心让它能够专一。那么依法修行更不敢争，乃至呢大师不久注释。那么华海上座呢再拜问曰：和尚入昧之后依法当复何人？所以这个各位姐姐，这个问的人这个为什么问？这个就是他想要继承因为他是大弟子想要这个继承，所以呢就问六祖说，这个入昧了以后这个依法要付给谁？十曰六祖就讲说武夷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超入流行，所以我们这一本这个六祖坛经就是华海他所写的啦，是六祖交代他做，他本来是想要去接受依法、依钵跟佛法，结果六祖交代他，你抄录六祖坛经，这个呢目曰华宝坛经就是这个六祖坛经。那么汝等守护地相这个传授。就是要把这一些所讲的这一些佛法都要呢这个地相传授，度之呢勤生要度所有的众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按照这样呢都叫正法。那么今为汝等说法，不护其一就是呢为大家呢说这个上乘佛法，今呢那个衣钵已经不再传了，该为汝等呢信根成熟，就是信根呢都已经够了成熟了，绝对无以堪任大事信根成熟，这个蛮重要的。各位信根成熟了没有？可能还怀疑说，可能也未啥熟的款。要了解到这个要相信自己本身呢就是如来信根呢一定要成熟。
南继先祖达摩大师呢复授呢几义呀，一不合传，就是达摩有交代据曰吾本来之土，传法救迷情，就是达摩到我们中土来呢，要救我们这东土的众生，一法开五业啊，结果呢自然成，就是已经呢度了有五位。那么师父又子呢又讲知善知识啊，汝等各个尽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呢种子啊，那个种子，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很不容易达到了，就是那个华严，华严就是种子啊，佛的智慧，这个种子须达呢一相三昧，一显三昧，要达到呢一相，一相三昧，三昧呢就是正变，然后一相，就是万象都变成一相。那一相，各位浅显，一相是什么？不是有讲过吗？万象都变一相啊！一相是什么？又是佛像。一相就是无相了，一相就是无相，没有形象，万象呢都变成一相，一相呢就是无相，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啊，我们就进入正变，一相三昧，然后一显三昧，就是纯一直心啊，全部啊都是一直心一显，正变三昧。若于一切处啊，而不住相，以彼相中呢不生真爱啊，亦无取舍，不念利益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相三昧，是一种状态叫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成一直心，不动道场，那个如如不动，真诚净土。此名一行三昧，所以一相跟一行，若人具二三昧，假如人已经具备这两个，这个一相三昧跟一行三昧，两个三昧，如地啊有种，好像地啊，我们有那个种子啊种下去了，含藏长养，成熟其实啊，就可以有那个果实呈现。一相一行呢亦复如是，我今呢说法有如实矣，好像那个刚好缺少雨水的时候啊，就呢下雨了，这个普润呢大地。那么汝等佛性啊，必知种子，亦知呢三暇，须皆呢发生。那么成五持者啊，皆获菩提。按照六指这一种宗旨啊，一定呢可以得到菩提。依五行者啊，定证啊妙果，一定呢可以证悟啊，那个佛的果位妙果。那么天五具曰，六指呢又讲具于心力啊含诸种，普于啊须皆猛，顿悟啊华情矣啊，菩提果自成。所以按照呢我们正确的修持方法，一定呢可以成就。那么师说偈语啊曰，其法无二，这个法没有两个，只有一个，就是呢都要我们成佛。那么其心亦然，心也没有两个，只有一个，是真心，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其道呢清净啊，亦无知相，这个道啊清净，没有形象。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呢这个凡尘的所有现象啊，都是假象。真正呢我们佛性，那个是没有形象。汝等慎悟啊，观境啊即空其心，不要观境，以及呢不要空其心。此心啊本净，我们的心啊本来就清净，本来就没有沾惹污垢，无可取舍。我们这个要取啊取不得，要舍也舍不得，无可取舍，各自努力啊，随缘好去，所以弟子呢要这个大家呢都各自努力。
那么尔时啊，徒众呢这个奏礼而退。那么大师7月8日啊，呼谓门人曰：吾欲归啊新州，汝等呢事理啊周急，就是船叫他们呢赶快整理那个船。那么大众呢哀流啊甚坚，诗曰：知佛出现啊，由是啊涅槃。这个佛一出现呢，一定呢会啊这个显示啊这个涅槃有来呀必去无来都去，理义常然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无此咸海贵必有手众曰：师从此去啊早晚可悔。什么时阵啊会当个转来六祖就讲叶肉呢归根，来时啊无恐叶肉啊归根，它来的时候呢就不会啊像现在这么多话，就是不会讲话每个在讲那么又问曰：正华眼长啊传复何人？六就讲：有道则得，无心则通。有道啊就得，然后呢无心啊就通。然后我们要了解那个无心的心啊，就是凡尘6根对6尘产生6识啊。这个3、6、1、18全部都不用呢心就没有了啊，无心啊就通了就可以通了，了解意思吗？我们都一再解释那个无心啊就是真心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无心则通。那么又问后末有难佛这个以后啊有没有那个灾难？六祖呢就讲吾灭后啊5、6年，当有一人啊来取吾手已经呢这个灭后死掉以后5、6年，有一个人要来给我斩我的头壳所以这个六祖呢能够事先知道那么天武记曰这个六祖就讲说头上呢养亲啊，口里西餐，那一个要来取我的头的人啊，就是呢他的家里面啊有父母亲要养就是啊嘴巴要吃饭他就是为了钱，所以呢才要来取那个六子的头就是受人家的那个利用啊提钱请伊来斩六祖的头斩去不是要侮辱，原来要去斩去供养啦，了解意思吗？怎么好像都很惊讶？他要取头也是要拿去供养啦，所以那个心导致我们想一想不知道什么心讲啊这个人斩头回来要拜很奇怪所以义满之难啊，那一个来斩他头的人啊，他的名字啊就是满，有一个满那么杨柳啊为官，那个时候地方官呢一个姓杨一个姓柳就是在办这一件事。那么又云六祖又讲武器呀70年，有2个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宣化，建立啊5宗就是建立的修持方面的禅宗法门地气啊伽蓝就是建造寺庙啦那个地气伽蓝就是用起寺庙啦起那个咱咧修道的这款寺庙昌隆法慈啊就是把这个修持的方法要把它呢推广所以我们呢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啊，有参差讲这个永嘉大师的正道歌有讲这个耳根圆通，然后有讲那个传心法要，然后有讲信心明，有讲心明，这个呢都是在那一个时期啊那个修持的那个风气啊很盛。那我们借的那个
很盛的那个修持的那个时机啊，来讲说这一些修持法门，对我们帮助啊会比较大。另外呢，这个来说的话，比较支离破碎啦，没有那么专注。所以我们就在六祖坛经刚好那个很兴盛的修道时期呀，来说，这样比较适合，所以才会讲的这么久，有1年之久。那么问曰：谓之呢，从上呢，佛祖应现以来啊，这个传授几代，愿垂啊开示，那师引六祖呢就讲说古佛应世啊已无数量，古佛应世啊已经呢，这个太多了，不可计。那么今以七佛为始啦，过去啊，庄严觉，我们了解过去啊叫庄严觉，毗婆尸佛，尸气佛，毗舍夫佛。那么现在叫做玄觉。各位先贤，以前那个庄严觉啊，有1000位佛，这个是讲已经是后面的那个3位啦。那现在玄觉一样有1000位佛。那现在到我们弥勒祖师才第5位啦，不要过足济有还995位啊，很久。然后我们这个玄觉一过去以后啊，还有一个叫星宿觉，天上的那个星宿，天宿啊，星宿觉一样有1000位佛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时间啊，没完没了，足久的，非常的久。那么玄觉积流身佛，基那含摩尼佛，迦摄佛，释迦文佛，那我们现在弥勒祖师，弥勒祖师这边没有记载，这个呢视为7佛。那么释迦文佛所传摩诃呢，迦摄尊者，那个就是这个我们了解，前面那个佛是掌天盘，那后面的佛，后面的这个尊者他是掌道盘，这个西方呢28代，东方前18代，后东方18代，所以我们整个掌道盘就是有64位啊，这个祖师掌道盘，刚好呢无极生太极，生2仪，然后生4象，然后呢生8卦，相中相凑864，到我们佛老师啊，就是最末后第64代掌道盘，所以我们老师才讲说末后一早，要我们徒弟啊帮老师办理末后一早，有没有？从我们老师以后，那个就没有再传道了，那个都是教化劝善，所以以后没有了。到老师最后，说在后面再接那个都是骗人的啦，在书里面没有，无迄个60个啦，64上已经上圆满结尾啊。所以个讲个落去迄拢咧骗人的，我们不要去相信，这个有这个秉承的，真正的可以这个考据的，从那个迦摄第1代，阿难第2，第3呢桑那和修，第4优婆提多，第5呢提多迦尊者，第6呢密遮迦尊者，第7波西密多尊者，第8呢佛陀难提真者，第9佛陀呢密多真者，第10利真者，11呼那呢夜奢真者，12明大士，13呢迦毗摩罗尊者，14龙氏大叔，15迦那提波真者，16罗诃罗多尊者，17僧伽难提真者，18
切耶舍多真者19，鸠摩罗多真者20，折耶多真者21，婆修盘陀尊者22，摩奴罗尊者23，何罗勒尊者24，狮子尊者25，婆舍斯多尊者26，布鲁密多尊者27，波罗多罗尊者28，菩提达摩尊者29，慧可大师30，生灿大师31，道信大师32，弘忍大师慧能师为33。他把那个后东方到第6子呢，他把它加起来就呢加到33。那么从上呢知足各有秉承汝等向后地代流传物令物所以这个掌道盘都有那个可以考据的不是呢我们凡人称的就算那个是我们上天指派的。那么大师先天2年癸丑岁8月吃3日，以国温寺呢斋白，谓之徒众曰：汝等各一未奏，无一汝别。那么华海白猿和尚呢留和教化，令后代弥人得见佛性。六祖呢就讲说：汝等谛听后代弥人若是众生即是佛性；若不是众生呢，万劫密佛难逢。所以这个各位先生六祖讲这个话呢，导致我们一般比较少研究了。说呢，若是众生即是佛性。所以这边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落入凡尘就是因为起心动念才落入凡尘有形象，然后借着天地的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那我们知道水有风土是没有知觉性然后我们佛性是没有形象，佛性没有形象，然后水有风土没有知觉性。那现在我们落入凡尘，就刚好2个汇合，没有形象的佛性进入没有知觉性的水有风土所以水有风土便有知觉性，然后没有形象佛性竟然我们可以看到四天圆动，这样了解吗？所以六祖站在这个角度来讲，若是众生即是这个佛性，这样了解了吗？因为我们是众缘际际而现的生相，叫众生。那若是我们认识众生，认识了是众缘而生。所以呢，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观察衍生的道理。若见衍生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各位有印象吗？所以我们见到衍生，见到因缘相继而生，已经见到衍生，就是已经见到法，见到法就是已经见到佛。所以我们从我们这个因缘际会而现的这个身上，我们只要不落入偏重于现象，不偏重水有风土，不偏重我们身体那个感官的那个接受程度我们全部都把它放在不生不灭的佛性上面。那这个时候我们修正就已经到达世间相常住了。各位先生这样听懂啊？或许会说听懂才奇怪。为什么？因为这个蛮深的程度若见衍生见到因缘际会，然后产生形象。等于我们见到衍生是没有形象，
只是我们看到它的那个变化情形，看到变化情形一样没有形象，所以我们见到这一些衍生都没有形象，那个是见到法，见到法，就是已经见到佛，见到佛即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形象，真正的见到如来。你听有无？像唔敢应。这个是详细说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过若有所见即是邪见，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能所，没有形象，真的见到如来。安尼捌无？这个详细说了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到真理就是这样子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生灭，没有对待没有形象，已经真实的见你如来。那假如说我们有所见，哇，看到那幅叫庄严的，那个叫邪见，因为它是生灭，它不会常住的。伊予你看的就无去对不？是不是全无去无去，那是不是生灭？生灭我们要不要追求？就是不要追求生灭。那我们真正的见到自己如来，就是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真的什么都没有，真的真实的见你如来。好不奥妙？所以我们追求心理心法很值得的。这个晚上睡觉都会偷笑的。一定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了解说，若是众生即是佛性。众缘寂寂而生呢，就是已经知道了见到衍生，见到佛性。若不是众生，假如说不认识，那万劫这个见佛难逢。就满掉，就是非常久的时间不管几生几世都找不到了找不到佛。那么五经呢，教如是自心的众生六祖呢就讲说呢，要呢教呢这个所有弟子认识自心的众生，见自心的佛性看到我们自心的佛性。那么欲求见佛但是众生。我们要见佛，就是认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我们众生迷昧了，我们本身就是佛了。现在各位清醒了没？都清醒了，所以已经呢不是迷佛了。那么非是佛迷众生。我们要了解不是呢佛迷众生，自信落悟。我们自信领悟了众生是佛，领悟了众生都是佛。所以只要我们领悟了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就已经是佛了。一定要肯定唔能够怀疑。敢是那敢是咱拢无伊所以不要怀疑，自己就是佛。自信若迷佛是众生。我们自信一迷昧了，那个佛就变成众生了。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已经都唔知影那个就变成众生。那自性平等众生呢是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自信都是平等，不管身份地位自信是平等。身份地位有千差万别，可是佛性全部呢都是平等。所以我们了解自信平等的众生呢是佛，自信呢学显佛呢是众生，汝等心若呢选取。我们众生呢那个心弯弯曲曲都是呢叫选取，即佛在呢众生中一念平直
就是呢，我们把那个直心呈现出来，即是众生成佛。那么我心呢，自有佛，是佛是真佛，所以我们的心就是佛，那自己的佛就是真佛，若无佛心何次求真佛？我们自己假如说没有那个佛心的话，那么要到哪个地方呢去求真佛？就是求不到了。所以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自己本身已经就是了。如等自心佛，更莫呢无疑就是绝对不要怀疑。我们这个上了1年这个时间来了，慢慢累积对我们自己那个自心就是佛产生了信心，然后慢慢坚固，有没有这样对，所以一定呢要在这个自心上建立，本身呢就已经是佛外无一物而能建立外面没有，全部呢都是我们的真心皆是呢本心这个心生万种法是我们的本心生出万种法故经云心生呢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心一生了以后种种法都产生，心灭呢种种法都灭凡人的善恶所有一切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五经这个留一记遗如的北名呢自性真佛记，后代之人呢视此记忆自见本心，自成佛道所以呢这个六的又留这个句语句曰真如自性是真佛所以我们这个真如自性真如我们那个如是我那个如真如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真如，所以真如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真如自性就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网。三毒是什么？对，就是贪嗔痴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凡尘最毒的就是贪嗔痴啦那我们就是要离开这个贪嗔痴不贪不嗔不痴没有贪嗔痴没有邪见有邪见三毒是魔网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做魔网邪迷之时魔在色邪迷的时候那个魔在我们的身体那个色就是房子啦我们灵性自在身体就像自在房子一样所以呢邪迷的时候魔在色，正见之时佛在堂我们正见的时候那个佛就在我们天堂所以我们了解说要呢保持这个正见各位浅显，正见是什么？又很不好用这个简单的语言把它呢这个描绘出来这个正知正见正知就是三际心不可得正见就是不执着一，不执着义，义一个田在一个共，那个义不执着一不执着义，这样了解吗？大概是还不了解了这个不依不义我们了解说凡尘很多呢这个现象都是这个样子不依然后不义，三际心不可得，导致印象比较深刻了，有没有？这个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我们呢把那个三心都能够这个去掉去掉三心三世就不摄受，三世不摄受呢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呢这个三心是害我们最厉害的尤其年岁大了都会生活在过去的那一些情景之中
那个就是一直啊，在脑海里面起心动念，所以会把事的那一些呀，那个缘呐、因缘都汇合，然后我们遭遇啊，会很坎坷，所以要了解到年岁一大了以后啊，最忌讳，就是不要做回忆过去的事。因为我们这个可能会去跟这个年岁大的那老人家这个聊聊天呐、然后我们都会听到那个倒带，有没有？因为每一次听都一样，都会倒带给我们听呐、所以那个都是生活在过去的情景之中。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那个遭遇啊就不会很理想，会把那个以往累世的一些造的那一些业拉来，然后我们接受果报，所以我们年岁大了就要学习应先先呐，会晓做，会晓做应先先无？规工拢无代志啊！好不好啊？规工拢无代志，读课嘛拢无代志，应先先，最好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三心啊不能有，所以这个正见很重要，正见之时啊，佛在堂，这个佛呢就在我们天堂。那么性中呢，邪见啊，三毒生。我们性中啊，性问之中有邪见、不正确的见解，那个贪嗔痴呢，三毒就产生。即是呢，魔王来注射，就是魔王已经到身体里面来了。正见呢，自除啊三毒心。我们有这个正见啊，自己啊会除掉那个贪嗔痴，那个呢，我们佛性里面没有没有贪嗔痴。魔变成佛啊，这个真无假，所以我们没有那个贪嗔痴的时候啊，那个魔就变成佛了，就呢真无假，法身报身啊，即化身，三身呢本来是一身，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三身啊，本来就是一身，肉相呢性中啊，能自见啊。即是呢，成佛菩提因，我们向呢这个性中，自己呀来见到，见到法身、报身、化身，都能够见到，就是呢成佛菩提因呐，法身呢就是我们真心佛性本体，然后报身呐，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然后化身呢就是我们行为。我们行使出来的那个呢，都是化身，就是我们一生，我们要向自己的那个性分之中呢，来自己见到，本从化身呢生净性，我们呢从化身，然后呢产生清净的佛性，净性呢常在化身中，我们那个清净的佛性呢，就常在呢我们化身之中。就在我们行为啦，所以我们的行为都是利益众生，那个呢都是清净的佛性所呈现。那么性使化身呢行正道，我们的性呢使我们的这个化身能够呢行正道，当来呢圆满真无穷，我们呢就一定会证悟。证悟呢，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这样呢就圆满真无穷。隐性呢本是净性因那个隐性，我们要了解那个隐，我们会走路那个隐的现象那个呢就走入那个黑暗。那假如说我们走入那个性隐性呢跟佛性它是一样的。相是不同，性是一样，这样知道意思吗？那个产生的那个因素我们要了解到，
一住相了才会啊有那一种喜欢男女做爱的事啦，就是走入相。那你走入性，走入佛性以后啊，它本来啊就是清净，本来就是一体，没有相对待，没有男，没有女，所以要求在我们性分之中啊，求男女相是不可得。各位浅显，我们的佛性是男的还是女的？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是男的也是女的，对不对？所以它不是固定的。我们为什么会走入啊？那一种男女做爱的现象，这就是住相，住在形象，然后心就是已经邪见，不正确啦。那假如说我们一走入啊，佛性之中，佛性是没有对待，没有男女相。所以没有做爱的事，所以也没有那个淫那个事情发生，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隐性呢，本是啊净性因一般呢我们比较这个没有这个去研究也比较这个不敢去开口去问。那么持淫呢，即是啊净性身我们持掉呢那个淫现象啊。就是净性身，我们呢清净啊这个佛身，性中呢各自啊离五欲，我们性中要离开那个五欲，这个五欲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感官眼耳鼻舌身对的色声香味触，眼啊对色，耳对声，鼻啊对嗅。然后呢，身对触，嘴巴呢，各位浅显，我们嘴巴对什么？不是有讲味吗？就是喜欢吃啊，我们喜欢吃什么啊？可能我们这个在场的都已经亲口了，所以不会贪那个口味。现在因为整个这个环城社会啊，那个炸鸡排啊非常这个流行，所以一吃了以后那个胖得不得了，而且都讲那个外国啊把那个生长激素都呢这个打入那个所有我们那个吃的炸鸡排里面，然后我们吃到身体里面啊，在身体里面一直生长所以就非常胖，一个人差不多变2个人的分量。南部好像比较少看到那么胖的北部非常多，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跟我们生活环境呢是有关系呀。那生活习惯性蛮难去改变的所以我们呢性中啊各自啊离五欲，就是离开我们那个感官眼耳鼻舌身的刺激呀。所以或者都讲说这个男士们啊一赚钱了以后就会这个去找那个回分泌花粉味道。花粉味道就是那个化妆品嘛，对不对？那什么人在用化妆品？都是坤道们所以或者都讲说那个晚上要洗掉啊，要睡觉的时候要洗掉那个又蛮贵的，拿来磨一磨晚上又要洗掉，很浪费不要磨又不要洗那个最好磨一磨就是要诱惑男士们就是要怪啦所以我们呢这个性中啊各自啊离五欲，离开这个感官的刺激见性呢刹那即是真我们见性见到佛性，刹那之间就已经呢是真今生呢若遇顿教门
今生我们遇到那个顿教，这个呼吁自性，见是真，我们已经呢能够遇到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已经见到我们世界最珍贵的，世界最珍贵的是什么？就是佛啦。我们自身就是佛啦，所以本身就是世真。不敢承认了。想一想说，是自己释迦牟尼佛我们都会这样想可是是我们自己见到自性就见到世界最珍贵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若意修行密咒佛，我们要修行密咒佛不知何次泥求真不知道呢要从哪个地方去求真。若能呢心中呢自见真，我们心中自己见到真有真呢即是成佛因。所以我们那个一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就是成佛的因很重要不见自性万密佛。假如说我们不见自己的自性到外面去找佛，起心总是大师人假如说起这个念那个真的是够笨的啦一定找不到佛，外面没有佛啦顿教法门今已流六祖呢就讲说这个顿教法门现在已经留下来了，可以让我们很快就成就救度世人悉自修。我们呢这个救度世人，然后呢我们领悟了，一定呢要自修。道如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假如说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个悠悠就是蹉跎岁月。蹉跎岁月知道吗？就是浪费光阴一天过一天真紧一世人就过去过去死去搁轮回轮回搁来嘛搁戆搁拢袂晓所以大悠悠蹉跎岁月。那么师说寄语告曰：汝等好主妩媚度后，莫做事情呢悲泣语泪，受人呢刁问身着校服，挥舞弟子那样呢就不是六祖的弟子。那么亦非正法但是是本心尽是本心，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智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无益。今在呢主汝定灵交代令汝见性。这个呢令所有这一些这个领导一方的都能够见性。妩媚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路按照这样来修的话，好像呢我还在呢这凡尘若为五教。假如说违背了我所说的这一些教法纵在世亦无有益违背了我的教法，纵然我还在凡尘，那也没有利益所以这个呢告知所有这个一方的领导者就是要记取那个想说的内容。那复说句曰物不修善。那个物就是如不动的就是我们已经呢进入佛性如如不动的那一种状态，然后也不着重在功德所以不修善然后腾腾呢不造恶。那个腾腾呢就是呢自在无为自在无为的那一种状态也不会呢去造的不好的事情积极断见为那个就是清净无为，到达那个呢寂灭的那个状态，断掉所有的见为就是我们从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一些把它呢断除因为那一些都是生灭的
然后荡荡呢，心无沼，这个坦荡，就是很宽广，心也很宽阔，不着于这个形象，所以这个六祖一直都希望所有的这些领导者都能够很正确的这个教导所有的这个众生呢，都能够脱离苦海成佛。那么师说句六祖呢讲这个句语完了以后，端坐呢是三经跟三经，呼谓门人曰五行矣，就是要走了因然呢这个圈化。于是异香满室整个呢这个房间里面都很香，那个香味很香，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群兽呢哀鸣，这个天地之间呢都有那一种那个瑞相呈现。11月呢广招新山郡官僚，具门人生熟。真言真身，末节所知大家拢咧修正呢，要爱这个迎那个六祖去供奉，唔知要为叨位来这个焚香导曰香烟之处失所归烟，看迄个香要为叨一个香气，就六祖要归迄个方向。那么10香烟呢，直贯的潮汐，还是呢叶落归根等于潮汐。11月呢13日，千神龛呢并手传衣钵而回。次年7月25日，出龛，弟子方便以香泥上之，门人欲念呢其手之际遂先以铁叶七步。先用迄个眼片为阿妈棍甲围个，佮用迄油擦的，固护施劲入塔，先甲伊的迄个阿妈棍人要来甲站头，互伊站袂着，站袂长，然后忽以呢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3路呢13，到3天呢这个。白光加闪去，那么少周作文讽刺立碑祭祀道行，这个皇帝的势力呢，这个碑文纪念那六祖的那个修持那个方法。那么师六祖春秋呢76岁年24传衣24岁的时候就接受那个五祖的那个衣钵。39岁呢制法，39岁的时候才把头发理光，收发立身呢37载，就是讲经说法有37年，得主持法者43人，就是一方的领导者这一些有43个，悟道呢超凡者莫知其数，就是领悟这个道能够超凡能够入圣就不知道它数目有多少，就是非常多了因为呢这个六祖他是这个很这个平常化，就是很亲切的在教导所有众生呢修持方法。那么达摩所传的信衣中呢皇帝是呢摩那宝钵极方便受施真相这个并道具等就是跟那一些要给人这个朝拜的子榻师者师之就是保管子榻侍者去保管呢这一些东西，永镇宝林道场流传呢这个坛经以显宗旨。那么此间呢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我们很会这个安排时间刚好呢还剩下有12分钟呢，要给各位提问，我们刚好把六祖坛经讲完。各位先生有问题要问吗？
把握还剩下12分钟而已哦。好，请收。刘总你好。好。我想问那个99页那个六组他归空之后，然后他说他是不是归空70年后有2个组上所以那时候就是说6组到7组，我们那时候7组就是法律产跟那个马祖大陆就是双师嘛也是单师嘛那时候不是双师他说的出家跟在家应该不是指那个一般的那个在家居士，应该是白祖玉产或许去大陆他说他是道家的，所以他是不是到时候就是以道家跟佛家共同，因为有遇到那个白祖的那个后面有一些道长，这个是不是正确？因为那个六祖那个时候讲的时候它是一个寓言，寓言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它有时候跟这个现实的现象，并不一定都是完全吻合的，只是说，那个它预测说，在那么长的时间以后它会把这个修道的方法，传遍我们整个神州，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大陆，所以在那一个时期是我们在六祖以后，一直到西元这个1000年，那个期间是我们那个禅宗最兴盛。因为我们从中国的禅宗那个修持的那个内容跟那个印度的那个又不一样。它是以佛性本体为主要可是那个印度的那个禅那个修禅它是以那个精神为其主要所以那个方向也不一样。那我们了解说从那个714年六祖归空，那一直到西元110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的那个禅宗很兴盛。而且那个互相之间都会鼓励所以这个它重点是在把那个修道的那个方法呢传遍我们整个中国就是苍龙法师那重点不在于说哪一个人，而是说在他可以把建造那个寺庙，他把那个修持的方法传遍我们整个中国。所以在西元大概100年以后我们才慢慢的这个修持的那个内容又产生变化，就比较着重在那个理论不着重在实际的实修。可是在西元1000年之前都是很实际在修。那个呢修持都是很这个注重那个实际，所以这边它预言只是说以后会很兴盛，这个修持法门会很兴盛。还有吗？还有9分钟。好，请说。在论坛中，请问山腰水怪和往两邪魔所有性质，他们也要用到文本吗？如果不必，他们又如何走转人生？那个魑魅魍魉跟那个山妖水怪，它是接受日夜精华，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要很长的时间都是要几千年几万年，它才会形成形象。所以形成形象以后它本来我们要了解，它本来就是没有我们那个佛性在，可是它形成了形象以后因为那个时间久，时间久了以后，它会模仿我们人类所以魑魅魍魉它本身并没有那个佛性本体，是它就是很像我们那个小孩子那一种顽皮性，很喜欢跟我们人类玩游戏所以我们就会这个受到呢
那个魑魅魍魉啊，假如说没有行善，佛性又没有光明，它会受到危害，受到魑魅魍魉危害。那假如说我们佛性是有光明，是有行善，那魑魅魍魉会保护了，各位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有没有佛性在？魑魅魍魉有没有佛性在？他为什么会保护善良的人？为什么会欺负为恶的人？所以这个就留给我们自己去想象因为这个历代所有研究这一些山妖水怪、魑魅魍魉，他都没有把它这个定案，没有把它固定化，说它是有还是没有。就像那个那个申公说法，顽石点头我们就是了解到他在讲那个一忏提一忏提就是没有善根那各位请写一忏提有没有佛性？就是那个申公他就一直坚持说有，可是他所有师兄弟他就讲没有，他没有他又一直讲的话，师兄弟都不听他不听的话这一个他就去讲给石头听石头拢白白去讲给石头听然后讲到那个激动的时候就质问那个石头到底有没有？你说，那个叫申公说法，顽石点头，就说有。那佛也曾经讲过了，说那个一忏提他没有善根，可是他进入地狱的时候他会后悔，后悔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后悔的心就会产生善根，然后去地狱受苦完了要出来，出来的时候一样是后悔，说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受苦？他一样后悔所以那个出来的时候也产生善根所以那个佛性就是从那个地方呈现，从那个进地狱跟出地狱的时候它就呈现佛性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我们一般讲一忏提是没有没有佛性可是你讲到究竟的时候它还会产生，只是经过的时间很长，很久，很长久的时间才会变化那山妖水怪跟魑魅魍魉它也是经过非常长的时间一样变化所以我们就没有固定它是有活性的还是没有。还有没有？还有5分钟。好。有现在问说，未来大欢喜，弘正9品，母子团圆的心灵不同杂。这个心灵的意思是什么？应该是这个是比较特殊。稀泥可能呢就是有一个人的那个名字看起来呢像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鼓励我们修正鼓励我们修正呢，我们了解说现在上天大概普度我们现在得道是先得而后修先得到以后然后才来修持，不像以往说先修而后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敢保证各位都可以修正而且也我们在大概普度的时候我们在求道的时候也跟我们说保我们万八逍遥，只有万八。那我们要了解到万八呢只是一个缘会里面的一会是
我们一年呢有12会，一会啊，有10800年。那我们了解说，这个10800年太短了啦，在我们那个真理的那个活性来讲，它是刹那，很快就过去了啦。在现象来讲是很久，可是在真理来讲，它是刹那。那我们就是借着上天大开普度，然后呢，我们佛老师掌道盘又把我们玄关又打开了，就是已经可以啊，成仙做佛。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啊，就是努力的修正，把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啊修正到本位，就成佛。把那个18000已经呢超越。各位这样知道意思吗？我们假如说有求道，可是我们没有努力修，没有证悟自己的本性，那我们只有逍遥10800年。那10800年以后，还是按照我们所造的业，又进入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所以很多有求道没有修啊，那个叫种子不昧，它佛性的种子不昧。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一个缘会过去啊，又有下一个缘会。那下一个缘会啊，一样开天辟地啊，隐会生人的时候啊，谁要还尘来？就是我们有求道没有修的，是一些种子不昧的一样又到还尘来。然后我们到还尘来啊，一样又经过6万年的那个轮回。那轮回了以后啊，我们又遇到上天大开普度，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又遇到你可得了又没有修正回去啊。像那个南极老先生说，自我成道以来啊，都已经看到7次的分顿，那我们1次也没看到啊。所以各位就要努力，我们呢到南极老仙翁的身边，然后我们看第1次有没有那个愿望。这个就要靠自己努力了啦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到本位。超过时间的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学三道天师德老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会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开始啊，就是要讲这个《道德经》我们六祖坛经呢，在上个礼拜已经这个讲完了。那我们呢，已经把整个讲完了以后啊，又寄很多DVD、CD， 还有 MP3 呢，已经也做好了。那先我们有寄200套，是准备呢给崔老点师送给外国道亲那我们再慢1个礼拜，下个礼拜再拿。假如说有 MP3 机器的话，就可以拿 MP3。它4片，现在把它缩成4片。之前已经有做10片了本来在做出来是第5片，可是我们把它调整了以后就是浓缩成4片。1片等于 CD 22片。所以拿4片呢，就等于拿80几片了。那个假如说有那个 MP3 机器的话，就可以拿回去听。那个很理想。然后我们呢就鼓励就是当传家宝。假如说要想修道、想成佛、想了解真理是等于整套六祖坛经从头到尾，还有在那个时期一些禅宗那个修持方法，我们也都有讲，所以鼓励各位拿，自己收藏或是送给亲朋好友，都很好，蛮多了，那个我们后面已经蛮多，
看我们这边这个意愿高的话，我们一直做下来。假如说我们放着都不拿的话，我们就不做，手拢会嫩去。各位先贤，那个手上有本那个佛学的讲义啊，那个老子大德经，那个是在5年前，在5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讲也没有讲义啊，那或许就想说，把所有一些各家注解都拿来翻一翻看一看，然后因为假如说是按照讲义来讲的话，那是最理想，因为慢慢那个是慢慢想，慢慢去集思广益会比较圆满。可是呢，一般我们都不喜欢这个看讲的人就按照那个书来讲，按照讲义讲的话大家会想说，那我带回去看就好了，不用在那么老远的地方跑到这边来听。所以呢就不用讲义讲。可是各位要了解的更透彻的话就是把那个讲义稍微做个参考，所以就带回去放在家里，不用再带来了啦。这个我们这边是比较节俭啦，说家里已经有就不用再拿。可是后学都是鼓励都拿。为什么？亲朋好友来了我们可以送给他了。假如说只有1本的话各位先生要不要送？那很为难的送出去就无去嘞自己要看的无没送出去好像又情上说不过去所以呢是两难所以有多的话多多益善就是推广真理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想看的时候没有资料是会那个很遗憾的啦。那想看又有这个资料可以看那就会很这个很愉悦很快乐所以或许就鼓励大家都拿回去那我们这边呢旁边也还有，那准备再印200本所以都不会缺啦不会缺那个讲义资料不会缺。各位之前有看过《道德经》吗？有，那还不错嘞我们都有事先这个研究过这个我们了解说那个老子呢是生在西元前571年，西元前571，然后再加2010这样就是他呢到现在的年岁。然后孔老夫子是出生在西元前551年，到今年刚好2560，孔老夫子到现在2560。然后释迦牟尼佛生在西元前544年，比孔老夫子晚7年。那孔老夫子比老子又晚20年，差20年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他们的背景。那老子在差6祖有1200年，所以1200年以后6祖才出生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时间真的差得蛮长有1200年。那可以说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得天独厚了那个历代这一些圣贤都把那个重要的都留存下来尤其这个老子是最早。然后我们有看那个感应篇各位有看过感应篇吗？也是有都还很不错。那个老子就讲说，你这个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祸福都没有门我们自己招来的，自己自作然后自受
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善恶的因果都是定理。那呢讲很重要的就是世道呢则进，归道而退。这2句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符合真理的，跟真理相合世道则进，我们就努力去行持。那非道呢则退假如说跟真理不相合，不管是什么人说了，我们都不要听。跟真理不相应的话，我们呢就不要去做。那我们呢这个了解说呢，这个老子这个在周灵王的时候曾经呢当个首长史，首长史呢就等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就是在管那个图书馆。所以他看的就等于所有的那个著作都送到那个图书馆去他呢能够看到很多的各个的思想，那个不一样的那一些思想，他都能够看到，能够研究。然后到呢这个看到整个这个社会不很理想的时候他就想退隐。那么退隐呢，这个西吃函谷关的时候被那个官令允许留下来，然后做书，就是道德5000年，我们才有这个道德5000年才可以研究那个来源呢就是这样来的。那现在呢，那个考古学家也把那个那个道德5000年也挖出来了，就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确实有这个道德5000年。那我们一般呢就是从这个道德5000年来探讨老子的思想。那老子呢，他非常崇尚那个无为，就是发挥我们淳朴的本性，他不崇尚有为不像呢那个孔老夫子就是要把整个大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呈现。老子呢，他是超俗，超过凡俗，凡尘的一切这个众生能不能够做到呢？他倒比较呢没有那么这个考虑在内，只把那个原理讲出来。那孔老夫子是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能够把那个大道能够呢融入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是儒家应运而我们念的书都是儒家的这一些这个观点。可是我们现在念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说现在儒家应运那我们应该从儒家的那一些那个观点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融入生活？就是大学的那个3纲领8条目各位知道吗？会不会？3纲领是什么？对，就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明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然后亲民呢，就是把它整个呈现就是呢整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都把它呢呈现出来。然后呢，止于至善，就到达最完美的那个境界。所以它的那个8条目我们了解说，真正的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就在8条目里面我们呢从那个后面第一个呢就是格物格物致知然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那个格物就是我们要做的那个实际在生活之中。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能够格持物欲，我们心中就是清清净净，心中不要有事，心中不要有物，就是格物。所以这个格物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格物
把物啊全部都隔了，心啊就清净，然后心清净啊就回到我们佛性回来，所以那个格物啊，然后就自知，就使我们的良知良能啊整个呈现。所以那个自知啊，不是我们落入后天身体去学的，而是从我们佛性发挥。在格物以后啊，它就会呈现自知，让我们知道呢真理，都会感到心安。格物自知，然后呢知道已经呢是真理了，我们就会啊意啊就非常的诚，跟天地一样。然后诚意以后啊，心就正，心正以后啊，身就修，身修以后啊，家就齐，家齐以后啊，国就治，国治以后天下太平，很理想的啦。按照儒家的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只要我们能够格物啊，就自知，那个知啊，就绝对是正知正见啦。自知以后啊，我们的意啊，就很诚，就天地之间啊，整个那个诚啊，都呈现出来。诚意了以后啊，心就正，没有偏，也没有邪，心一正了以后啊，身啊，就修，修身这是很重要的啦。所以我们修身呢，就是要从格物着手。身修了以后啊，家就齐。家人啊都看到了，我们在行持啊非常的正确，家齐呢，这国治啊就平天下。这个儒家思想它也是蛮重要了，让我们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可以把整个很理想的状态都表现出来，这个呢是儒家思想。那我们今天呢，是要开始研究那个《道德经》呐，那我们了解这个老子所讲的那个道啊，因为它是非常的那个超然，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解之前呢，稍微有一点这个了解各位以前呢研究《道德经》的时候啊，是怎么样入手的？是看注解还是看原文？看原文看原文要了解说比较理想，因为有注解了以后啊，很容易会被注解把我们牵引给咱看。然后我们看原文我们会先自己去思索那个老子他讲出来的原来的意思先思索以后，然后我们呢再来看注解。因为或许这个前不久到书店去买那个老子的书啊，可是竟然会看不下去因为他已经呢在写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跟老子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看不落去各位有这种情形吗？没有没有那倒好了。为什么？没有那个成见，自己都没有成见，就不会说看不下去了。因为或许有成见的，所以就看不下去。或许在想说我们真的是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还真的还不容易嘞。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这个搁着。不过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都有一种择善固执，选择那个善，那固执呢在善这个方面，择善固执，然后呢这个相对下来，就会嫉恶如仇，对不对？不同意
所以或许是发现了自己有那一种倾向，会择善固执，又会嫉恶如仇，所以这个也是要改，因为这样的话会有分别心，很大的分别心。那众生呢都是很可怜的，他为什么会恶？就是因为他不了解，不知道真理，才会呈现不好的一面。那我们是应该要去救他，不应该呢落井下石，对不对？可是，在我们遇到真正现象的时候，各位贤贤，容不容易去做？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要先降服自己的内心内心先降服了以后，然后才思索是用什么方法来这个救度他，帮助他。那我们众生就是要了解到，一定要自助才会人助，才会天助。咱自己得爱自强不息，咱别再懈怠。我们只要一懈怠了以后什么人都救不了了，所以自己呢就是要精进的要努力，那我们呢就直接契入本文，那个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那个道就是道的本体道，我们呢就是可以拿那个小本的来看就比较容易这个找到那个标题，道可道非常道，可以手上都有吗？都看到了吗？看到第一个道就是讲道的本体，道的本体就是不能用我们的这个头脑来这个思索，不能用我们嘴巴来议论，所以很超越，超越所有的现象，超越所有凡尘的事情，所以道是一个呢很不容易解说。那可道第二个道那个可道就是可以讲可以说出来的可以说。那可以说的话就不是常道，可以说就是会变化，所以道可道非常道，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大概1/10吧9%都不相应可以讲的可以说的都一定会变化，怎么说呢？都随我们人在说，可以说的就不是道的本来了，就不是它的本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道的本体是很难思说很难讲的，老子也不能说这个不能讲就不讲，他是把它点出来，点出来以后呢，让我们去领悟体会，领悟体会那个才是重要。所以他把那个另外一面就是可道非常道把它讲出来。那常道的就不可道，就是不能讲，那个真正的道体就是不能讲，一落入可以讲的，那已经呢就是不是道的本体了，是呢已经是它的作用，道的作用，所以我们了解在这个所有修正者呢也都讲，我们佛老师也讲说道本无言非言不显，假如说没有用语言的话，这个道没有办法显现出来。然后呢言无以达，言呢讲得不明的话，道没有办法呈现言有不达，道无以明，我们佛老师呢就有这样讲过，所以讲的时候就是要能够把整个轮廓呈现，让我们都能够体会，能够呢知道，能够确实进入，那个才是我们呢这个追求的正确的方向。
那释迦牟尼佛也有讲说道本无言，道啊也没有语言，就是不可以道，不可道不可说。可是呢也是一样道啊一定也要借着语言来说了，因言而入啊，道本无言，非言不显，然后因言而入，因为我们讲了，然后可以进入，非即是言，不是呢，是一些说的语言，所以说的语言呢，它是相，是文字相，语言相，都是形象，然后呢，我们都不住相，然后就可以进入呢到我们那个不可以讲的那个道的本体，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的本体啊，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所以我们有研究过这个六祖坛经呢，再来研究道德经的话，它有互相融通的地方，就很容易领悟，容易领悟的话，我们容易进入状况。它一进入状况了以后啊，对我们帮助就很大，所以呢，这个道可道就非常道，这样了解吗？这个不回应是不了解呢，还是不苟同？那接下来的那个名可名啊，非常名，那个名我们要了解啊，这个道本无名，道没有名称啊，那个道啊是勉强而说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老者一直讲说这个勉强来讲啊叫做道，用道呢来比喻啊，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可是我们知道那个道的那个写的方法，我们中国的文字啊，真的是含义很深呐，这个道开始不是有2点嘛，2撇，那个就是一阴一阳，那2点嘛，就是一阴一阳，然后一横，一呀，那个一就是呢道德那个代表字。我们要了解说，知得一呀，万事毕。有听过吗？有。知道这个一呀，万物都毕业了。一呢就是道了。一阴一阳，然后呢，就是一，然后在自己的身上，底下就是一个自己，自己的身上，加起来一阴一阳，在一横，在一个自己。就是一个手，手就是头啦，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的。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头是最重要。然后呢，再加一个走马鞭，最重要的是要去实行实践。这个道的那个文字那个学法，就已经把这个整个都呈现出来，就一阴一阳，然后呢，知得一呀，万事毕，在自己身上，就是呢，像我们的头一样，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一定呢要实现，要去做，要实行，在日常生活之中，这个呢就是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名可名啊，那个名。无名之名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没有名称啦，有名称可以名了，那个就非常名，就不是永远不在的名称。所以我们知道呢，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有一个名称，都有名，可是呢都是变化，在我们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名字各位浅显，我们前一生是这个名字吗？不是。下一生是这个名字吗？不是。所以这一生的名字就是暂时给我们这一生用的。那个可名就非常名，不是常名，不是永远都这个名。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道的本身并不能够用这个文字来讲。这样了解意思吗？又把那个反面
那个很殊胜的那一面啊，又表现出来。哦，所以老子说，名可名呢，非常名。哦，无名天地之始。哦，无啊，这个无啊，就无极。哦，无就是没有啦。哦，没有到极点啊，就生有，对不对？无极，然后生太极，太极呢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生八卦。哦，相中相凑啊，8864，整个天地啊形成。哦，天地数。那我们了解这个无，天地的开始啊是无，没有。所以无，叫做呢天地之始。天地的开始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六祖坛的时候有讲过，说天地之所以会有，就是因为我们一念妄动。我们一念妄动啊，就是起心动念，然后才形成天地，才有天地啊。然后说我们不一念妄动的话，就没有天地。整个天地啊，在我们如来藏，在性分之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朦胧的好像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这个正位啊，就是在佛位的时候啊，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啊，就是已经业力啊，业因形成，然后呢，就这个转念的，就现象了。那现象以后啊，那个还是啊一念无明生三系啊，那个还在原始状态，在无的当中，全部都没有。然后呢，因为有一念妄动的那个因素在，所以才形成啊，我们天地开始。天地一开始了以后啊，有天地了，然后呢就有万物，有万物以后就有众生，有众生以后啊就有业果，就是我们造了业啊，要接受果报，就是这样世界众生跟业果三个啊就绵延不绝，就一直连续啊。因为我们落入凡尘啊，虽然是只有一念妄动，可是我们到凡尘来啊，各位浅显，这个是不是只有一念妄动？是不是已经妄念了10000的念？不止还不止10000念。本来是只有切大概这个不多啦，大概签这个凡尘大概1毛钱而已啦。我们是想来还啦，还清了以后啊，没有业障，就又恢复本位了。可是我们到凡尘来这个是有还1块钱，1毛钱有还啦。可是后来这个为了生活啊，我们就越欠就越多了。每一生每一世啊，这个还一点点欠了很多，还一点点欠了很多，就这样欠到后来都不知道是已经欠了多少。各位浅显，我们现在啊，在我们性分之中，我们到底有多少业力？已经没办法去了解了，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在生活之中体会。假如说呢，我们这个业力啊是不多或者是没有，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啊都是快乐的，如在天堂一样非常快乐，都没有那个苦的那个果报会找上我们身体来。那假如说我们遇到我们的遭遇啊是很坎坷是要劳劳碌碌是呢很多事情，那就是我们造了蛮多的业了，它已经呈现了在我们眼前。各位浅显，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业啊多不多？这个真的是要考虑考虑它到底是多少因为都还不很了解，你是到底偌济，我是做偌济业都还不很清醒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在凡尘我们呢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啊。我们在接受果报的当下，我们又是在造业，所以这样就没完没了了。我们要了解到，一定呢遭遇啊一定有因，我们的遭遇啊那个是果报，那果报一定有因啊，那我们就是要去去推测那个原因，说我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果报，为什么会有，一定的有原因在，那我们把原因找出来，找出原因以后啊，我们把它呢消除，就是让原因消失掉，各位浅显，我们造业的最大原因是什么？不是我们一直在讲吗？起心动念啊，是念头，我们的念头啊，就是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训练，训练自己呀，就是不起心动念，会不会？很不容易因为起心动念太容易了，很快啊，不管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那个心念马上就起，很快就起念了，所以念就是业，各位要把它记得牢牢的，念就是业，念头就是业，念头愈多业愈多，没有念了就没有业。无业，就免受苦。所以我们了解本来呀，我们都是用先仙呐，但是咱拢用袂掉。这个上天呢要给我们很空闲的过生活，可是我们好像都不愿意。各位愿不愿意啊？那个很空闲的生活啊，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我们都在那个觉，在我们觉性之中，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无啊，是天地的开始，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没有啊，那我们要回到原来，全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是一样，要从没有念头着手。全部念头都没有，才可以回到本位啊！我们都是佛，一回到佛的本位啊！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那个整个就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南赡部洲呢可以住嘛，那个北济泸州、东胜神州、西纽贺州，咱都无法度去，然后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的宝方世界，我们也都没有去啊，对不对？不知道那边的情形。我们回归本位了以后，都可以，只要我们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到无量的佛世界，那个那个身都非常的高了。我们以现在娑婆世界的身体来看那个东方琉璃世界那个身体我们会这个吓死，因为太高了我们会讲说比德哥还广各位有看过德哥吗？就是我们晒衣服的那个那个枝竿它是非常的那个高，因为整个那个环境都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不可想象。那我们住的这个地球在宇宙之间是一个非常小的行星一粒细细的地球那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宽广很大了。那进入那个佛世界进入宇宙的这一些这个虚空里面我们会了解说原来竟然是无量无边佛世界无量无边
那我们呢，就是要使我们心胸开阔宽广，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斤斤计较。我们呢一般呐，都会那个心胸呢太这个狭隘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天地的开始是从无没有没有的时候我们勤动念，然后才形成有天地。那这个天地我们也了解说一直是在循环往复一直呢在这个轮转之中一元有12会一会有10800年，各位都知道嘛129600年就是一个元会那这个元会一过去又有下一个元会那我们前面也很多元会后面也有很多元会，所以没有止境，没有停止的时阵，所以无量无边所以我们现在来推测说弥勒祖什么时候下生不是有钱人说56亿万年嘛，对不对？那时候我们人的寿命是84000岁因为那个《阿含经》呢有记载说弥勒祖师下生的时候我们这个众生的寿命是84000岁。各位浅浅，84000岁是什么情形？我们现在才100岁所以在84000岁里面这个一撇都没有那我们各位浅浅，假如说现在的寿命是84000岁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都不可想象的，对不对？所以《阿含经》呢就记载说那个时候因为人类最善良都已经呢把整个我们那个佛性呈现，所以有84000岁的寿命。那我们现在因为人心有的很坏，所以越来就越少，甚至呢会到往后我们人类的寿命只有10岁可以想象吗？10岁那样嘞，才准备出世，才要来到凡世间搬烂尔都死因为众生的心就是太恶，太恶呢，地生长的东西都有毒，虽然也可以养生，可是吃进去也会害身，所以寿命都不长。女孩子竟然出生5个月就嫁人了，5个月就嫁人。那我们84000岁的时候那个女孩子500岁才出嫁。那我们现在想说，500岁才出嫁，不是老姑婆嘛？又都是不可想象我们了解说，我们不知的那些天地是很多那我们呢，因为落入凡尘的时间太短，我们用追求呢不一样的那个目标，没有朝着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来追求，所以就越偏离偏离这个正道，所以我们也认为这个生生死死就是很正常的那个现象。因为呢都会认为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不追求这个根源本来，越不追求本来根源，我们就越偏离正道，所作所为就越不符合真理，所以我们了解说老子在讲说无叫做天地的开始，天地的开始是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佛性也是这样，我们佛性就是像虚空一样，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虚空没有形象可是什么形象要在虚空呈现虚空都不会拒绝。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也是没有形象，可是呢所有的万象万事
都从佛性呈现，佛性也不会拒绝。佛性会不会拒绝？都不会拒绝都让它呈现。可是我们现在就会变成认为说万象万事的呈现跟我佛性没有关系，都会这样认为啦。那我们了解说，在真理里面不是这样，都是我们如来藏，都是我们的佛性，所以呢，整个无那个天地都还没有，天地都在我们的性门之中，所以那个无叫做呢天地的开始，然后有叫做万物的母亲，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了，就像我们起心动念有了，各位浅显，起心动念看得到吗？自己知道吗？自己知道，对不对？所以自己知道有，就是已经有了，有念有，那个有就是万物的母亲，万物就是从有来，没有是天地的开始，有呢就已经呢会衍生一切问题，一切事都从有产生出来，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有叫做呢万物之母，所以底下呢所以那个故就是所以常无那个常住的无我们呢要来观其妙，无就是呢关照我们呢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没有，我们要关照佛性本体的妙常无，是常住的无来观呢这个妙，然后呢常有常住的有，这个常住的有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功能作用，它是常有的，功能作用是常在的，永远都在所以常有，然后呢欲以观其巧，巧呢就是巧就是刚好那个巧妙，所以我们了解呢常有的时候我们要来观其那个刚好的那个地方，这个呢比较这个深色了，我们就是了解到老祖在这个第一章开始呢观妙章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佛性本体非常的奥妙，奥妙到我们不知不觉都不知道它的那个整个轮廓跟整个功能作用全部呢都是没有去探讨去了解所以呢这个老祖就跟我们讲说呢，这个常无来观妙，常有呢来观巧。那么此两者这两者呢就是有跟无这个常有跟常无这个两者同出它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根源出来我们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可是我们就是能够了了分明没有形象就是无，了了分明就是有，它这个无跟有它是同时出来同出，那同出呢而异名就是名不一样没有形象不能说有，已经有体悟不能说没有所以一定呢名称呢不同可是这个呢常无跟常有它是同时出来的同出，然后而异名，然后同谓之玄就是呢无也很玄有也很玄，都是很玄妙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第一章呢它是很高的一个程度它把那个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是那个常住的无跟常住的有全部呢都把它描绘都呢不是呢一边的，我们落入一边的那个不是它是有跟无合在一起有这个有切实的那个佛性本体在有，可是没有形象，无
所以有跟无啊，它同时存在，同时出来，可是出来以后啊，名称不同，这样了解意思吗？会感到很深吗？是要我们来知道我们那个佛性的整个那个轮廓，以及呢整个天地啊宇宙万象来源，它的本源根源，我们呢都是要了解就是啊常无跟常有合在一起，这个常有常无啊就是我们那个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我们讲佛性本体，对我们来讲比较亲切啊。那我们讲说是天地的万象，天地万事啊，好像会觉得说，跟我没关系，感觉上会这样觉得说，比较离我远一点。那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它是呢，同时存在，同一个同一个体。然后呢，讲不同的角度而已，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同词异名，同谓之玄，一样呢，有也玄，无呢也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有的奥妙，都是从常有跟常无，这样出来的，众妙之门，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进入啊。众妙之门，它出来，我们呢进去，我们进去啊，这个众妙之门，各位有一点印象了吗？有。这个众妙之门啊，有没有一点印象？这个有跟无在凡尘啊是很明显，有形有相，跟没有形象，我们身上呢就可以体会。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我们身体有形象，它呢现在啊，无啊跟有合在一起，让我们在凡尘生活。那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啊，是谁在做这个当家主张？谁在当家？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啊，是谁在当家？谁在发号施令？很有意思我们了解说呢，那个常无跟常有既然就是我们整个的本体了。那我们现在呢呈现在凡尘，已经从众妙之门出来以后啊，我们有没有让这个呈现呢众妙的那一个那个主宰者啊来当家？我们都会被这个凡尘的景象这个吸引，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感官啊有的感官呢跟这个凡尘的景象啊就已经汇合，然后汇合了以后啊各位先生，是不是产生很多的我们那个处理的方式？因为我们在阐释的时候啊，并没有固定说它会变成怎么样，只是说那个原理状态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应用会比较理想？所以呢，讲那个根源从根源，然后出来了以后，我们有万象万事在我们周遭围绕。那我们在处理万象万事的时候啊，是不是要有这个主宰者？要不要有？一定呢要有一个主宰者。那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现在的主宰者已经呢怎么样？就是已经不是从那个常有常无啊，那个同出，不是这样，不是呢他来主宰，而是呢变成了我们有那个常无就不管它了，就已经进入常有，常有以后啊，
在身上呈现的又是我们的那个感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然后我们呢就是加强眼耳鼻舌身意的它的那个前变，我们都把它加强。所以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呢都已经呢没有按照那个真理的那个方式来处理生活。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一种不符合真理的状态之下，已经偏离正道。偏离正道以后自然所有一切都形成我们的业因。造业那个原因已经呈现。那造业的原因呈现我们就要接受果报。当我们呢去接受果报的当下，我们又迷惑。迷惑的时候各位浅显，我们迷惑的时候，在接下来的行为会不会理想？一定就不理想了。就会越来越偏了。所以我们是要了解，我们从那个同出有跟无常无常有那个同出由它呢来主宰来当家。所以呢，或者就讲说呢我们鼓励我们的佛性主人出来当家，不要让我们的六根呢当家。因为六根当家呢都会不知不觉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受了苦迷惑，迷惑呢又造业，就这样没完没了。那我们越受苦就会越严重。那假如说我们了解了从根源着手，是从常有常无的本体，然后来主宰。这个时候跟真理跟道相符合，那整个都相符合的时候各位浅显会不会造业？不会。绝对就不会造业了。所以不会造业就跟我们那个在本位时候那个状态是一样。所以虽然呢我们是这个一念妄动才落入凡尘，可是呢我们在这个落入凡尘的当下，我们又马上回到本体。回到本体的时候守住本体常无跟常有在一起没有另外被造化引诱，没有造化引诱我们没有起心动念又回到本体回来了所以我们虽然说已经有三河大地，已经有我们身体，可是呢毕竟还在真体之中就整个全部呈现的都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呢那个住在佛的本位。这样各位浅显听得懂吗？是比较有一点比较讲的原理啦原始状态就是我们怎么样落入凡尘，在凡尘我们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呢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原来来的地方那整个已经呢都回到原来来的地方就已经就是已经证悟已经成就。那证悟成就以后我们又可以度化所有众生因为我们看一看这个社会现象离我们现在讲的有多远，差的很多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现象所追求的可以都是物质的生活啦就追求物质的那个快乐那个感官的那个享受大部分呢都是这样追求。那以这样的追求的那一种目标我们就可以讲就一直在造业我们看是一直在造业，可是他们本身呢会怎么看？他会认为是很正常的在凡尘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生活会很正常所以那个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会遭遇很多的一些不如意
那不如意在他看来，那个变成也是一种家常便饭，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对。那以我们这个探讨心理心法来说，会说呢这样不行，这样会每况愈下，越来越不理想，越来会离道越远。那离道越远呢，我们受苦就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各位姐，我们生活在台湾是不是很富裕？虽然说有的还就比较呢过得辛苦一点，可是比起非洲怎么样？好太多了，对不对？假如说我们是生长在非洲，一出生以后要这个挣扎3餐就已经够我们费心费力的啦，就吃不饱没办法，那吃都吃不饱了，还有办法修道吗？就会把它抛开了，对不对？全部呢都不去死守了。所以我们在这一种这么好、这么殊胜的环境之下，一定呢要尽量的朝这个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努力前进，而且又不是很困难。各位浅显，修道很困难吗？很容易，对不对？或许都曾经做比喻说假如说已经有喝酒有抽烟，然后要他戒烟戒酒，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困难。有的这个戒烟越戒他就抽得越大。那个戒酒也是一样。后来我啉较少结果愈啉愈多，都会这个样子。那假如说他本身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你叫他戒烟戒酒，各位姐姐容不容易？非常容易，对不对？那修道也就这样了。假如说我们都没有感染凡尘的污垢，尘垢都没有，那我们修起来非常简单，很容易的。那假如说我们已经感染得很厉害，各位姐姐修起来简不简单？就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像我们南部这个天气这么热，我们那个晒衣服不用什么用脑筋不用，你皮也就打打收收，对不对？可是或许在基隆不洗就洗所以就要想办法去找一个小小的房间那个浴室内底然后放那个除湿机顶头用竹篙，然后拢三甲摕入去吊吊的门甲关起来，除湿机甲开，创啥？去吹好大，来甲除湿。你看咱遮拢唔用心打扫，我伫遐我都爱安尼好，安尼用到遮济功夫，佮都爱电力要钱的对对，佮都爱过6点钟伊才会收。所以会有在想，这个难跟易我们这边就很容易，我那边就很困难。现在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困难跟容易都是我们主观意识您认为它容易，就很容易。我甲厨师5-6点钟有收，甲咱家拢同款，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不要怕难，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就可以达到。那修道也是一样的。假如说我们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生活习惯，那一些习惯我们要知道，那个要除掉那干那买命，听懂吗？那买命听，真要命，对，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当我们的那个习性我们平常都让这个感官去当家嘛，它就养成习惯性。
那习惯性养成了以后啊，我们要改变哦，真的很困难。那所以哦，各位假如说哦，这个有那个不好的习惯性要改掉，要事先跟他这个妥协啦。所以那个台北的道经就讲，说早上起床，晚上要睡觉，然后跟六根讲话，说这个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你这个不是主人，你当家太久了，你应该要退位了，你让这个主人出来当家，这样早晚跟他讲，早晚跟他讲，讲到后来他那个习惯性就不那么刚强，有用真的有用。所以或许就讲说你看今天那个报纸登啊，说那个百货公司啊，不是什么庆嘛吓死人了，一天3亿啊收入啊，大家时间都唔免谈啊，你就有啊，拢用印的家己印的啊摕去用，吓死人。所以我们了解到为什么那个样子，谁在当家？你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啊，谁在当家？就是眼睛在当家。我就抢不要了。真的是，就是眼睛当家。像我们一修道了以后，你要告诉自己，家里啊已经够用了。这个穿的啊已经你看现在谁在补衣服啊？都是好好的就丢掉了，好好的弄干衣裳了，都是没有补衣服的，所以就不用那么努力去买，我们都穿不完的，一生之中呢，都可以穿得够了，有的穿，有的吃，有的住，可以遮风避雨，这样就好了。那个另外都不用追求，尤其最好的生意最好就是化妆品。那化妆品或许是最反对，为什么？你晚上睡觉要洗掉嘞，那个又那么贵，磨一磨把它洗掉，好可惜哦，对不对？所以各位听课以后你要化妆的时候，你抹就咧想讲，这都要洗掉咧，洗假了咧，就不会想要了，这个数年啊，你洗好身体就上水，不用化妆，所以那个一化妆以后，各位先生，化妆了以后，我们看一看变成什么？不好说假如说他画得太浓了我们会说山妖水怪，像不像？那个都很贵了嘞，竟然把它画在脸上，然后再洗掉。或者都讲，我们年岁大了大概面拢感官不一样。你看欧丽桑、欧巴桑迄食老面拢感官，所以唔免化妆啦。不用，迄拢多余的。我们把那个时间化妆的时间拿来研究心理心法。拿来呢做万年放下，一年不生，来跟自己的佛性打交道，最理想的那个化妆的时间各位先生久不久？真的是很久了或许是看人在化妆，那个花个1-2个小时是小事。对不对？化妆的时候1-2个小时是小事，我们来研究心理心法，1-2个小时是大事，对不对？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了解整个人生整个过程，整个怎么样状态，不是更理想吗？对不对？像我们这样这个
1年这样一路走过来啊，理不理想？我们从那个朦胧全部不知道的状态之下，然后走到稍微有一点了解了，对不对？然后我们更深入，深入呢到原始状态，真的摸到我们根源，可以回到我们佛的本位啊，你看多么好，是要培养我们那个正确的相信自己就是佛。这样的话那个外来的那个幽冥鬼魂呐，魑魅魍魉，他就不会捉弄我们，就不容易进到我们的身来了。你哪一个心神都不定那个最喜欢的那个幽冥鬼魂啊，那个魑魅魍魉，看你心不定，紧甲你问入来，等你啥就害啊，拢互伊咧做主啦。你家己拢互伊拍去贪玩，你就没有办法主宰你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心头爱了定，家己都是佛，自己就是佛了。一定也要切实告诉自己，本身就是佛，外面没有，很亲切的，很实在的，把那个整个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很笃定的把它呢这个启发，然后培养，让它茁壮长大。那以后这个身体还给天地所有红土就还给天地已经没关系了。不像我们社会人士没有启发佛性的时候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两眼一闭的时候各位浅浅知道什么状况吗？两眼一闭那个没有路可以走嘞。我们睁开眼睛是不是可以走路吗？这两眼一闭以后会行在走，没有路可以走了，那很紧张的。所以我们家属就会赶快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那个就是他没有路可以走。那我们现在我们修到了以后，知道呢原来我们的性分，我们的真心佛性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是这么宽广，而且又如如不动，这么殊胜。那我们都不认识，不知道，我们日用呢都不知，现在呢研究知道，说原来只要我启发佛性了以后，我佛性呢充塞整个宇宙虚空，虚空呢就不是完空，而是真空。然后妙有有没有形象，整个都是我的真心佛性。这个时候身体就可以还给天地，没关系。那没有启发的时候这个空就是完空，完空是空中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社会人士是不是把这个空当成完空？对不对？空中什么都没有没有启发佛性空中什么都没有，就是完。所以他就很重视他的身体，生死就很在意。所以我们那个台湾俚语死了以后叫做过身，贵心这个身没有了，转换一个身假如说我们还有行善那还有人的身，不错了。那假如说作恶那就变成畜生道了，你变成畜生了。那我们可以去想象，变成畜生了以后他知不知道真理？纵然是最灵敏的猫，他知不知道他的佛性？都已经都不知不觉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说，做得不好，一转到畜生道，那个就要很久很苦的时间去煎熬。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凡尘的因果定理，绝对不可以那个去贪人家的钱财或者都讲一只鸡几百块，200刚好太小，不是300了嘛，上100了。
所以你看哦，我们给人家倒个10万块，要出生几世的鸡来还？哦，要几生几世？不要说几生几世，我们光一世的鸡呀，是不是已经全部都脑袋瓜空空了？一恢复人的身体的时候啊，什么理都懂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啊，我们现在啊可以主宰有身体自己有能力，可以努力修，可以使自己的佛性啊尽量的向外延伸，很宽广到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啊都是真心佛性。跟老祖讲的无天地的开始没有天地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进入啊真正的到那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可以进入进入呢到那个无然后呢要显象要山河大地啊我们又可以有常有所以常无跟常有就在我们呢自己呀现分里面它同时啊出来，奥不奥妙？很奥妙可是我们不研究的话，不知道呢。我们那个佛性呢，它是常无跟常有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呀。所以我们平常在经典里面看，它就讲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虚空是讲佛性佛性没有形象，可是它不拒绝诸相发挥，所有山河大地所有万象都从我们的佛性呢发挥出来，它佛性都不会拒绝，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佛性呢这个修养真好，像我们现在六根当家，佛性它也没抗议，有没有抗议？是不是修养很好？只要你要当家六根要当家，佛性就退位了，它就退到你见不到的地方，因为它出来你会讨厌。你正在用六根的时候啊，它出来干涉，说唔好啦，违背良心啦，你卖管，你卖吵，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没有遇到这个现象拍谁有啦，都有拄到，都会经过。为什么？因为现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有形有相毕竟比较引诱，那个诱惑力比较大。那个无形无相那个佛性它出来建立的时候那真的力道都很弱，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感到心不安的时候那个事情绝对不要做，那个不合真理。你感到心安你就呢放心去做，因为那个符合真理。所以我们那个良知良能都时时刻刻会呈现各位有没有良心在不在不是一个已经那个过世了，一个还没出生。我们都会找借口说这个良心一个已经过世了，一个还没出生，刚好中间空档，它都可以为非作歹，所以我们都很会找借口，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因果定理自受还是要自受。自己要去接受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行持的时候，就是要了解到，不能违背真理，然后我们都符合，跟真理相符合，帮助众生，又呢不记在心上，记在心上我们会接受福报不记在心上会进入我们现分生死得本，种植我们的得本。那个得本一够以后你的领悟，你的修持就会很通顺。那假如说我们障碍很多各位贤贤，我们经典拿起来看这个眼睛就很生涩，就一直想睡觉，
有没有这个现象？那个就是我们的业障债主啊，在给我们阻碍了，卖垮了。因为你看了以后你去研究啊，他这个债就不好讨了。你全部都是在还成的话，他总会遇到你，这个债一定会讨得到的。所以他就会阻挡。所以很多人都这样。一翻开经典就很想睡觉。这个把经典合起来，精神来了。所以就很明显的那个业力啊，在拉扯。然后我们在凡尘啊，很重要的就是不要造业。造业一定要去接受果报。所以在造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不造业。修持呢，就在起心动念，念就是业。起心动念啊，这个又造业了，又不要。只要我们保持那个觉啊，那个念头一定很快的减少。不然我们会很多念头。念头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也不用去跟它敌对，因为它是功能作用嘛。我们知道它是功能作用，就好了。它要起来的时候啊，我们要了了分明。你起什么念？各位先贤知道自己的念头内容吗？知道啊。那很理想呢，因为都知道就可以去阻挡它，就可以把它呢这个消除掉。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会一念接一念。一直延续延续呢不断。那我们假如说能够在生活之中呢，全部都保持那个觉性都在，都是觉，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是没有无明。那个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就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所以我们的无明时间是比较长，那个明觉的时间是比较短。那我们有修道有研究它会慢慢改变。本来那个不觉的时间很长，现在那个不觉的时间缩短了，然后觉的时间延长了。可以有没有努力呀？有空闲的时候记得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万缘什么缘不管你想什么都是缘，都把它放下。不管什么好坏，全部放下。全部都放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最觉、最灵敏的时候。只要呢我们培养如朴3年，绝对有功效呈现。那个时候般若妙智慧就会有了。有般若妙智慧有时候我们在应对那个事情的时候就会轻重缓急会分得很清楚，然后会应付得很圆满。然后人家问你说你按那些你哪怎样？你找不到原因那个就是般若般若妙智慧。它那个是从佛性本体发挥，不是从我们落入佛天有身体以后去学的。学的不会有般若这是佛性本体才会有。所以一定呢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做万年放下很舒服尤其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一做了就睡着了。可以有没有做这个万年放下睡觉的时候马上睡着了？明天早上醒过来很舒服，对不对？那个头脑很清醒。那假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胡思乱想，明天起来的时候那个头很痛。各位有没有把它试验看看？有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了自己本身有试验过那个知道它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在那个噪音的时候你就会说这个不行，这个一做了会怎么样？已经知道它的结果。所以我们修道呢就是这个样子。
造因的时候啊，就知道结果。那我们哪敢去造恶因啊？就绝对不敢，对不对？所以因果是定理绝对的。那我们呢，就是要勉励自己，自己努力。所以这个关妙章呢，这个老子讲最殊胜的，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常无跟常有合在一起，它同时出来，不同的名称，很玄啊，玄之又玄，非常的奥妙，很深远，很奥妙。我们呢就是要去追求，要去了解。我们追求了解以后我们可以进入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一进入以后就等于进入整个天地啦。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充在整个宇宙虚空。我们只要进入我们佛性就进入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宽广。所以呢，或者就跟各位勉励。然后我们呢，这个接着讲这个第2章观角，观角章。天下呢皆知美之为美，所以呢这一篇呢，这个我们了解说天下皆知，就是呢大家都知道，美之为美，知道那个好美，然后呢为就是做，为美，就是已经呢着重在那个名相，美之才为美，已经呢丧失那个本来。不是本来本性去做的，是美之为美。老子就讲失恶是已经就不善了，就是恶了。因为美你才去做，就是要那个名称。爱人恶乐，美之为美。那么皆知呢，善之为善施不善。那么全部呢都知道那个善，然后去为善。这样呢就已经又是呢不是从佛性本体发挥了，所以老子说呢，这样就已经呢不善，都已经呢不是很理想。可是我们以社会现象来说啦，社会现象呢，假如说美之为美跟呢善之为善那已经也很不错了，对不对？对不对呀？因为我们已经这个叫做每况愈下了，要到达老子的理想那一种从本性发挥已经是很难了所以以我们社会现象来说你美之为美，善之为善已经很好了，是不是这样？确实呢我们在凡尘就已经落入到已经都着重在名，着重在相注重名相我们就已经呢丧失本来就没有从自己那个佛性本体这个发挥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老子的那个本来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各个都回到很淳朴的那个本性很淳朴的本性你从本性发挥，从本性发挥出来的那个才叫做真的是善真的是美所以真善美全部呢都在我们内心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内心保持那个真善美很重要我们不管这个外面的那个批评，不管外面的那个不管是这个称赞或是呢讽刺都不要管它，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那个真善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对得起自己就是看得起自己知道呢自己本身呢就是佛这样的已经呢就很理想了那凡尘的所有那一些变化都不要在意已经呢不落入那个凡尘的名相。所以老子就讲说我们都是美之为美善之为善这样已经呢不好了因为美你就是要
这个怎么样？隐藏。善也是一样不让人知。所以老子的那个观念啊，就是见得如偷啊。要建立道德好像小偷一样，都不给人知道。所以比较是属于从本性发挥。那么故呢有无相生。所以这个从上面延伸下来所以才用的故。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有跟无它互相呢这个生花。我们呢这个着重名相以后我们一着重名相以后我们呢所作所为已经离开佛性本体。离开佛性本体以后那个所做的就不很理想了。所以老子就讲说有跟无它互相产生我们在凡尘之中也都是这样有跟无它相生，互相会产生。像我们现在在凡尘，那100年前我们没有，100年后我们也没有，是不是有跟无相生？现在有100年后又没有了。有跟无互相产生，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凡尘产生的这个现象是我们要了我们的业，然后才呈现所以我们有一条看不见的黑绳子在给扭咱的手，扭咱的脚它一拉了，我们就手动了小动。那个就是业力业力整个呈现。所以我们到凡尘来是从无然后有了，从有又归无所以有跟无它互相会产生。那我们从这个有无相生的这个道理里面我们就是了解说不要造业了。你造了业虽然会归入100年后没有我了。因为有业会不会再来？会被业再推来，对不对？又是那个无跟有又相生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从这个真理里面我们了解说我不造我不造业，没有业可以把我推到现象来。那既然没有业把我推到现象，是不是有自在？我们呢那个佛性就可以自由自在。那个时候呢倒是可以发心那个发愿来度化众生。所以那个来是愿力而来，跟我们现在业推来是不一样的。一不一样？不一样。被业力推来，我们是不得不来。那我们愿成愿而来，那个是不管是我们遭遇什么现象，都是非常快乐的，对不对？纵然进入地狱去教化众生，也是很快乐，对不对？那我们假如说是被业推到地狱去那怎么样？很受苦的，对不对？完全都不一样。所以那个文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看我们解读你只要这个做一些那个不合道理的事是不是一定会进入地狱？所以你一定进入地狱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定进去的。所以解读可以了解吗？那个文字是不是很有意思？你要进入地狱，你就去为非作歹你就去做坏事，你就落地狱那个文字是这样吗？那个讲说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发愿说地狱的众生很苦，他要到地狱去救度地狱的众生。那个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就是要全部了解到它的内容。一定要了解了，不然我们会讲说烦恼即是菩提各位有没有听过？知道它的意思吗？
烦恼即是菩提，那个是在讲我们那个起心动念的根源，那个能够起心动念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能够起心动念。那假如说我们是进入烦恼的内容，那个烦恼会不会是菩提？绝对不会那个烦恼变成恶，它会促成我们造业。烦恼的内容我们进入烦恼的内容，我们去应对以后各位姐姐，是不是会有行为出来？它行为出来，从烦恼的出来的行为善不善？是不是一定造业？所以那个不是菩提所以我们看文字来了解一定要知道像那个永嘉大师那个观恶缘是功德我们会观的吗？人家在这个修眉是不是都是讲恶缘？我们要不要去观？那个我们要了解观恶缘是功德。那个永嘉大师是针对着指着我们鼻子讲骂我们来关照他在骂我们的那个恶缘，你去观，这个就是功德，是这样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有没有被别人指着鼻子骂？我们有没有观？还是骂回去了？把他骂回去了，对不对？不受不接受那个恶意。所以我们要了解文字一出来以后要知道它的意思要完全了解。所以有很多说会背那个佛经佛的经典会背有时候我们背得太熟了，就会倒背如流。各位浅显会产生什么现象？会背佛经又会倒背如流，会产生什么现象？骄傲，会产生骄傲。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大家拢不一样，我会样我会样背佛经，各会样倒背个如流，骄不骄傲？骄傲会做什么？我们倒是蛮肯定的，骄傲就要当候鸟。所以我们就不会了就不会骄傲就是很理想。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很多呢都是不知不觉呈现我们很努力去修持，然后有一些成效的时候我们一样也会不知不觉骄傲所以当各位一了解到心理心法明心见性然后对这个不熟悉不了解会有什么心态？确实就是骄傲所以我们要事先这个打预防针要想说我们在凡尘既然都落入现象的，没有骄傲的本钱被业推来了黑喜极苦，很苦的，没有骄傲。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修正，都已经明心见性，那我们要想这么多众生都还没有明心见性，都还没有得救，那我也没有骄傲的本钱，要把他们呢全部都度化，让他们都成佛才可以骄傲。他们都还是众生还不可以骄傲，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凡尘对呢都有一些这个事情就是要深入的去了解观察，完全我们的作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那个理念完全都不一样真的是整个都会改变。而且当我们确实做万年换下一念不生，各位浅显，身体也会改变。身体
本来假如说毛病很多我们说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些毛病会不见的也会这个影响到我们情绪情绪都会很高昂很高昂的时候表现出家人看到很高兴就会影响到家人整个呢那个叫和乐融融，变不变化就慢慢的都会变化所以我们了解到在凡尘我们到凡尘来时间都很短不过100年而已啦，一定要好好运用，好好利用利用了这个短短的这个100年，把自己不生不灭佛性那个光明使它整个呈现。那都有一些脾气毛病一些坏的习惯全部把它改掉这样呢我们做了后我们有目标，然后呢实际成效那个效果呈现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对不对所以生活就非常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呢要朝这个方向做有跟无相生然后呢难易相成这个难易互相形成困难的事情跟很容易的事情把它摆在一起我们就会了解说没有难就没有显出那个容易，没有容易也不会显出困难所以难跟易是互相这个显现让我们知道显现让我们去成就难易。那我们呢就要了解说在修道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说那个很困难尤其呢要改掉我们习性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假如说我们畏难就不做了那永远都没有成就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呢就呢立定目标难的那一些呢事我们从容易的地方入手每天的生活我们都要过，对不对？我们整天24个小时愁眉苦脸一样也过了，我们整天呢欢欢喜喜也一样过24个小时。那我们一定要选择快快乐乐来过这24个小时，然后呢要改掉呢很不容易改的那个习惯性呢，我们也在日常生活之中，然后呢这个只要一有空闲我们就可以入手，很容易去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很不容易改变的那个习惯性会在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它就默默的被我们改过了，默默的不见了就没去现在呢不好的习惯性因为我们一有空闲就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所有的坏习惯是不是也是万年之中的一眼，对不对？我们也一样把它放下放下放下了整个呢放下就楼底没去所以了解说很多是我们自己自己画地为牢咱拢会想讲我的个性都生爱很多都会把自己定在一个定位啦就不愿意去改它。那假如说我们了解说凡尘事都没有固定的，都是变化，都在变化就是因为凡尘事都没有固定会变化，我们修道才有用。假如说凡事都是固定不变化的我们修道就没有用了啦，都是固定的佛都是佛，众生就是众生，固定的，那修有什么用？就是因为不固定，我们众生可以成佛，所以努力修，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只要我们肯做那个在困难的事也都会在很容易的那个情形之下去完成尤其那个或许为什么会讲这个，就是北部的前贤在讲心得分享的时候讲出来的啦他说
那个只要3-5分钟，你只要有空闲3-5分钟，就好好利用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就可以改变了我们整个身体的状态，就可以改变整个家人相处的情形，就可以改变我们那个很顽固的习惯性，就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要怕难，只要有心啊，都一定有成就的时候。只要我们肯做，也不会真的做不到了。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容不容易？各位都还没有做出心得啊，所以容易，那个没有力道所以一定也要做不管3分钟、5分钟，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你就可以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你身体会变化，你的家人相处会变化，你整个命运会变化你会很高兴真正的在修道的轨道之中竟然剩下11分钟要给各位提问，各位有问题吗？有疑必问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有疑就是心中打结啦，我们把那个结解开了就可以很宽广都没有束缚。那个上次那个不是有写那个西米嘛那后写一直在说这个名字我们不是有一个河西米吗？河西米各位知道意思吗？就是自己没有主张然后呢人家讲什么都跟人家附和，河西米有没有要问的啊？都没有啊。剩下10分钟而已这个问题不多了要回答问题10分钟大概1-2个问题就差不多了有时候我们要了解说，美国还比我们这边还勤劳，马上传过来。这是法会和合二仙对后学说，你不要吃那么多东西。后学百思不解，直到有讲师说吃少点东西身体才会好，才稍微了解。可是还是不太明白要少到什么程度才对。后学平常早上吃1根红萝卜、1根芹菜等生菜或是果菜汁和1杯燕麦，中午吃便当，晚上约吃1到2碗面或饭菜，菜多饭很少，应该如何解量才恰当？非常感谢。这个我们呢之前就是有讲过多吃有5罪还记得吗？讲讲看哪5罪？2个。多吃了以后，我们吃多了以后就想睡了会多睡，然后多吃了以后会多病多吃了以后会多淫，就是男女之间那个做爱，然后多吃了以后我就不能这个歌颂经典，因为有多睡多病多淫所以对那个经典部分就不能够深入了解。然后呢，所有吃的东西
都是从地上生长出来，所以我们生早已世间，生早已世间呐，叫世间把它优调调、拔调调，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啊，我们地生长的东西都不吃了以后啊，我们人就会灰了。地生长的东西不吃啊，人就会灰。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有讲，说我们不要吃那个生物，生的东西我们就是要熟食，经过煮了以后才吃啦，不要吃那个生的东西。那要吃多少才算恰当？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体质都不一样。那看我们的那个需求，假如说力道都不够，当然要稍微加多一点点。那假如说已经都可以了，那就可以减少一点点。像或许跟老千一起生活的时候啊，老千那个吃啊，真的是我们一般呢，或许都说那像我一定拢会无力。因为那个我们那个饭碗不是很小嘛它大概都是6分到7分而已啦。这碗然后6、7分，然后那个菜都是一点点夹一点点，不会吃很多。然后那个汤喝那个汤啊，给那个差不多小碗的半碗这样。一餐就吃这样，然后3餐都一样。早上呢，有时候吃馒头，吃那个豆浆啊，也是吃很少。所以或许曾经问老千说，您老怎么吃的这么少？老人家说这个器官都已经老化了。不像你们年轻人消化那么好，就是吃进去以后啊，不容易消化，会累积在身上只要它累积在身上，我们就有那个负面的你想睡啊然后你那个血液不通畅啊会有那种精神不济那种状态出现。所以老先生他说吃的少了以后就可以排除这一些障碍。然后连喝水各位先生，您老要不要喝水？他会问说现在几点？早上10点，下午4点，那个时间他才喝一点水。他平常不随时喝水这么那个生活这么严谨，他或许也问说为什么不多喝一点水？不是大家都鼓励多喝水嘛他说不行，那个就是消化，喝进去会积在体内，就是要排掉不容易，所以不喝多的水。所以我们就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状态，那各位要了解到，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它都会有养分营养。那我们假如说时时刻刻精神都外放，那我们会把养分用掉。养分就是我们吃进去的养分都把它用掉，我们就会感到很饿。那假如说我们是多把精神收回来，都能够回光返照。回光返照的时候精神不外放，那个养分就积在我们体内。那我们那个体内假如说累积那个养分多，或者就讲那个下丹田它会热热的，会热热的。你累积一段时间以后它会把我们那个全身的脉络打通。那打通脉络的时候它从下丹田开始，然后就往我们的那个身上那个大部分都会往那个背部先然后它打通的那个地方
我们就会产生那个我们外观就会产生那个晃动。所以那个假如说各位有那个经验就不要害怕。有时候呢是左右晃动，有时候是前后晃动，有时候是圆的晃动。圆的也有这个由左向右，由右向左，都不一样的它都自然而然。你在这个状态之下，勿忘勿助，不要忘记，不要帮助，让它自然。它只要通了，那个脉络通了，它就停了。停了以后又会往上面，这个往我们那个头部进来。身体通了，身体不动。然后呢，那个颈部头部不通然后那个颈部头部在动。再动也是一样，它有左右，有前后，然后也有远的也有左向右，有右向左，都这样。然后那个摇动也一样，不要帮助它也不要忘记你就让它自然，它自然已经全部通了，它就停止。所以那个是我们把养分收回来以后，在身体产生的它的功能作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我们外放，精神外放会一直消耗我们的能量。就是把那个吃进来的那个养分都消耗掉。你假如说回光返照了那个养分呢都累积在体内。累积在体内呢我们就可以一段时间以后一直累积它就会有打通我们脉络的那一个机会。那我们脉络都通了毛病就减少。我们身体的状况就会很理想。所以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就做这个功夫让我们那个精神外放的精神全部回来那个累积我们那个能量让我们这整个身体都很健康当然我们平常的时候也要运动有运动的话，我们那个血液循环就比较正常毛病就会减少这个是在养生方面